元州，荣国。荣国地处元州东部，一条洛奇山脉从国土的西北方一路横穿至东南方，将硕大荣国分为了东西两部分。东边这部分靠近孟煞河，河上终年弥漫着浓郁的大雾，渔民们只可往东行驶数十里，便不可再前进。而对于修真者来说，渡过这条孟煞河，便是凶残可怖的孟煞之地。玄天大陆的四大险地，正是极北之地、卯家之地、城南之地，以及这孟煞之地。孟煞之地的危险与卯家之地有几分相似，卯家之地多是沼泽，可迷幻进入其中的修士，考验磨砺他们的意志，为他们磨练元神。而孟煞之地则拥有一种奇异的幻兽，名为孟煞。孟煞没有定型，它们好似一团紫色的幻雾，当它们无声无息地飘到你身边时，便会将你带入一层层的幻境。这幻境可远比极北之地的无底窟要可怕太多，因为这幻境里所发生的一切，都是给予了修士一次真正的考验。孟煞极会蛊惑人心，且深具剧毒，吸入口中，非大乘期不可避免。而且在传说中，孟煞乃是天道气儿，他们在很多年前是玄天大陆的主人，如同人族与妖族一样，大地上也存在着孟煞一族。每个孟煞生来便极为危险，但他们对炼丹者来说却是极好的材料。对于一个炼丹大师来说，得到孟煞便有了炼制8品丹药，甚至是9品神丹的可能。千万年来，为了从炼丹大师那里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许许多多的大乘期尊者都不顾危险进入孟煞之地，抓捕孟煞，很多人便丧生在幻境里。狭长优美地孟煞河好似一条银白色的玉带，蜿蜒曲折，穿梭于群山之间，在阳光下闪烁着粼粼波光。在这条美丽的长河旁，坐落着一座安宁寂静的小村庄。袅袅炊烟从一户户人家的烟囱里飘起，白色的烟雾被吹到了孟煞河上，融入那浓浓的大雾中。这里便是孟村。孟村人世代以捕鱼为业，孟煞河便是他们生存依赖的母亲河。正是清晨天蒙蒙亮的时候，每户人家都烧好了饭菜，让自家孩子们吃完饭便可去村头的学堂里学字读书。女人们将丈夫送到孟煞河旁，目送着他们上船捕鱼，接着便是等待他们晚上归来。村头的那座学堂是10年前才建立起来的，教书的先生是一位非常清秀的年轻人，他认真的教着每个孩子读书识字，带领他们朗读4书5经。等到了临近中午时，一个孩子眨着大眼睛说道：先生，今天可以听故事吗？那先生倏地一愣，将手中的书放了下来。他穿着一件十分朴素的青色布衫，虽说长相不是那般俊美，却也是秀气白净，一双眼睛里倒映着清澈的光芒。他微微一笑道：今天又想听故事，不要好好学书了。又有几个孩子叫喊起来：先生，我们想听故事。很想听故事，您就讲故事吗？年轻的先生无奈的摇手，他显然不是很会应付这群顽皮的小屁孩。将书放到桌案上后，他便道：好，那今日便给你们讲一个关于那孟煞河的故事。传闻在13400多年前，有一位大臣，有一位仙人，来到了孟煞河，进入了这重重迷雾，到达了河的彼岸，烈日高照。故事只讲到一半，便到了散学的时间。许多孩子听得正欢，哪里想要回去，可是先生却严厉地板了脸，道：该回去用饭了，否则你们的母亲担心，这可不。声音陡然一顿，这先生双眸微缩，停了片刻，继续说道：这可不好，若是你们再不走，以后先生便再也不讲故事了。孩子们撒娇未果，只得乖乖回去。临走前，先生开门的动作稍稍一滞，他转过身，望着这一群童稚青涩的孩子，突然笑着道：以后可得好好学书，若是不听话，就会受罚，知道吗？
孩子们异口同声道：“好，先生。”先生将学堂整理了一番后，便走到了后面的小屋子里，与那个正在栽花浇水的人视线对上。两人互望了片刻，青衣先生道：“该走了，师傅。”有人来了。白衣的年轻人微微颔首，垂眸看了一眼这满院子的花朵，道：“走吧。”话音落下的一刹那，两人瞬间消失在了这院子里。一盏茶时间后，孟村的所有人见到了一生都无法忘记的一幕。无数只有传说中才有的仙人从天而降，落在了孟煞河旁，甚至还有人飞入孟煞河一层层厚厚的迷雾中，不知道去了哪儿。刚刚散学的孩子们惊骇的大喊道：“仙人！”一个俊朗的年轻人快速的飞入了孟村中，他目光冰冷的往四周看了一眼，淡定道：“你们可曾见过两个年轻的人，外貌出众？他们有可能从这里路过，进入孟煞河。”孩子们从未见过这么好看的人，他们仔细的回想，很久后才有一个孩子说道：“我们这里从来没有人敢进孟煞河，你们快也别进去了吧。”仙人，这孟煞河特别恐怖，我母亲说这里面可是有怪物的。那年轻人眼神古怪的看了这孩子一眼，接着便转身没再理会他。很快便有人走到年轻人的身旁，道：“四少爷，这孟村就是最靠近孟煞河的一座村庄了，再往东穿过孟煞河，就是孟煞之地了。我们已经把整个荣国都翻了一个遍，若是他们不在这里，那便肯定是在孟煞之地。”白吉脸色微沉，思索片刻，道：“若是真进了孟煞之地，我们便得等待援军，不可轻举妄动。”在白家老祖为首的这支搜查队伍中，除了正在荣国都城做客的白家老祖，领头人便是白家排行第4的少爷白吉。想当年，白吉与那断魂宗的严肃、归元宗的佛子和云家的合称为玄天四姐。如今过了近100年，断魂宗的严肃被骆剑清重创，从此一蹶不起。云家的云容也泯然众人，实力优越，却不再那么出众。唯有白吉和佛子仍旧领军年轻一代，与那魔道宫的魔女云香一起三足鼎立。白吉如今已有合体中期的修为，比佛子略低一个小境界，却比云香高了一个大境界。他此刻便带领队伍搜查了荣国范围，一路搜查到了这孟煞河。白吉随意的用灵石一扫，整个孟村便进入眼底。这里确实没什么异常，每户人家里的男人似乎都出外捕鱼。孩子们兴奋的回到家中，与母亲拥抱。很快，白吉便转过身，对一旁的白家族人说道：“通知老祖，等待进入孟煞之地。”是。既然这个村子也没有任何异常，白吉转身便走。他脚尖一点，便要离开这座村庄。正在他刚刚飞入空中半里的时候，却听一道清脆的童声在身后响起。这个人，莫非就是先生口中的那种仙人？难道这个仙人也和很多年前一样，要进入咱们的孟煞河？到河那边的地方吗？白吉的耳力极好，就算远隔1里，也能听清他人的话语。他突然停住脚步，飞速的返回了孟村，落在那孩子的面前。这孩子吓得脸色一白，还没反应过来，白吉却垂了眸子，目光冰冷的看着他，冷冷道：“孟煞河的对面是什么？你知道吗？”孩子吓得浑身颤抖，已然快要哭了出来。他抖着嗓子说道：“先生说河那边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我们千万不要去。”先生，我什么都不知道，白吉身上的浓烈煞气令这孩子哭了出来。很快，旁边还没离去的4、5个孩子都接二连三的哭了起来。他们一边喊着娘亲，一边喊着先生，有时还会喊上2声父亲。若是说被吓得喊爹喊娘，这还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为何会喊先生？这令白吉双目一眯。他翻手便是一道银光，尖锐细长的银枪在空中划出一道好看的弧度，枪尖直指年迈的村长，冷声道：“
这些孩子口中的先生是谁？村长颤颤巍巍的说道：先生是我们孟村的教书先生，人很好，孩子们都喜欢他。白吉问道：他名为什么？村长道：名为吴墨。白吉眉头微蹙，迟疑片刻后才问道：他是什么时候来到你这孟村的？村长不假思索的说道：先生3、4岁的时候就随他的母亲来了孟村，他母亲早年去世了，他便在我们孟村里教书了。话音刚落，一个孩子便大声说道：村长记错了，先生明明是10年前来的。村长眼睛一睁，大声道：胡说！豆大的汗从村长的额头上落了下来，他看向英俊冷冽的白吉，不停的笑道：孩子记错了，这种事小的是最清楚的，先生就是3、4岁的时候来到咱们孟村的，不信您去问其他人。这时旁边围观着的许多女人也纷纷点头称是，然而越来越多的孩子却不满起来。先生明明是10年前来的，是10年前，那时候我刚出生。娘亲，你不是一直说我出生的那一年先生也来了？我的名字还是先生取的。白吉目光平静的看向那孩子，淡淡的问道：你叫什么？那孩子挺起胸脯：先生说我在秋天出生，便叫我罗秋。白吉忽然勾起唇角，讽刺一笑：吴墨。罗秋真不愧是落水千秋，到这种时候给他人取名都带着生死至交的名字。刹那间，只见一道银光闪过，村长的头颅便从脖子上落了下来。白吉连动也没有动一下，那些女人和孩子则吓得正在原地无法动弹。先生在哪里？没有人回答白吉的话。白吉目光微冷，他随意的扫视着周围的人，双眸一凛，轰！地上便出现了一个极大的圆坑，所有女人都陷入其中，发出痛苦的喊声。白吉道：先生在哪里？一个孩子大哭着喊道：先生就在这里，就在学堂啊！先生就在学堂！呜呜！白吉的灵石扫过那孩子身后的一座屋子，却没有在里面发现一点动静。桌上还有一碗温热的茶，房间里的桌子上才写了一半的字，可是屋子里却一个人都没有。白吉目光一动，枪尖指向那圆坑，令女人们齐齐噤了声。他大声道：骆剑清，你若是在这里，你能眼睁睁看着他人为你送命吗？你身为妖物，本就不该存在于世上，你若不出现，这些人便是因你而死。天道有常，因果有命，这些都算在你的身上，你可承担得起？回应白吉的是从孟煞河上吹来的微弱风声。白吉转眸与自家族人看了一眼，对方朝他轻轻颔首。白吉镇定道：既然你不肯出现，那我便一炷香杀一个人，等他们全死了后，我便让这些孩子也跳进去，点燃一把大火。等了一炷香时间，白吉淡定从容的垂头看向圆坑，他眼睛一眯，一道看似平常的清风便往其中一个女人的身上刮去。就在那道风即将刮到女人的身上时，却听咔嚓一声，这道风在半空中破碎了。白吉道：骆剑清。一道青色的身影从白雾茫茫的孟煞河上走了过来，他穿着简陋的粗布麻衣，长相俊秀普通，双眉紧紧拧着。他看着远处那个风神俊朗的年轻修士，声音森冷的问道：以我之力，杀你是易如反掌，以我师父之力，杀了在场所有人也不过须臾之间。白吉，你有何自信，胆敢做出这样的事情？引我出来！天晴破海阵！白吉大声喝道，一下子便回答了骆剑清的问题。望着这个熟悉的阵法，骆剑清面色复杂，竟然不知道该做什么表情。自从骆剑清第一次遇上这座阵法，他便与这座阵相斗，一连斗了整整30年。白吉的信心原来并不是无理由。此刻在这孟村中，大成七修士有2人，
渡劫期修士有4人，合体期修士有7人，出窍期修士有10人，可是元婴期、金丹期的修士加起来却有上百人。天晴破海阵并不是说必须得修为高才可以得到完美的布阵效果，只要人数众多，它便可以达到巅峰。正如当初妖族在冲州、明州和潮州布下的天晴破海阵，用的几乎都是3阶、4阶的地阶妖兽的血肉，可却以上万的数量，硬生生的布成了惊天大阵，挡住了无数大成期的人修尊者。眼前白吉布下的这个阵法，威力堪比化神初期的修士。虽说无法对全盛时期的玄灵子造成威胁，却也能勉强对抗。洛剑清冷了神色，视线在白吉身后的一众孩子和女人的身上划过，忽然翻手取出一把剑，脚尖一点，便向这大阵撞去。这天晴破海阵以白吉为阵心，他手持一把长枪，借助大阵威力，竟然与洛剑清能够斗上数个回合。然而洛剑清的招式却越加凌厉，渐渐直刺白吉要害，令他脸色大变，赶紧道：防御！刹那间，白吉为首的所有修士都落在了地上，天晴破海阵猛然坠地，形成防御阵型。这件事洛剑清早就所料，他只是执着双符剑，却没有再动作。一旁的孩子们早已看呆了，他们不敢相信的看着自家先生，看着那文弱秀气的先生拿着一把剑和这么多的仙人缠斗在一起，甚至还把他们打到了地上。洛剑清单手执剑，与白吉众人对峙。白吉神情凝重，丝毫不敢放松，他小心翼翼的提防玄灵子的偷袭。虽然按照独绝天老的说法，玄灵子似乎身受重伤，即使过了10年，实力也应当无法完全恢复，可是白吉却不敢放松。正在此时，洛剑清微微一笑，忽然说道：你是否嫉恨于我？白吉倏地一愣，下意识的说道：胡言乱语。洛剑清唇边的笑意却越来越盛，他目光轻蔑的打量着白吉，微微摇手，叹了一口气，道：未曾想到80年前你的境界比我还高出一等，如今却只有合体期修为。今时今日，我要突破大成期不过是弹指瞬间，而你想要突破渡劫期，却还未曾度过那重重天劫。昔日的玄天4劫也不过尔。除了佛子，你们其余3人，我从未看在眼中。白吉脸色铁青，洛剑清。洛剑清笑了，明明是一张并不那般惊艳的脸，甚至还不如白吉来的英俊，可是当他笑起来后，却好似明光乍现，令人情不自禁的将视线凝视上去。在孟村人震惊的目光中，只见洛剑清的右手在脸上稍稍一抹，一张俊美绝世的脸庞便出现在了孟煞和尚。这一刻，好似连微风都停滞住了，在简陋的粗布麻衣都无法遮盖住这样一个耀眼出色的人，一头黑发在狂风中猎猎起舞。他微微昂首，精致的眉眼如墨如画，薄唇轻抿，不用开口便能吸引任何人的视线。他说：你嫉妒我。他又说：你从来都嫉妒我，嫉妒我任何方面都比你出色。白吉怒不可遏，他尽量压制住怒气，道：洛剑清，你胡说，我不需要嫉妒你。洛剑清勾起唇角，可你就是嫉妒我。70年前，我于太华山上击败云容，破了玄天4劫的神话。40年前，我领青龙卫率先破了妖族大军。30年前，我在那极北之地力战群雄，你那时不过才出窍后期，我从未将你看在眼里。如今，你与其他大成期和渡劫期的修士联手，才能与我相争。顿了顿，洛剑清脸色古怪的笑道：白吉，我思索许久，才从记忆中想起你的名字。原来你是白吉，你似乎是白家排行第3的少爷吗？洛剑清的声音中带着十足的笑意，
他高高在上的模样令白吉无法忍耐，握紧手中的枪，但是却总算还没冲动到义无反顾的出手。他哑着嗓子道：“骆剑清。”声音戛然而止。白吉立刻回首，他身旁的几位人类尊者也赶紧往后退去。可是，一切却已经来不及了。玄灵子趁着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在骆剑清身上的一刹那，台秀将孟村的所有人都掳到了身后。在一艘地阶飞行宝船上，孟村的女人和孩子们还惊魂未定。玄灵子一身白衣站在船头，化神期大能的威压重重的压在白吉等人的身上。骆剑清倏地松了一口气，朝着玄灵子道：“师傅。”玄灵子朝他颔首。骆剑清好像卸下了什么重负，他再转手看向那怒极的白吉，嘴角勾起，笑意却不达眼底，道：“70年前，我一剑将你白家排行第7的白池重创，今日我亦会重创于你。”白家排行第4的白吉，茫茫白雾之中，剑气滔天，激起万丈狂风。骆剑清仅凭一人一剑，以不可抵挡的气势压在白吉众人组成的天晴破海阵上。巨大的剑影每每撞击在这大阵结界上，都会震出轰隆隆的巨响，令结界颤动。双符剑引下滚滚雷霆，九连夺天路，汲取梦煞河中的滔滔河水。银白色的闪电将整个梦村很快夷为平地，大水顷刻间落下，又将这里冲刷成一片汪洋。许多站在飞行宝船上的孟村人看到这一幕时，都痛心的撇开了视线。在孟村的女人和孩子们登上宝船的时候，便看见了自己的丈夫。原本发现有人追踪过来的时候，骆剑清和玄灵子便直接悄无声息的离开了，穿过梦煞河，一路往梦煞之地而去。然而白吉的所作所为却令骆剑清不得不回头，只是他未能救下村长的性命。先前骆剑清特意激怒白吉，口口声声的表示白吉在嫉妒自己。虽说骆剑清与白吉相识甚少，但是只需随意一想便可知道，白吉出生8大世家之首的白家，还是嫡系4公子，自小娇生惯养，又极具修炼天赋，年少成名，世人称之玄天4杰。他这样的人必然心高气傲，受不得他人的刺激。骆剑清误打误撞，竟然还戳中了白吉藏在心中无人所知的阴暗心思，使他更加气急败坏，一时间竟然失了手，让玄灵子将人救走。在骆剑清拖延住白吉的时候，玄灵子便去梦煞河深处，将这些外出打鱼的渔民们接到了飞行宝船上。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将其余孟村人接走。低低的抽泣声在飞行宝船上响起，女人们将脸庞迈入丈夫的胸膛中，孩子们则不明所以的拉着父母的手，一口一个爹娘，好像不明白为何自己的家会这样突然灭亡。玄灵子见状长叹一声，对着村长的儿子说道：“今日之事，是我们害了你们。”那村长的儿子虽说两眼含泪，但是却咬着牙，不停的摇头道：“并非是先生的错，10年前若不是先生2人来到我孟村，我们恐怕就得死在那场瘟疫里了。10年前我们村子里的人就知道2位先生都不是凡人，此事又怎么与先生有关？”玄灵子轻轻摇手，10年前若我2人直接离开，孟村也不会遭此大祸。这话刚落地，那村长儿子还未开口，一旁的女人便哑着嗓子道：“先生不要自责，若不是这家秋儿多嘴。”“是我家秋儿多嘴。”呜呜呜！罗秋愣愣的说道。娘亲，一切自责都成了空话。玄灵子垂了眸子，没有再言。他转手看向骆剑清，只见那青色的身影此时已经祭出了明光青玉珠，双符剑与明光青玉珠一同闪烁着光芒，将那天晴破海阵中的100人压制的无法反攻。玄灵子的视线在明光青玉珠上那条裂缝上凝视了一会儿，接着忽然甩袖，飞行宝船便快速的向着北方离开，消失在了重重大雾中。在这茫茫梦煞河上，
骆剑清左手持着明光青玉珠，右手执着一把双符剑，漆黑长发于风中飞舞，一张明艳俊美的脸庞上见了一丝血痕，但是双眸却亮得出奇，透露着好战的光芒。骆剑清长剑一指，尔等便缩在这乌龟壳里，不敢与我对抗。白吉咬了牙，死死守着天晴破海阵。骆剑清微微一笑，无奈的摇手，你们真当我破不了这天晴破海阵？又或者真当只凭借着阵法就可以拖延时间，等到你们的援军到来？一句话戳破了白吉等人的心思，令后者脸色大变。白吉的想法确实是要拖延时间，等白家老祖到来。他们如今只能用阴姬留下的天晴破海阵拖住骆剑清，不让他离开，可是却无法做出更多的事情。这道天晴破海阵有化神期的防御力，却没有化神期的攻击力。可是眼前这个年轻的修士，仅仅以渡劫期的修为，却能使出大成后期的实力。白吉勉强稳住了自己波动起伏的情绪，他冷冷道：那你便来破了我们的阵法。骆剑清，我在这里等你，等你来破了天晴破海阵。骆剑清唇角微勾，抬剑便上，虚无定型的力量在空中席卷，刮出了一道恐怖的龙卷，使天地昏暗。骆剑清将浑身灵力传入明光青玉珠中，借着昏暗不明的天色，白吉等人并没有看到他略显苍白的脸色，只能看到明光青玉珠上的光芒照耀大地，威压阵阵逼人。然而就在这光芒即将吞噬天地的那一刻，却好像突然停了一下，接着才继续爆发。骆剑清看着明光青玉珠上的裂缝，双目一缩，不动声色的继续将灵力灌输进去。一道青芒从明光青玉珠中照射出来，打在双符剑上，顿时花开八朵，朵朵九瓣。骆剑清长剑一指，便听轰然一声巨响，天晴破海阵强烈的震动起来。白吉急道：防御，防御！两位叔祖，助我一臂之力。好，好！这一剑已堪大成修士的顶级力量。凌天晴破海阵震动了足足一刻钟，终于稳住。白吉浑身大汗，当天晴破海阵再次稳稳的运转起来时，他激动的抬起头看向骆剑清，还未开口，在见到对方的时候便忽然怔住。只见飞于青天中的青年此刻凤眸微弯，唇带笑意，模样轻松自如，仿佛只是在观赏一道风景，海天一色供于他的身后。牙齿已经被自己咬得出血，白吉英俊的脸上露出一抹狰狞。骆剑清，你如何破阵？骆剑清却更扬起了嘴角，轻飘飘的反问道：我为何要破阵？白吉叔弟愣住，你为何不要破阵？这一次骆剑清没有回答他的问题，他转手看向北方，只见一道白色的身影化为流光，极快的向这里飞来。当看清来人后，骆剑清的眼中闪过一抹释然，他松了口气，道：如何了，师傅？玄灵子朝他颔首，一切安好。白吉见着这一幕，忽然反应过来，你在拖延时间？是的，白吉在拖延时间，等待白家老祖等人的到来。难道骆剑清就不是了？骆剑清之所以如此毅然决然的毁了孟村，本来就没想这里还能留下来。曾经的骆剑清对正道修士还有那么一丝一毫的期盼，至少他相信太华山还不至于拿凡人当诱饵引自己出来。可是白家和断魂宗的这些龌龊小人就不一定了。既然此处不能留，那便得给孟村人找一个新的居所。刚才玄灵子便去做了这件事。确定没有后顾之忧后，骆剑清冷笑了一声，目光平静的看向白吉，道：我从未想破过你的结界。话音落下，骆剑清看向玄灵子，走。两人立刻化为两道流光，往孟煞河深处而去。白吉怒道：骆剑清，你休想逃！说着
白吉便操纵着天晴破海阵，想要赶紧追上去，但是他身旁的2位白家长老却拦住了他，语气凝重的说道：“吉儿，不可意气用事。玄灵子也在，我们不可能赢过他，我们还是应当在此处等待老祖。”白吉却分析道：“2位叔祖，若是那玄灵子真的恢复了实力，他会与带着他的徒儿那样落荒而逃吗？他完全可以将我们击溃。他们此刻是怕了我们，才会赶紧的往梦煞之地逃去。若是真让他们进了梦煞之地，那我们想要再找到他们，就是难上加难。”白吉这话说的极有道理，2位白家长老想了一会儿，便立即同意。这100位修士维系着天晴破海阵，一脚踏破大地，钻入了梦煞河上浓浓的白雾中。越往河中心走，这白雾便越加浓厚，到后来已经伸手不见五指，只能凭借灵识在辨别所有人的方位。等飞了100里距离时，一位渡劫期的白家长老皱眉道：“我们还是先行回头吧。”白吉思索片刻，道：“再走100里。”众人再往前走100里，仍旧是这样浓郁到不可见日的大雾。白吉的视线里满是一片白色，他仔细的看着周围，又观察了足足1刻钟，才咬牙道：“我们走。”众人立刻松了一口气，准备往回离开。然而就在他们刚刚转身的一刹那，一道低越无奈的声音却在这浓浓的大雾中响起：“10年前我遇这天晴破海阵，只得施以巧招，令他们自行瓦解。白吉，今时不如往日，以力破阵是因无法，以巧破阵才是正道。”白吉的心中顿时涌现出一阵恐慌，他大喊道：“骆剑清，你要做什么？”却听在这浓雾中，另一个清冷的声音响起：“剑清，破训！”轰！一道凛冽剑光向训位而来，众人只觉脚下一晃，狂风便忽然而起。剑清，破离！争！一道剑光再次向离位而来，忽然所有人都觉得温度上升，身上开始冒汗。白吉和其余几位长老都面露惊惶，他们已经隐隐察觉到了自己接下来要面对的是什么。他们不停的喊道：“骆剑清，你住手！若是你们再次动手，便是与我白家结仇，与我们8大世家结仇，你敢！”下一道声音停顿了许久，仿佛在观察思考，当响起时也彻底的断了白吉等人的最后希望。剑清，破前！轰隆隆！当剑光扫过前卫的时候，天晴破海阵应声而破，白吉怀中的一颗玉石也化为碎片。阴基的天晴破海阵虽说极难突破，却并不是说真的没了法子。最蠢笨的方法便是以力破阵，以强大的力量强硬的破阵。这法子虽然简单，但实施起来却很难。而最聪明的方法便是找出阵眼，逐一突破阵眼。骆剑清不擅长阵法是不错，可是玄灵子却对阵法颇有研究，但他却没有时间仔细观测这个天晴破海阵。每个天晴破海阵都有不同的阵眼，所以要仔细观测，不能疏忽。若是之前白吉等人愿意放弃，不跟入这梦煞河，还跟了200里距离，玄灵子恐怕还没有这么多时间观察。但是直到如今，当白吉等人踏入梦煞河时，他们便已然注定了结局。天晴破海阵一碎，这上百修士齐齐惊骇。白吉大声喊道：“骆剑清！”正在此刻，他的身后却闪过一道青色的身影。白吉下意识的转手看去，只见一张俊朗出尘的脸庞正微微带笑，无奈的看着他。一身青衣在狂风中猎猎作响，骆剑清嘴唇一张一合。白吉赶紧握紧了自己的枪，可是他什么都没来得及做，便忽然觉得心口一凉。在低手时，一道剑光已经刺穿了他的胸口。到这时候，他才听清楚骆剑清的话：村长的命
远比你的命更为重要。白吉双眸睁大，目眦欲裂，鲜血竟然从眼中流淌而下，可是却再也说不出一句话。至死他都没有想到，眼前这个人想要对付他，竟然连剑都无需拔出，仅仅是随手凝结而成的一道剑光，便将他送入地狱。接下来俨然是一场毫无悬念的屠杀。骆剑清一剑扫下，出鞘期以下修士几乎全亡，纷纷落入水中。那4、5个大乘期和渡劫期的尊者咆哮着向他冲来，可是在这些人中，修为最高的也不过大乘后期。骆剑清执着双符剑，以9连夺天路夺取着天地灵力，一剑便掀飞一颗人头。眨眼间，场上只剩下最后一个渡劫期的白家长老。那长老吓得都如筛糠，连拿枪的力气都没了，手中的长枪落入梦煞河里，被卷入白白的浪花中。骆剑清双目一缩，抬剑便刺，但剑还未曾下去，只见一道金色剑光从他眼前而过，那长老便咽了气。骆剑清诧异的抬手看向玄灵子，师父。白衣尊者神色凝重，他缓缓飞到了骆剑清的身旁，忍不住都抬手擦拭着后者脸庞上的血液。玄灵子认真的擦拭着，骆剑清便茫然的看他。许久后，玄灵子终于哑着声音喃喃问道：剑清，这20年来你到底经历了什么，才会……骆剑清倏地呆住，他垂了眸子道：师父，你看到我杀人太过狠了，从不手下留情，你是觉得我不再像以前了吗？嘴角勉强的扯开一个笑容，但是声音里却夹杂着难以掩藏的失落和颤抖。玄灵子忽然伸手将骆剑清拥入怀中，骆剑清双眸睁大，愣愣的感受这温暖的怀抱。剑清，为师在这里再也不会让你经历那些了。骆剑清缓缓闭上双眼，于这茫茫大雾中拥紧了这一生唯一的人。而此时此刻，在白家祖堂里，只见突然晴空霹雳，一道闪电从空中劈下，砸在了祖堂之上。白家人惊恐的赶紧往祖堂里奔去。在这宽敞的祖堂里，以3000炷香供奉着1000只本命木牌，每只木牌上都写有名字，全是嫡系血脉。当雷霆劈下时，只见这最底下的一层，20多只木牌轰然碎裂。轰轰轰！从第7层一路向上，100只木牌全部破碎。到最后，当位于第2层的一块木牌也猛然破碎后，围在祖堂里的白家现任家主痛哭出声。吉儿，1日之内，白家精英陨落124人。当白家老祖赶到梦煞河时，只见滔滔一条河水，茫茫一片白雾。这时候，白家老祖还不知白吉等人陨落的事情。他收到白吉传来的消息，来到了孟村。孟村早已在大战中夷为平地，还砸出了许多大坑。白家老祖见状，立即神色一凛，心中顿觉不妙。众人立刻在这孟煞河附近搜索起来。10日后，白家传来消息，124位精英陨落。白家老祖当即口吐鲜血，气得差点晕厥过去。一旁的某个大乘期散修赶紧扶住他，但是白家老祖却已经气得气息紊乱，灵力在经脉中不断冲撞，运功调息了许久，才好不容易的恢复正常。白家这一次派了150人前来搜索骆剑清2人的行踪，白家老祖身旁只有20多人，其余的竟然都死在了这里。这里面可有2位大乘期的修士，4位渡劫期的修士，还是被白家老祖寄予众望，白家年轻一代的绝世天才白吉。双眼红的气血，白家老祖怒喝一声：老夫定要叫你们生不如死！话音落下时，庞大的冲击波从白家老祖的身上扩散出去，将梦煞河都掀出了100米高的大浪，发出哗啦啦的巨响。很快，他们便猜测到骆剑清和玄灵子
必然进入了梦煞之地，于是他们也准备渡河追捕。白家老祖此刻已经气急攻心，但是他还是有些许理智的。既然他们能够破了杰儿的天晴破海阵，还能在那么短时间内屠杀他们，那玄灵子的伤势极有可能恢复。我们若是轻易过去，可能也会全军覆没，应当在这里等待其他人的到来。其余修士异口同声的答应。白家老祖看向弥漫着大雾的梦煞河，仿佛透过这重重大雾，看到了对岸的梦煞之地。他咬牙切齿的说道：“玄灵子，骆剑清，本尊要扒了你们的皮，吃了你们的肉，喝了你们的血，本尊要将你们千刀万剐，死无葬身之地。”而此时此刻，正在被白家老祖咒骂不已的人，已经进入了梦煞之地。在这片广阔无边的平原上，弥漫着一道道奇异的紫色烟雾。这雾与梦煞河上的水汽白雾不同，它们带着一种独特的异香。乍一看并不觉得多么浓郁，但是层层叠叠的加在一起，却让整个天空都成了浓艳的深紫色。玄灵子立刻将一颗丹药打入骆剑清口中，郑重道：“剑清，运转元神之力，尝试将吸入体内的紫雾转出身体。这清神丹可以令骆剑清暂时不被这紫雾给迷惑，但是要真正抵御他们，需要的还是修士自身的力量。”于是骆剑清赶紧运转起身体里的九莲夺天路，他很快便发现自己的经脉里的灵力显露出一种淡淡的紫色。这紫色十分不明显，可是却悄无声息地缠绕上他的经脉，甚至还在往丹田里蔓延。骆剑清双目一缩，青莲元神迅速运转，九莲夺天路的虚无力量很快冲入了每一条经脉之中。世人都说，大成期以下的修士只要进入梦煞之地，绝无生还的可能，因为每个修士到了大成期，才可真正掌控自己的元神之力，也唯有元神之力才能将梦煞的毒性逼出体内。骆剑清的灵力此刻已经被梦煞侵染，呈现出淡紫色。若是他不能极快的操纵元神之力，将这些毒气排出体内，便会陷入幻境，终此一生极难逃脱。滚！骆剑清一声呵斥下，青莲元神陡然绽放出万丈光芒，将这些梦煞逐出了骆剑清的身体。到这时，骆剑清才发现自己的脑袋竟然有一些晕。方才被梦煞迷惑的时候，他觉得精神奕奕，可是如今梦煞离体，才察觉到自己竟然已经快要陷入幻境。见到骆剑清成功令梦煞离体后，玄灵子微微松了口气，伸手揽住骆剑清的腰身，带着他快速的往梦煞之地的深处而去。骆剑清虽说身体虚弱，可是元神之力已经十分熟练的清除这些侵入体内的梦煞。越往梦煞之地深入，紫雾便更加浓郁。梦煞的本体便是紫雾，然而这些紫雾却不一定是梦煞。传闻中，梦煞每隔100年都会蜕一次皮，它们明明只是虚无缥缈的紫雾状生灵，可却能褪去一些雾气，重新得到成长。而他们褪下的这些雾气，9成都只是普通的毒雾，但是有1成却有可能成为新的梦煞。活了100年的梦煞才能算是真正的梦煞。500年梦煞可迷惑大成初期的修士，1000年梦煞可迷惑大成中期修士，3000年梦煞可迷惑大成后期修士，5000年梦煞便可令化神初期的修士神志不清，8000年梦煞可令化神中期修士丧失心智，而那存在于传说中的万年梦煞却是能迷惑化神后期修士，甚至直逼仙境。骆剑清稍微缓了一会儿后，终于从那种虚弱朦胧的状态中回醒过来。他反手揽住了玄灵子的腰身，重重的喘了几口气，同时一团团的紫气从他的手指间流淌出去。片刻后，骆剑清问道：“师父，以前我曾听玉清子师伯说过，这梦煞之地的万年梦煞实力极为强悍，他所布置出来的幻境，当今世上还无人逃脱。我们如今一路往深处而去，是否会遇到万年梦煞？”玄灵子轻轻摇手道：“
万年梦煞也只是一个传说。梦煞每100年就会蜕一次皮，实力再强的梦煞面对蜕皮都毫无抵抗之力，这对他们而言是一场生死灾难。切莫说万年梦煞，能够遇见一只5000年的梦煞，都算是运气极差了。骆剑清点点头，又问道：那如何分辨什么是梦煞，什么是普通的毒气？玄灵子闻言一愣，继而摇头道：无法分辨。剑清，你需要坚定意志，在梦煞之地，即使你快要死去，也千万要守住本心，不可放弃。梦煞的毒性并非他最强的本领，他的天生技能是迷惑你的心智，令你丧失本心。若你在幻境里陨落，那便是真正的陨落了，会成为梦煞的食物，帮助他度过下一次的蜕皮。从进入梦煞之地后，骆剑清和玄灵子在其中已经走了整整3天。这梦煞之地好似没有尽头，永远都看不到边。放眼望去是平坦广阔的平原，只有浓郁的紫雾弥漫在其中。在这3天内，骆剑清和玄灵子也碰到过几只梦煞，无一例外的都是200-300年的梦煞。骆剑清曾经去过卯家之地，也曾经经历过苍若妖尊给他看过的上万年幻境。他的意志向来坚定，只是短短一瞬间便破开了这些梦煞的幻境。而玄灵子更是轻而易举的走出幻境。玄灵子道：一只梦煞在2次蜕皮之间，只可布下1次幻境。若是他的幻境被人破了，那他便会死亡。骆剑清恍然明白，那师傅，我们岂不是已经杀了4只梦煞？玄灵子颔首，仅仅是破了幻境，便等于杀死对方，这样的奇异之物，骆剑清从未见过。然而他虽然不明白为什么世上有生物会是这番紫色雾气的模样，没有定型，可他却从来不同情对方。梦煞将他们师徒引入幻境，是想拿他们当食物，帮助自己度过下一次的蜕皮。幻境之中，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只要突破幻境，骆剑清便能感受到自己的元神得到一次极为微弱的升华，意志精神也更为坚定。1个月后，骆剑清和玄灵子终于离开平原，来到了一片山脉。他们在其中一座极不起眼的小山中找了一个山洞，这山中原本就有浓郁的紫雾弥漫。他们再布下阵法，这座山洞就被掩藏在紫雾和阵法之间，让人难以察觉。等这一切做完后，骆剑清翻手从那戒中取出一颗圆珠，目光凝重地看着它。只见这颗圆润饱满的珠子上闪烁着微弱的光芒，仿佛有一股庞大的灵力在其中运转。珠子表面流光溢彩，一眼看去便知绝非凡品。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在这珠子上竟然有一道极大的裂缝。30年前，人族布下4方定神阵，骆剑清执掌青龙位，那时他便是用这明光青玉珠当作守阵仙器。可是在一次强烈的冲击后，明光青玉珠上却裂了一条细缝。自那以后，这条细缝越来越宽，越来越长，直到如今已经有骆剑清的手指粗细和长短。骆剑清还记得自己第一次见到这明光青玉珠时，整颗珠子呈现出碧绿色的模样，内里的灵力暗藏其中，根本无法察觉。可是如今，明光青玉珠中的灵力却在无声无息地流逝出去。之前我在梦村使用明光青玉珠时，它已经有些异样。骆剑清语气郑重地说道：师傅，当时他突然停了一瞬，虽说没有造成大错，却让我觉得他可能快要坚持不住了。明光青玉珠本身只是一个天阶法宝，是因为历代玉霄峰峰主将自己陨落前的最后灵力灌输进去，才会成为一个准仙器。玄灵子用灵石在明光青玉珠上观测起来，他的伤势与元神和灵力有关，灵石却从未有损。化神中期的强大灵石逼入明光青玉珠中，很快便观测到了一片广大浩瀚的天地。无边无际的世界里，灵力凝聚成海，波涛汹涌，澎湃起伏。
这是何等浩瀚的灵力，竟然能凝聚成海洋，令玄灵子也是一时惊住。但他再往内部看去，却见在这大海的中央有一个巨大的黑洞，正让无数的海水倒灌出去。这些海水进入黑洞中，便无声无息的消失了，仿佛化为虚无。玄灵子立刻将灵石探出来，道：剑清，我们只可再等1年。骆剑清赫然愣住，许久，他才问道：师傅，我们已经等了11年，也不敢说准备完全。若是失败，不仅我们的行踪会暴露，明光青玉珠也会化为齑粉，再无作用。难道真的不能再等等了？玄灵子道：这条裂缝已经太大，连为师的灵石也能探入其中。历代玉霄峰峰主的灵力在其中凝聚成海，可是这条裂缝却吞噬了无数灵力，且速度越来越快。最多再过3年，其中灵力定然不足以支撑你进阶大成。骆剑清错愕道：如此严重？玄灵子颔首：是，如此严重。11年前，玄灵子带着骆剑清从深渊落到元州荣国，便有了一个计划，借助明光青玉珠，让骆剑清一举突破3个境界。当时的骆剑清是渡劫后期大圆满的修为，越是实力强悍的修士，想要突破境界便越是困难。比如当年的魔尊魔千秋，他便在大成后期大圆满停留了1000多年，始终无法突破。明光青玉珠既然已经出现裂口，那便不如利用这道裂口，让骆剑清突破到大成期，甚至是大成中期、大成后期。为了这个计划，玄灵子和骆剑清准备前往梦煞之地。在这里，即使骆剑清的突破引起天地异动，被人族和妖族发现，他们也无法迅速突破重重梦煞，打断骆剑清的进阶。之后，骆剑清2人便在梦村待了10年。当时只是顺手救了一个陷入瘟疫的小村庄，却不料被热情的村民留了下来。从此，骆剑清做了一个教书先生，一边经历凡尘，磨砺心智，一边与这些孩子接触，感受9连夺天路的第7重境界。而玄灵子则在这里养伤。他们早在10年前就与村中人说过，自己必须要离开。然而热情的村民却看出了他们的难处，也明白他们所谓的离开不过就是找一个偏僻的地方独自居住。所以当白吉询问骆剑清的姓名年龄时，村中所有女人和村长都说了谎，但他们千算万算却没算出来，孩子们的童言无忌会造成那样严重的后果。骆剑清仔细思索许久，道：好，师傅，那便等待1年吧。既然决定要在梦煞之地潜伏准备1年，那骆剑清自然动手将这个山洞稍加改造，亲手做了一张竹榻，又置了几张小椅。当玄灵子外出捉梦煞回来时，见到的便是焕然一新的山洞。清俊秀朗的青年额上渗着汗丝，因为长时间的劳作，脸颊酡红，显得更为诱人。玄灵子不由呼吸一滞，他将捉来的梦煞放到丹鼎中保存着，抬步上前问道：剑清，为何要亲自动手，不直接使用灵力？一听这话，骆剑清瞬间傻住，过了片刻才道：在梦村待久了，我竟然忘了还可以用灵力。青年很少会有这样呆愣的模样，一双狭长的凤眸里闪烁着诧异惊讶的光芒，微粉的面颊使得皮肤更为通透白皙。玄灵子的眼中快速的闪过一道幽光，当他轻身上前稳住眼前的青年时，一切便顺理成章的继续了下去。这10年内，骆剑清和玄灵子仔细的准备着进阶计划，很少有时间去想一些别的。在梦村的那座小院子里，玄灵子曾经就着月光，亲吻着他最心爱的青年，他认真而虔诚的吻着，好像要弥补自己失去的这些年。梦村是个极小的村庄，民风淳朴，直至今日也从未有村民想过，他们的救命恩人在那小小的茅屋里偶尔会布下结界，
做着情人间才会做的事情。玄灵子吮吸着骆剑清饱满的唇瓣，舌尖轻巧地钻入其中，吮吸其中甜蜜的精液。唾液交换的声音在狭小的山洞中响起，在这山洞的顶端，有一个3米宽的小洞，微弱的日光夹杂着淡淡的紫气从这小洞中渗透下来，将山洞照亮。当骆剑清仰卧在这竹榻之上时，黑发披散，与青色翠竹相衬，格外美艳。他微眯着眸子，嘴唇早已被吻得红肿，上扬着的唇角绽放着一丝妖娆的笑意。他伸出双臂，便将眸色深沉的玄灵子拉了下来，共坠深渊。结界之中是青年低低的呻吟和竹榻微弱的摇晃声。从孟村到山洞，10年来的朝夕相处，依旧不能弥补曾经失去的时光。骆剑清感受着从尾椎骨里爬上来的触电般的快感，眼前却仿佛出现了当初自己在梧桐树下轻轻吻上这个人的情景。那时候的他其实已经快要到了崩溃的边缘，玄灵子一日无法醒来，两族人马又逐渐进入第9重险境。他不能后退，他无法依靠任何人，他只能依靠自己。玄灵子低下头，将骆剑清细碎的声音封在了口中。他冲撞的力道极其温柔，看着自己最心爱的人，双目迷离。透过这双含水的眸子，他似乎看到了自己心尖上的人曾经独自一人奋战过的艰辛。剑清从不擅长杀人，就是在上辈子他堕落成魔，也未曾杀过多少人。可是如今他却能眼也不眨的将那些人全部杀死。这是遇过怎样的困难，才能变得如此果断，才能变得如此决绝。曾经的剑清是太华山众人仰慕的大师兄，而如今的他却被天下人唾骂。玄灵子长长的叹了一口气，道：是为师害了你。骆剑清却是在喘息之间低笑着说道：天下人都说我们是大逆不道，无因你被我拉入了这个地狱，我也害了你，那可不就扯平了？你后悔吗？回答骆剑清的是一个更加炙热的吻和更加猛烈的撞击。整整7日后，两人才结束了这一番的荒唐，正式开始筹备进阶的事情。玄灵子闭着双眼，穿着一身白色锦袍，不断的将梦煞投入丹鼎中，仔细为骆剑清炼丹。骆剑清便在一旁瞧着他，足足瞧了1个时辰。玄灵子脸颊微红，眼也不睁的说道：剑清为何不潜心修炼？骆剑清撇了嘴，难得的露出一抹孩子气，继续打坐修炼。良久，山洞里响起青年不满的话语：师傅，昨日你在竹榻上可不是这般说的。你说你喜欢我看你，你特别喜欢我一直看着你，胡闹。修炼。梦煞之地的深处仍旧是一片寂静，师徒2人开始谋划大事。而在梦煞河对岸的圆州，许许多多的顶尖大能却一起往这里赶来。3个月内，遍布36州和妖境13海的绝世大能全部到齐，共商大计。时至今日，追杀骆剑清和玄灵子的事情已然不是当初那般简单。原本对于太华山和妖族来说，他们只是遵从祖训，为了消灭妖物而追杀骆剑清，但对于断魂宗、白家等势力来说，他们却是要借机铲除异己，巩固自身的地位。然而这些年来，死在骆剑清手中的2族大能已经不计其数，光是白家便死了100多位精英，连下一代的家主继承人都死在了骆剑清的手中。白家老祖甚至下了血令状，势必要将骆剑清抓回来，拔出他的元神，让他生生世世饱受烈火炙烤，永世不得超生。很快，正道人士便决定派出8成的大成期修士，先从梦煞之地的外围进行搜捕。鬼岩老祖道，能进入梦煞之地的修士，无一不是可操纵元神之力的大成修士。11年前，那骆剑清只是一个渡劫后期的修士，
既然他这11年都藏在荣国，那他肯定没有突破大成期，否则绝对会引起天地异象，被我们发现。妖族的一个妖尊点头道：是，他应该没有大成期。鬼岩老祖又道：既然如此，那洛剑清以渡劫期的修为，肯定不能深入梦煞之地。就算他天赋异禀，只要他深入其中，必然会遭遇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梦煞，他无法承受。听着这些话，浩星子沉思许久，一直没有开口。殷姬坐在柔软的躺椅上，目光悠悠地盯着那白发白眉的老头。他含笑看了片刻，忽然开口：浩星子，你莫不是舍不得去追杀你的师弟和师侄了吧？一句话便让所有人的视线全部都聚集在了浩星子身上。浩星子神色一凛，立刻道：那我们便沿着梦煞河，将梦煞之地的边缘搜寻一遍。梦煞之地作为4大险地之首，还是第一次遇见这么多的大成期修士。无数的梦煞仿佛疯了似的，从四面八方往边缘处聚集。洛剑清站在山洞口，遥望着紫雾往西方而去的情景，沉吟片刻，道：看样子他们已经抵达梦煞之地，开始找寻我们了。之前玄灵子曾经说过，每个梦煞在2次蜕皮的100年之间，只可以布下一次幻境。若是幻境成功了，那么被迷惑致死的修士便成为了梦煞的食物，能够提高梦煞度过下一次蜕皮的几率。若幻境失败了，那等待梦煞的只有死亡。对于梦煞来说，蜕皮几乎是一场死局。这梦煞之地到处都弥漫着紫雾，可是能度过一次蜕皮，真正成为梦煞的紫雾又有几个？相比于幻境失败，蜕皮对于他们来说更加凶残。所以当好不容易有一大堆食物登上梦煞之地后，他们都疯狂地往那边涌动，即使有可能失败，也要去争夺，这便是梦煞的残酷生存。紫雾毕竟是虚无缥缈的，而梦煞却是有意识的，想要分清两者十分艰难。但是既然梦煞主动的往西边去，那玄灵子便能简单的分辨出他们，也能抓到更多梦煞。梦煞是炼丹的顶尖材料，没有梦煞，想要炼制9品神丹简直是痴心妄想。玄灵子将一只梦煞扔入丹炉中，运转灵力化为一道道细丝，小心的以元神为火，炙烤着鼎中唯一的一颗圆润丹药。他做的异常小心，因为这是他第3次的尝试。当玄灵子炼丹的时候，洛剑清便在旁边修炼，偶尔会偷偷的瞧上几眼。太华山上最擅长炼丹的无疑是天下第一炼丹大师玉清子尊者，第2位的是掌门浩星子尊者，而第3位的便是玄灵子。这并非说玄灵子在炼丹上的天赋不如玉清子和浩星子，只是他修炼时间至今也不过400多年，且并未专注炼丹。在过去的400多年里，玄灵子曾经炼制成功过一颗8品神丹。这颗神丹原本是他想送给洛剑清迈入元婴期的法宝，但是他并没有参与到洛剑清跨越元婴期的过程。后来他便直接将神丹送给了早就进阶元婴期的洛剑清。60年前，洛剑清前往魔道宫时，便曾经用这颗神丹骗了玉清子尊者，让他误以为清君散发出来的丹香是这颗神丹的丹香。而在断情崖底，这颗神丹便被洛剑清吞吃下腹，因此他才能极快的恢复伤势，去寻找玄灵子。从玄灵子第1次炼丹到如今，他已然炼制过上万颗丹药，却只有1颗是8品神丹。7品丹药便是人间极品，而8品和9品的神丹更是高深莫测。玄灵子的精神高度集中在那小小的丹炉上，他已经端坐在丹炉前整整100日，额上布满了汗，一身白衣上也沾染了些许灰尘。洛剑清很想为他擦汗，可是却明白此刻绝对不可以去打扰对方。眼见着抓过来的梦煞被一只只的放入丹炉中，可是8品神丹仍旧没有任何起色。洛剑清不由蹙起了眉头，暗自想到，莫非在1年之内，这颗丹药永远无法炼制成功吗？
1年之内，骆剑清和玄灵子要做好多重准备。当骆剑清准备突破大乘期时，玄灵子会布下9道阵法，为他挡住天道的窥探，同时还会提前为他炼制一颗8品以上的神丹，助他一臂之力。最后，玄灵子会亲自护在左右，加大骆剑清成功的几率。至于骆剑清，他则要穷尽所能的去体悟九莲夺天路的第7夺。放眼天下，唯有3万年前的九莲尊者修炼到了九莲夺天路的第7夺。骆剑清有种奇怪的感觉，若是他不能在大乘期前突破到第7夺，那等他进阶到大乘期后，想要再突破第7夺境界便是难上加难。九莲夺天路，第1夺夺春秋，第2夺夺法义，第3夺夺是非，第4夺夺因果，第5夺夺生死。这5夺是天道对天下生灵的取夺，而从第6夺夺日月开始，则是天道对万物不变之永恒的取夺。骆剑清运转灵力，九莲夺天路的虚无力量便从丹田之中扩散出去，扩散到整个山洞。透过这虚无的力量，骆剑清虽然紧闭着双眼，但似乎看到了很多奇异的东西。一道道晶莹的光线从山洞中的每个角落、每个物体上浮现出现，一头连向天空，一头连向大地。这些闪烁着光芒的细线十分密集，在一颗石头上可能会有很多线，有连向天空大地的，也有连向其余物体的。再看看那丹炉，他的身上也有许多线，最多的线是从玄灵子的身上凝聚到丹炉上，再从丹炉凝聚到中心的那颗灵丹上。也有的线奇异的飘到了外界，指向十分遥远的地方。或许这些线连向的便是以后将被玄灵子抓住，再投入这丹炉中的梦煞。这些线对于骆剑清来说并不陌生，在他修炼了第4夺夺因果后，他便能看见这些线。随着修为的日渐增高，他能看到的线也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凝实。以往骆剑清便认为这只是普通的因果线，可是他却不自主地望向了每个物体最下方的一根线，那是一根鲜红色的线，粗壮结实，直指大地，不向天空。这根线到底是什么，骆剑清并不清楚，但他却隐隐觉得这根线与九莲夺天路的第7夺有着奇妙的联系。为何因果线不再指向天，直指大地？这根线到底意味着什么？竟然与天道无关。骆剑清体内的灵力慢慢的紊乱起来，他的额上渗出了密密麻麻的汗水，眼睑下的眼球不断颤动，嘴唇也渐渐发白。狂暴的灵力从骆剑清的身上散发出来，疯狂地撞向了山洞的各个方向，直接碾碎了一张竹椅。玄灵子立刻睁眼，脚尖一点，飞身上前，右掌按在了骆剑清的背后。剑清，醒来！温润的灵力顺着手掌与后背相触的地方传入骆剑清的身体里，就好像在最炎热的夏日忽然来了一汪冰凉的水。玄灵子的灵力在骆剑清的经脉中流淌，令他舒爽的发出一声低吟。那暴躁起来的元神之力也终于恢复平静。过了足足3天，骆剑清才虚弱的睁开双眼，眼神中全是疲惫。他后仰着躺在了玄灵子的怀中，尽量的运转灵力，让自己从走火入魔的境界中走出，同时开始思考刚才在那疯狂的时候自己突然感受到的一点奇异。良久，骆剑清才哑着嗓子说道：师傅，我昏了多久？玄灵子一手抱着骆剑清，将他带到了竹榻之上，温柔的放下，道：从你走火入魔开始，已经过去了3天3夜。骆剑清也未曾想到会有这么久，他凝思片刻，道：我实在无法清楚，师傅，九莲夺天路的第7重境界到底是什么？他要我夺走的东西我已经几乎夺完，为何这世上还会有3夺境界？难道还有什么东西是我忽略的吗？玄灵子伸手擦拭着骆剑清额上的汗，望着青年苍白到几乎透明的脸庞。
玄灵子的眼中飞速的闪过一丝心疼，他拉住了骆剑清的手，道：“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正在两人的双手交触的一刹那，骆剑清忽然身子一僵，双眸睁大，不敢置信的看着玄灵子。玄灵子被他这表情弄得有些诧异，将另一只手附在了他的额上，轻轻摸了摸，问道：“怎么？是否还有不适？”3天前的一幕在骆剑清的眼前闪现，时至今日，他终于想起了70年前被自己忘记的一件事。当他第一次学会夺因果，去看他人的因果线时，他便发现，在隔壁的竹屋中，他的师傅少了一根所有人都有的因果线。那根鲜红色的因果线，不连天空，只连大地的因果线，玄灵子并没有。如今的骆剑清已经可以看到没有生命的物体的因果线，可是玄灵子的那根因果线他还是没有看到。这根因果线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玄灵子会没有这根因果线？为什么？这根因果线连他自己都有。骆剑清尽量保持平静，他想了许久，终于问道：“师傅，这些年你修炼的时候，可曾觉得有哪里不对？”玄灵子闻言微微蹙眉，问道：“有何不对？”骆剑清道：“师傅，你可曾觉得对天道的领悟十分缓慢，或者对境界的……”说到这，连骆剑清自己都说不下去了。玄灵子对天道的领悟有问题？他在境界上境界太慢？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200多年便跨越化神，400岁时已有化神中期的修为。放眼这世上，有几人会有如此成就？连当初惊才绝艳的九莲尊者也不过如此。玄灵子清冷的眸中闪过一丝狐疑，他耐心问道：“剑清，到底怎么了？”望着玄灵子关心的脸庞，骆剑清的心中天人交战。他不知该如何去形容这样的事情，但是只是片刻，他便下定决心，深吸了一口气，说道：“师傅，在我的眼中，与其他所有的人，甚至是所有的物体，都截然不同。你少了一根因果线，一根非常奇异的因果线。”接下来，骆剑清便将自己看到的所有东西都告诉了玄灵子。他没有保留地告诉玄灵子关于自己知道的所有九莲夺天路的细节，并且详细的描述了因果线缠绕世间万物，最终与天空相连的情景。世间万物皆有因果，就算是一颗极其细小的石子，当它落在一片大地上，它便与这片大地有了因果联系；当它被某个凡人轻轻踢飞，它便与这个凡人有了些许联系。有的因果在时间的流逝中会慢慢消失，但是有的因果却是生生世世不会熄灭。骆剑清语气严肃的说道：“这便只是因果。事实上，在空气中一直都存在着一根根的线，这些线从大地连接上天空，有的时候甚至只是随意的漂浮在那。我将它们认定为天道规则。”将这一切全部解释完了以后，骆剑清转手看向玄灵子，紧张而又认真的问道：“所以，师傅，你所少了的那根线，到底是什么？你知道吗？”小小的山洞里是良久的寂静，微弱的光线从山洞顶上的小口中投射进来，照耀在微湿的地面上，反射出淡淡的光纹。骆剑清紧紧的握着玄灵子的手，等待着他的答案。他双眸睁大，眼中闪烁着认真的神色，不愿意错过任何一个重要的细节，因为这或许就是九莲夺天路第7夺的关键。玄灵子白皙清冷的脸庞上并未有任何的波动，他垂着眸子，镇定冷静的看着骆剑清，仿佛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唯一奇怪的就是他一直未曾开口，两人便这般凝视着对方，这种情况实在有些诡异，令骆剑清忍不住的开口，又问了一遍。到这时候，玄灵子才镇静的说道：“很多年前，在你不在的时候，为师曾经
去一个秘境历练，然后得到了一个奇遇。这番奇遇实在太过玄幻，为师从没有告诉过任何人。只是在那奇遇里，为师的轮回之道似乎有所改变。骆剑清瞳孔微颤，见玄灵子说到这就停住了。他忍不住道：轮回之道，师父，轮回之道是什么意思？能再说得清楚一点吗？玄灵子垂在竹榻之下的手先是紧了紧，又微微松开。他压着声音道：为师也无法说清，或许就是在轮回的时候，为师与其他人不同，可以更好的进入轮回吧。骆剑清一头雾水的听着这话，好似并未听懂，而他自然并未发现玄灵子的背后已经一片潮湿，他的背脊挺得笔直，好像轻轻一碰就能崩断似的。确认骆剑清没有任何后遗症后，玄灵子便继续转身去炼制丹药。骆剑清则依旧仔细思索九莲夺天录的第7夺境界。玄灵子穿着一袭白衣，目光淡淡，落在被元神之火不断炙烤的丹炉上。他的身上因果线密集分布，无数的因果多得连骆剑清都无法分清。最粗最闪亮的一根因果线从他的心口一直连接到骆剑清的身上。除了那根缺失的鲜红色因果线，他的因果与其他人别无差别，甚至更多更密。11日后，随着一声巨大的爆炸声，这一炉丹药再次失败。骆剑清正好在洞外用梦煞锻炼自己的意志，听到这爆炸声，他赶紧回到山洞，只见玄灵子的衣角有一处破损，但乍一看并未有什么伤痕。骆剑清立即上去道：没有受伤。玄灵子颔首道：无事。骆剑清终于松了口气，无奈的说道：师父，你这次炼丹怎么如此不小心？丹炉爆炸可是大事，掌控的不好，甚至有可能让炼丹师波及身亡。这是玄灵子的第3次失败，失败是常事，可是闹出这么大动静却非比寻常。要知道，前2次的失败，别说丹炉是否爆炸了，连一点声响都没发出。若不是玄灵子告诉骆剑清丹药炼制失败了，骆剑清还不知道这件事。骆剑清随口说道：在炼丹之时，必须全神贯注，不可分神。玄灵子身子一僵，轻轻的应了一声。接下来便是第4次的尝试。一只只的梦煞被抓到了山洞里，扔入丹炉中，成为炼丹材料。骆剑清坐在竹榻上，运转九莲夺天录，感受天地间的规则，同时极为小心的去触摸那未知的第7夺境界。这就好像在一片大雾中行进，身后是早已明朗的前6夺，面前却是不知道到底在何方的第7夺境界。时至今日，骆剑清终于清楚，为何当初在极北之地的封神海，清军前辈的意念直到最后才愿意出来帮他，并且还十分遗憾。清军在化为灯芯前，曾留下一抹意念给了骆剑清。在封神海上时，为了帮助骆剑清和莫秋逃脱，清军的这抹意念助骆剑清学得了九莲夺天录的第5夺夺生死，但同时也消失不见。那时清军便说过，我本想在你遇到第7夺时，凭借主人的经验，助你一臂之力。沧海桑田，往事已经过去，骆剑清现在也并不后悔当初的事。虽然他知道，即使学会了第5夺夺生死，那时也已经就不回莫秋，可是当时的他别无选择，为了生存，只能让清俊在那个时候帮助自己。骆剑清紧闭着双眼，用元神去看着天地间的一条条线。轮回之道，那是轮回之道。为何轮回之道不连天空，只连大地？难道说这轮回之道不受天道约束？可是一颗石头怎么会有轮回之道？一粒沙子怎么又会有轮回之道？他们并没有生命，他们不是人族，不是妖族，也不是梦煞这种奇异的生灵，为什么那根鲜红色的线也能连在他们身上？既然石头有轮回之道，沙子有轮回之道，那一滴水是不是也有轮回之道？
骆剑清手掌一拍，于空气中凝结出一滴水珠。只见这水珠悬浮在他的手掌之上，晶莹剔透，好似一颗珍珠，闪烁着耀眼的光芒。这滴水上竟然也有线，而且不止一根线。这滴水上有2根线，第一根线连向了骆剑清，第2根线则连向大地。这也是一根略显暗淡的鲜红色的线。骆剑清隐隐约约的觉得自己好像触碰到了一个非常奇异的东西，他只是模糊的知道那个东西就在那里，却不知道它的形状，它的形态，它到底是什么，它到底有什么用。骆剑清将这滴水捏碎，连接在他身上的鲜红色的线也轰然破碎。既然并无什么作用，那这根线到底有何意义？为什么它会存在在这里？骆剑清一头雾水，始终无法清楚。时间一天天地过去，骆剑清时不时的从那戒中翻出一些东西，仔细观察它们上面的因果线，有时又果断的将它们捏碎。令骆剑清奇怪的是，有的东西只要捏碎，就再也没了那根鲜红色的线，但是有的东西即使捏碎，鲜红色的线也不会立刻消失，而是缓缓的沉入大地之下，不知去了何方。为什么有的红线会消失，有的红线却会埋入大地？这两者间到底有什么差别？骆剑清陷入了一个盲区，他茫然的在这重重大雾中寻找方向。在他的身旁，玄灵子将一道道地法印打入丹炉中，金色的符箓烙印在小巧圆润的丹药上，令这丹药散发出刺目的光芒，不断的旋转。两人各自在忙碌自己的事情，离1年之期已经越来越近。然而就在第11个月刚来的时候，骆剑清却忽然听到一道微弱的破风声。他立即睁开双眼，惊讶的往玄灵子看去，玄灵子此刻也转手看他，两人几乎是在一瞬间就互相颔首示意，道：走。玄灵子拂袖将丹炉收入袖中，骆剑清则以剑锋将山洞里的所有桌椅毁去。两人毫不犹豫的转身便走。他们刚刚离开这座山，便听到身后传来一道道痛苦的喊声。骆剑清和玄灵子互视一眼，先找了一个山峰藏住自己的身形，然后再转手看去，只见一个中年修士双手抱着自己的头，脸上全是血痕，痛嚎的在空中乱飞。他时上时下，毫无规律，如同一只无头苍蝇。玄灵子低声向骆剑清传音道：神剑宗的7长老。骆剑清立刻颔首。他们仔细的看着这个中年修士，这人被一团浓郁的紫雾包围起来，他仿佛遇到了什么可怕的事情，不断发出骇人的大喘气和恐惧的呼喊声。每当他喊出一声，他的身体便会多出几道血口，鲜血汩汩流出。不要，不要！哎呀，我不是，救我！救救我！骆剑清的目光在包围他的那团紫雾上停住了，他仔细的辨别着，忽然睁大双眼，低声惊呼：3000年的梦煞！3000年梦煞，已蜕皮30次，可困大成后期的修士。神剑宗的这个7长老不过才大成中期的修为，被这3000年的梦煞困住，他显然不可能支撑得住。大概是因为在幻境中受到了痛不欲生的折磨，这7长老不断的逃离，竟然误打误撞的进入了梦煞之地的深处，到了骆剑清和玄灵子藏身的这个小山洞附近。骆剑清拧紧眉头，小声道：我们所在的地方已经在梦煞之地的深处，这7长老能够抵达此处是机缘巧合。师父，不如我们在这里等待片刻，或许等他离开或者陨落后，我们可以再回去。玄灵子同意道：好。这片山群骆剑清二人已经无比熟悉，若是能够留在这里，自然是最好不过的。骆剑清和玄灵子便耐心的等待起来。那7长老真的好像发了疯，谁也不知道他在那幻境里到底看到了什么东西，但是他却疯狂地撞击着一座座的小山，
即使自己被撞击的浑身是血，连左臂都被扯断，他也没有停下脚步。半天过去，骆剑清望着这一幕，隐约觉得有点不妙。正当他准备选择离开时，却见3道流光从遥远的西方而来。那3人速度极快，为首的一人直接冲到了七长老的面前，道：“师弟！”骆剑清睁大眼睛，惊骇地看向玄灵子，竟然是神剑宗的太上长老剑啸老祖。剑啸老祖想要挡住这七长老自残般的行为，可是七长老却根本听不到他的话，仍旧在不停地撞击山峰，撞击大地，将自己折磨得不成人形。剑啸老祖旁边的2个大能也赶紧上来帮忙，可是他们不可能出手伤了这七长老，但七长老却像疯子一样的袭击他们。眼看着七长老已经自己将自己的左腿掰断扔掉，左臂也被撞断，剑啸老祖痛心疾首的说道：“师弟，你就是死，也不能死得如此没有尊严，平白便宜了那孟莎。”话音刚落，剑啸老祖道：“布阵，杀了他！”骆剑清双眸一缩，便见其余2个神剑宗的长老仅仅是一瞬间的犹豫，眼见着这七长老即将伸手去抠自己的双眼，他们再无犹豫，赶紧的拔剑上前，一人一剑刺穿了这七长老的胸膛，让后者咽了气。在临死前，这七长老好像还沉浸在幻境中，无法自拔，即使已经快要死亡，他也挖出了自己的双眼，血淋淋的白色眼球从空中飘落，一颗落在了树林之间，一颗落在了骆剑清的身前。骆剑清浑身紧绷，看着地上的那颗好像还在蠕动的眼球，只听在背后剑啸老祖哑着嗓子颤抖着说道：“为七师弟收尸吧。”话音落下时，好像已经失去了浑身的力气，只是勉强的说出了这句话。接着骆剑清听到了3道破风声，一人似乎是往那七长老的断腿方向而去，一人是往断臂方向而去。至于最后一道破风声，则从山林中线拾起了七长老的一颗眼球，然后再一路往骆剑清这里而来。当骆剑清看到那个白头发的苍老修士时，他沉默的抿住了嘴唇。玄灵子则已经拔出了剑，剑啸老祖弯下腰，轻轻的拾起了七长老的眼球。他蹲下来后，便没有再直起身子，仍旧背对着骆剑清和玄灵子，保持着这个动作，足足过了1刻钟。剑啸老祖僵硬的站直了身体，从另一个方向转过身，没有看到玄灵子和俄骆剑清。正好他的师弟问道：“师兄，你可捡到了七师兄的右眼？”剑啸老祖脸色铁青，没有回答。那人又问了一遍：“师兄？”玄灵子默默的将玄灵剑完全拔出了剑鞘，冰冷的剑气带着嗜血的味道，形成一道凌厉的剑影，直刺在剑啸老祖的腰后。剑啸老祖身子一动，然后干笑道：“找到了。”那人声音难过的说道：“既然找到了，那我们便赶紧走吧。上个月看到那个散修死在孟莎的手下，我本以为这件事离我们神剑宗很远，却没想到转眼间七师兄也走了。12年前，剑云师兄也死于那骆剑清之手。到底何时才能找到玄灵子2人？到底何时我们才能回神剑宗听到剑云的名字？”剑啸老祖脸上泛起了一阵红色，他嘴唇翕动，似乎想要说什么。然而在他的身后，玄灵子的剑影却已然将他的衣服刺破。他颤动着身体，最终还是没有说出一个字。当剑啸老祖带着他的2个师弟以及那七长老的尸体离开这里后，玄灵子和骆剑清直接转身便逃。剑啸老祖也第一时间的说道：“刚才玄灵子就在那里。”神剑宗的2个长老纷纷惊道：“师兄，你在说什么？”剑啸大声道：“玄灵子和骆剑清就在刚才的地方，我刚才险些被玄灵子击杀。”其中一个长老问道：“师兄，你为何刚才不说？”剑啸一边飞一边道：“方才若是我说了，
玄灵子必然会击杀我。我虽能拖住他们，但是绝对不是他们的对手。若是今日只有我一人去寻栖师弟，恐怕他们会毫不犹豫的杀了我。可是今日还有你们2人在，只要我拖住他们，你们赶紧分头逃跑，他们便无法追到你们，甚至还会被我耽误行踪。所以他们最好的选择就是威胁我，让我不敢说出真相，也给了他们一些逃离的时间。另一个长老问道：那师兄，既然他们此刻已经逃离那片山群，我们该如何是好？剑笑道：立刻将情况告诉所有人。没想到他们2人竟然一直躲在梦煞之地的深处，此次他们被我发现行踪，必然要往更深的地方逃离。只要有他们的踪迹，便不愁找不到他们。是时候为剑云报仇了。还有老七。很快，剑笑便抵达了2族的大本营，将自己所见到的事情告诉了浩星子和殷姬。殷姬玩味的一笑，自语了一句：还挺聪明的。不知是谁这么聪明，接着便道：往深处搜。而此时此刻，骆剑清与玄灵子以最快的速度离开了那片山群，往梦煞之地的深处而去。他们别无选择，往外是一路搜查而来的2族大能，往内则是更加危险的梦煞深处。足足飞了10天10夜后，骆剑清选择了一片高耸的山群落下。这片山群中，最高的山足足有10000米，最矮的山也有4000多米。每座山的山顶都是白色的陈年积雪。骆剑清在一座6000米的山峰当中落脚。这次2人并未选择山洞，而是一路钻入了这座山的山心，在山中停下。来到这种地方时，不用说是空气，就连山峰上的每一棵树木都是一片深紫色，大地也被染成了紫色。这里的紫雾已然不多，空气中都是紫色的梦煞，随处可见。其中骆剑清也碰到了难缠的1000年以上的梦煞，所幸9连夺天路可以更好的驱逐梦煞，否则骆剑清绝对无法在这样的地方久留。重重的喘着气，骆剑清靠着潮湿的墙壁说道：师傅，他们最多只需要10天就可以找到这里，你的丹药还需要炼制多久？玄灵子双眉微蹙：2个月。骆剑清抿了嘴唇道：我们等不及了。这一点玄灵子自然也知道，他沉默地望着骆剑清，目光在青年姣好的眉眼和鲜艳的嘴唇上一一划过，到最后，玄灵子忽然俯身，轻轻地在骆剑清的唇上啄了一口。骆剑清顿时呆住，全然不明白以自家师傅的性格，怎么会在这种时候做这样的事情。玄灵子认真地望着骆剑清道：剑清，可敢与为师赌一次？骆剑清愣了愣，继而莞尔，他忽然伸出双臂，将玄灵子拉了下来，回以一个炙热滚烫的吻。绵长热情的一吻结束后，2人额头相抵，骆剑清的双眼中闪烁着无数的星光。他低笑着说道：好，我们就赌一次。弥漫着紫色雾气的梦煞之地中，数道身影快速的向东边去，破开重重紫雾。能够登上梦煞之地的修士，本就已经达到了大成期境界，而如今要去梦煞深处追踪骆剑清和玄灵子的下落，能够跟过来的更是只有大成中期以上的修士。浩星子让大成初期的修士们都守在原位，不可轻举妄动，因为梦煞之地越往内部越为凶猛。据说在700多年前，曾经有一个大成期散修在梦煞之地的深处碰到了一只5000年的梦煞，那散修侥幸逃脱，实力却跌回了渡劫期，可谓凶险至极。很快他们便来到了神剑宗所说的那处山脉，仔细探查一番后，果不其然，丝毫不见骆剑清2人的踪影。在其中的一处山洞中，殷姬伸出手指轻轻摩挲着墙壁上的一道深刻的痕迹。他仔细的观察了许久，忽然轻笑出声：玄灵子是在炼丹，能制造出这样的痕迹，莫非他所炼制的丹药是8品神丹？
众人立刻向他看去。在场的所有人中，云家的一位长老是最擅长炼丹的。他上前仔细研究这道痕迹，片刻后转身说道：“这应当是炼制八品神丹失败后所造成的痕迹，上面还有微弱的丹药香气。想要在短时间内炼制八品神丹，难度极高，因为八品神丹往往需要1年甚至数年时间来炼制。不过在这梦煞之地，可以得到炼丹的顶级材料梦煞，在提高成功率的同时，还可以加快炼丹的速度。”鬼岩老祖问道：“他们何时能炼制出一颗八品神丹？”那云家长老说道：“八品神丹已经是在破天道而行，就算是全盛时期的玄灵子，也只有1成不到的可能性炼成。而且1日前，他刚刚被神剑宗的道友打断了炼制，想要重新再炼制一颗，至少需要2个月的时间。”闻言，殷姬低笑了一声，道：“那便无需多语，去追便是了。天牢已经即将出关，这里可不像断情崖，一片黑暗，可以任他们躲藏，还有深渊这种奇妙的地方，能够让他们逃出升天。只许困住他们，待天老带着我妖族圣气到来时，便是他们的末日。”很快，一行人再次化为流光，往梦煞之地的更深处而去。他们找了整整10天，甚至已经进入了梦煞之地的中央区域，且仔细的搜索了每个山峰山洞，却仍旧没有见到玄灵子和洛剑清的踪影。渐渐的，已经有人怀疑，莫非他们早已逃了出去？殷姬冷冷道：“可笑！我等以包围的局势锁死了他们的出路，他们难道还能从地底下钻过去不成？”那人没有再吭声。然而接下来的5天，这样的怀疑却笼罩在更多人的心头，久久无法消散。梦煞之地虽大，可是大成期修士的灵石也不是可以轻视的。他们仔细的搜索了梦煞深处的每个角落，可就是没有看到玄灵子和洛剑清的身影。难道这2人还能原地消失？难道他们还真的能在这样的围困下逃出去？3日后，当许多大能已经失去耐心，决定离开这危险重重的梦煞深处时，忽然只听一声巨响，一道粗壮如水桶的银色闪电从天空中劈下，砸在了一座陡峭的山峰上。虽说是紫雾弥漫，可是今日梦煞之地的天空却无比晴朗。怎么会突然有雷霆劈下？难道说那山里有问题？殷姬和浩星子对视一眼，2人飞速往那座山而去。然而他们还没来得及抵达那座山前，却见又是一道雷霆以万钧之势奔腾而来，狠厉的砸在了那座山峰上。顿时地动山摇，这座足有6000米的山峰碎成了无数的乱石，将其内的7座大阵显露出来。殷姬和浩星子异口同声的惊呼道：“进阶！”没有错，此刻的洛剑清正在进阶。一身青衣的修士端坐在7座大阵的中央，他的身上散发着雄浑磅礴的力量，面前悬浮着一朵小巧精致的青莲，无数灵力向这朵小小的莲花中钻涌进去，看似平静，可是这力量却令阵法内的地面都在不停的颤动。7座阵法闪烁着耀眼的光芒，以奇异的形状将洛剑清包围在中间。有的阵法呈现圆形，有的阵法呈现方形，有的阵法则呈现出独特的妖兽形态。但无一例外的是，无论这些阵法以何种形式布下，他们在错综复杂的交融之中，中心必然汇聚于同一点，而这一点正在洛剑清的落脚之地。殷姬几乎是在一瞬间便认出了这7座阵法，他快速的说道：“白涛青鸟阵、坠月阵、辟风极意阵、太初阵、屠魔清明阵、凶明阵，还有朝元与日阵。这7座阵法皆是封锁气息、藏匿行踪的大阵。玄灵子以极其巧妙的方式将它们结合在一起，令它们中心相嵌，恰恰可以使坐在中央的修士得到7座阵法的联合隐蔽，形成了一道可以遮天蔽日的绝阵。浩星子在阵法上远不如殷姬，
然而殷基看着这样的阵法，一时间竟然也有点惊怔。他的目光在骆剑清的身上扫过，仔细研究他身遭的那些光点后，再看向了站在一旁的玄灵子。只见此刻玄灵子单手执剑，站在阵法的最东南角，闭目养神。他以右手执着玄灵剑，剑尖向地，点在了阵法的某个点上。同时，从他的脚下一道道光束飞速的流过。若是说骆剑清所在之处是阵法的中央，那玄灵子所在之处便是这7座阵法的阵眼。中央汇聚大阵之力，隐藏天机，而阵眼则锁定7座大阵，令他们完美融合。所有大成期的大能全部汇集在了浩星子和殷基的身旁，小心翼翼地观察着眼前的情景。任何一个金丹期以上的修士都知道，阵法在对战之中往往会起到出其不意的效果。比如说凤丝仙子所擅长的凤羽相思阵，在战场上便是一个大杀器。它既可保卫住阵法内修士的安全，同时又人挡杀人，佛挡杀佛，为飞花宗保全了最强大的实力。只有傻子才会看到阵法还不管不顾地上去攻击，他们这些大能必须得确认这些阵法对自己是否会有威胁，才敢动作。在殷基报出来的7个阵法名字中，前5个是相当常见的阵法，但是后2个却鲜为人知。尤其是最后一个，包括浩星子在内的所有大能都茫然地看向殷基。只见后者细眉一蹙，道：朝元陨日阵，若是用上了这个阵法，我们必然得小心，不可轻举妄动。鬼岩老祖问道：如何讲？殷基的视线并没有从那7座阵法上移开，他双目凛然地凝视着这座融合起来的大阵，鲜艳的红唇紧紧抿住，没有一丝笑意。殷基冷声道：朝元陨日阵虽说并无太大杀伤力，但却是一座极其奇异的阵法。困在该阵法中的修士会日月不分，身陷幻境。若是在其他地方遇到这阵法还好，但是在梦煞之地，这便是切切实实的杀阵。你们且看附近的紫雾。众人立刻向殷基所指的方向看去，只见天地间弥漫着的紫色雾气与许许多多的梦煞一起，仍旧自由平和的徜徉流淌。他们并没有受刚才那2道雷霆的影响，甚至根本好像没有在意这些人族和妖族的存在，仍旧静静的随风而去。殷基冷笑一声道：梦煞不是毒，它是一种奇异的生灵，它从不愚蠢，正相反，它十分聪明。现在看到我们聚集在一起，他们并不会主动攻击，表面温和，但是只要我们有谁身处环境，他们便会立刻一拥而上，将那个人吞噬瓜分。众人倏地惊异，神剑宗的长老们更是立即黑了脸色，咬紧牙齿，瞪向这与紫雾融合在一起的梦煞。浩星子沉思半晌，问道：既然如此，殷基，你是否可解开这些阵法？殷基闻言却忽然笑了，他反问道：我为何要解开这些阵法？此话一落地，别说人族了，连几位妖尊都是一脸惊讶。事已至此，殷基带领妖族追杀玄灵子和骆剑清22年，如今眼看就可以趁着骆剑清进阶之际将他们一举抓获。怎么殷基又突然反悔了？难道你们还不明白，为何我们刚才找不到这妖物和玄灵子的踪迹，现在便突然找到了？一个散修说道：是天空中忽然降下神雷，将这座山劈碎，我们才能发现他们。殷基双目一缩，错，他劈碎的不是山，他劈碎的是2座大阵。15日前，玄灵子让骆剑清坐在山峰中央，以他为中心，布下了第1道大阵朝元陨日阵。1个时辰后，他布下了第2道阵法屠魔清明阵，然后是凶冥阵、白操青鸟阵、太初阵，最后的2道阵法，玄灵子选择的是天煞阵和无相南极阵。这2道阵法并无杀伤力，唯一的作用便是隐匿气息。借助这9道阵法，骆剑清开始进行突破。
他一掌击在了明光青玉珠的裂口上，手指顿时被锋利的裂口割破，鲜艳的血液顺着伤口向下流淌，涌入了明光青玉珠中。顿时青光大作，明光青玉珠剧烈的颤动起来。骆剑清不假思索的将这颗不断颤动的珠子吞吃入腹，接着便开始了自己这破釜沉舟的突破。明光青玉珠的能量在过去的这11个月里又有了一个极为可怕的流失。玄灵子曾经说过，当他的灵识进入这明光青玉珠中后，见到的是一片汹涌澎湃的汪洋大海，而如今骆剑清见到的却只是一片好似枯死了的海洋。海水的流动没有一点声响，没有风便没有海浪，一切风平浪静，灵力凝聚而成，海水慢悠悠的流向中央的一条裂口，消失其中。事不宜迟，骆剑清运转起九莲夺天路，在大海上形成一道龙卷风，开始吸食这些灵力。明光青玉珠中的海洋是由历代玉霄峰峰主的灵力灌输所形成的，玉霄峰的修士修习的自然是九莲本心路。当九莲夺天路的虚无力量触碰到这些灵力时，他们根本没有反抗，甚至还主动的涌入了骆剑清的身体里，顺着他的经脉往更深处爬行。当灵力涌入到丹田之后，并没有第一时间去接触元神，反而小心翼翼的在一旁汇聚，先是小溪一般的灵力，然后变成一条河，一片湖泊，一条大江，最后如水的灵力充满了骆剑清的整个丹田，充斥着他的身体，令他发出一声痛苦的低吟。当这些灵力终于无处可去的时候，他们终于被逼迫着靠近了那朵青莲般的元神。骆剑清咬牙忍住了身体里的剧痛，让青莲元神以更快的速度转动着，接着怒喝一声，青莲元神便从满是灵力的丹田里冲了出来，悬浮在了他的面前。接下来便发生了殷基和浩星子等人之前所见到的一幕。当青莲元神缠绕着无数灵力冲出骆剑清的身体后，天空中陡然降下一道雷霆，穿过整座山峰，砸在了最外层的无相南极阵上。这力量极为可怕，无相南极阵也是玄灵子布下的最弱的一个阵法，几乎是顷刻间，这座阵法便烟消云散。然后是第二道雷霆，这一道雷霆降下，天煞阵应声崩碎，将骆剑清和玄灵子的身形暴露在了殷基等人的眼前。于是9座阵法只剩下7座，却依旧将骆剑清和玄灵子包裹在其中，令其他人不敢动弹。良久，殷基柔柔的笑了一声，冲着不远处的玄灵子说道：“许久不见，玄灵子，你便不肯出阵法，一叙旧情。记得150年前在战场上，妾身与你相对时，可从来不知你竟然在阵法上有如此造诣。今日知晓，真是万分遗憾，未能与你这样的阵法大师交流交流。”说这话时，殷基一张柔美艳丽的脸盘上笑靥动人，那双细长美丽的眸子里闪烁着碧绿色的光芒，红唇微微勾起，一双雪白的腿在绿纱长裙中若隐若现，青丝从肩头洒下。在无妖尊殷基的强势阴冷，她好似成了一个美艳无双的单纯女人，令断魂宗的一位修士也忍不住的吞咽了一口口水。这可是殷基，就算别人有他这等的容貌风情，也不可能是妖尊殷基。谁料玄灵子却依旧闭着双目，不回答一声。殷基并未动怒，唇边的笑意反而更深了几分。他迈着窈窕的步子，毫不畏惧的走到了大阵旁，走到了玄灵子的身后，就隔着3米的距离。殷基看着站在阵眼上的玄灵子，轻笑柔媚的说道：“玄灵子，你便真的那般无情无义，不愿与故人叙一叙旧情？”众人被殷基这一出搞得晕头转向，纷纷转手看向浩星子。他们从来不知道妖尊殷基和玄灵子竟然还有这样一出，两人看上去好像有私情的样子。这件事
莫非浩星子也知道？殷姬低笑，又说了几句，玄灵子全无反应。他无奈道：你果然更喜欢凤丝那样表面端庄的丑女人，而不喜欢妾身这样热情奔放。你所做之事，无非是想等待天雷降下，同时可以以言语扰乱剑清突破。你若是只想以这些话来激怒剑清，那大可不必。低月清冷的声音从大阵之内传来，玄灵子仍旧闭着双目，淡淡道：他便是听到你的话，也不会因你而动怒。无论你如何编造谣言，他永远都不会相信。殷姬脸上的笑容顿时一僵，很快他又笑道：玄灵子，为何如此说？你可是冤枉妾身！嗖！一道金色的剑光从殷姬的脸庞擦过，他并未躲开，因为那剑光只是令他的发丝飞起，却没有伤害到他一分一毫。玄灵子仍旧单手执剑，双眸微闭，并未因为身后3米处的妖尊而抬起一眼。那淡然的声音在此刻却好像凝结成冰，以凛然杀气形成一道冲击波，让殷姬的绿纱长裙在空中飞舞。玄灵子声音冰冷的说道：是你将那件事传遍玄天大陆，让剑清与我名誉尽毁。殷姬，今日之后，我玄灵子必取你的性命。7重大阵将骆剑清和玄灵子护在阵中，令人族和妖族的大能们都不敢轻举妄动。殷姬穿着一身绿纱长裙，绿色的蛇瞳里再没了温度，她唇边的笑意还没有敛去，但是鲜红的蛇信子却从口中簌簌吐出，好似下一秒就能冲进大阵，义无反顾的杀了与自己相隔不足3米的玄灵子。然而到最后，殷姬还是忍住了。当着天下大能的面，他的诡计被玄灵子拆穿，甚至对方还不将他放在眼里。这若是放在妖尊浩明身上，他定然会勃然大怒，不管不顾的冲进大阵，与玄灵子争个你死我活。但是这是殷姬。殷姬抬起一双雪白的腿，走回了2族大能之间。他抬眸看向浩星子，冷笑一声道：浩星子，你可是真的一心想要击杀那妖物，就算因此要杀了你的师弟，也在所不惜。浩星子身子微正，但仅仅是一瞬间，他便沉着神色道：自然如此。殷姬讽刺的一笑：那你便记住你的话，到那时你可不要动不了手。话音落下后，殷姬玉臂一挥，便在这大阵前盘腿坐下，勾唇轻笑，遥望那不远处的7座阵法。原本其余大能都以为他是放弃了，在等待独绝天老等援军的到来，可是慢慢的，他们便发现殷姬竟然在仔细观察这7座大阵，寻找破解之法。这7座大阵都不算太难，以殷姬之力，全部可以布下，也可以破除。可如今玄灵子却做了一件事，他将所有阵法的中央都安排在同一处，让骆剑清坐下，他将所有阵眼也全部安排在同一点，自己则站立于其上。至此，外界而来的攻击进入大阵都会遭到削弱，被玄灵子挡下，想要破阵几乎无法，好像完全是一个死局。时间便这样一日日地过去，整个梦煞之地的灵力都钻涌入了这个地方，穿过7座大阵，涌进骆剑清的身体里。这些灵力来势汹汹，形成一道灵力龙卷，从骆剑清的天灵穴往下灌入，几乎是以能胀破他的方式冲涌进去。见着这一幕，无数的尊者大能都惊骇怔然。他只是要进阶大成，到底需要多少灵力才能充满他的丹田？果然是妖物，这果然是妖物。我进阶大成中70多，我未曾需要这般多的灵力，他怎么会需要这么多？这妖物一日不除，我们就一日有危险。你们可见，天空中一直有雷霆劈下，阻挡他进阶。大多数修士只会在进阶渡劫期的时候遇到天阶，可是这骆剑清进阶大成的时候也有天阶。而且我记得当初他进阶渡劫的时候，
天空中还劈下了第82道雷。殷基还在仔细观测这7座阵法，寻找破解之法。天空中的雷霆也不断的劈下，可是却再也无法摧毁玄灵子精心布置的7座大阵。许多大能借着这般奇异的进阶景象，皆是胆战心惊。当第一个人大喊着妖物，然后冲上去后，又有更多的大能发动了攻击。他们都十分讨巧的站在远处，以法宝对骆剑清进行攻击，这样他们不会被卷入那招元陨日阵中，也可以对7座大阵进行破坏。但是见状，殷基却嗤笑一声，愚蠢！20多个大成期的修士联起手来，竟然对这7座阵法没有一点伤害，令众人都不敢相信。他们自然不知，这7座阵法之所以要联合在一起，为的就是抵御外界的攻击。若是不找出真正的破解方法，便是让化神期大能前来，都不一定能破除。而在阵法中央，骆剑清紧紧的咬着牙齿，好像被浸泡在滚烫的岩浆中，下一秒就能死去。他身体里的每一处骨骼和肌肉都在剧烈的颤动，明光青玉珠的力量早已充满了他的丹田和经脉。可是外界的灵力还是不断的涌入进来。骆剑清运转着九连夺天路，想要将这些灵力转移到青莲元神中，可是他转化的速度却远远不如灵力钻进来的速度快。一根根的青筋在骆剑清白皙的脸庞上爆了出来，汗水早已将一身青衫打湿。骆剑清的手指都在不断的颤动，他一直在掐弄手诀，拼命的加快速度，可越来越多的灵力却让他即将抵达崩溃边缘。玄灵子站在不远处，遥遥望着这一幕。他的身后是不断攻击的2族大能，他的面前则是即将进阶失败，很有可能陨落的徒儿。对于大成期的修士来说，他们与渡劫期修士的最大差别，便是对元神的运用更加精炼。到大成期，他们的元神便仿佛也拥有了智慧，可以掐弄手诀，施展法术，可以使用法宝，炼丹炼气。小小的元神便是自己的另一个化身。当每一个渡劫期修士的元神使出了一道最简单的法术之后，他便是真正跨过了门槛，进入了大成期。然而骆剑清的元神并非小人，而是一朵花。想要让一朵花使用法宝，想要让一朵花施展剑术，想要让一朵花去炼制神丹，想要让一朵花去打造法宝，这到底该如何是好？骆剑清不知道，玄灵子也不知道。可是他们别无选择，唯一能够参考的也修炼过九连夺天路的前辈九连尊者，早就陨落在3万年前。骆剑清只能硬着头皮上，按照正常的法子去尝试突破大成期，甚至一举突破到大成后期。鲜血缓缓的从骆剑清的唇边渗了下来，滴在了浅色的青袍上。玄灵子双目一缩，倏地大喊道：“剑清！”却见下一刻，骆剑清忽然喷出了一大口血，气息不断下降，几乎已经从半步大成跌到了渡劫后期大圆满。玄灵子立刻从那戒中找出自己的最后3颗7品丹药，全部打入骆剑清的口中。可是这些丹药却只是令骆剑清稍稍稳定了半天，接着就又吐了一大口血，面如金纸，浑身颤动。便是这样，梦煞之地的灵气也疯狂地向骆剑清这边涌来。他们携带着大量的紫色雾气，将骆剑清包裹在一团朦胧的紫色中。玄灵子不假思索地祭出了自己的元神，撕裂一半，往骆剑清的方向而去。撕裂元神之后，玄灵子的唇边立刻溢出鲜血，身形一闪，刹那间7座大阵好像也闪烁了一下。就在此刻，殷基忽然双眸一亮，找到你了。自30多年前在极北之地一战后，玄灵子的元神便受到了重伤，从未治愈。若想治好这样的伤，最简单的方法莫过于炼制一颗9品神丹。这样的神丹骆剑清平生只见过1颗，而且
也正是治愈元神重伤的。但是那是九莲尊者为莫清炼制的九莲清末丹，也就是清君。清君此刻还在玉霄峰的禁地中化为灯芯，一日复一日的点燃九莲尊者的本命灯。世上没有第二个清君来为玄灵子疗伤，那么玄灵子唯一的法子便是好生调养休息，或许能在50年内恢复到鼎盛时期。但是谁也不会给他那样的时间。殷姬忽然站立起来，对着身后的几个妖尊吩咐了几句，他们个个脸上大喜，点头应是。至于在7座阵法内，玄灵子的一半元神依旧操纵着浑身的灵力，守在阵眼上护住大阵，而另一半的元神则快速的向洛剑清飞去，穿过了重重紫雾，看到了那个早已成了血人的青年。见到这一幕时，玄灵子双目通红，积郁气血，经脉被灵力冲断，于是血流成河，莲花元神久久不愿被主人掌控，于是进阶失败。到底怎样才能让这青莲愿意使出一道法术？到底怎样才能让他化为大成？玄灵子的元神忽然冷了脸色，他右手一动，一道虚渺的剑影便出现在了指尖。几乎抱着必死的决心，玄灵子在空中挥舞出了一道简素无华的剑。这一剑没有任何剑花，也没有华丽的招式，只有一往无前的锐利，直刺青莲元神。你若不肯动手，我便逼你动手，直接用外力去攻击元神，逼迫元神还手。这样的行为绝对是惊世骇俗，绝对令人不敢相信。万一元神被击碎了，有9成可能性这修士会立即死亡，只有1成可能性会跌回金丹期。玄灵子完全是破釜沉舟，若是无法进阶失败，洛剑清也几乎只有死路一条。大阵外，殷姬遥遥的望见这一幕，挑起一眉，难道你准备自己动手杀了那妖物？浩星子见状也是呆住，师弟，鬼岩老祖等人见到这一幕，眼中狂喜，就等待着剑影冲上青莲的那一刻。可是令他们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当玄灵子的剑光刺到了青莲元神跟前时，他依旧没有还手，仍旧那样快速的旋转着，但是一道青色的光膜却出现在了剑光前，挡住了剑光。轰！剑光与青色结界应声破碎。玄灵子睁大眼睛，期待的看向洛剑清。既然元神已经能够出手阻拦，那一定已经拥有了灵智。洛剑清说不定已然突破。然而洛剑清却忽然再吐出一口鲜血，气息再次骤降。剑清！7座大阵外，许许多多的尊者都脸色古怪起来。在场的所有人中，除了洛剑清，其余都是大成中期以上的修士，他们都曾经进阶过大成期，自然知道其中艰辛，可是却从未见过如此难突破的大成期。就是众人中天赋最差的一位散修，都对眼前的情景觉得不可思议。这洛剑清天赋如此卓绝，区区渡劫后期就拥有了跨阶斩杀大成后期修士的能力，他为何如此难以进阶大成？难道他的实力便高到了如此地步？难道他真的要折损在渡劫后期大圆满？他们自然不知道，此刻的洛剑清已经进入了一种极其奇妙的境界。当青莲元神的身前忽然出现那一道青色光膜后，洛剑清的脑中便嗡的一声，整个人颤抖了2下，尖锐的疼痛从大脑中袭来。洛剑清睁开眼睛，便看到了一片白茫茫的世界。天地间没有任何东西，没有山，没有水，没有土壤，没有绿树，更没有人族和妖族，只有一条条的线从天上一直蔓延到底下，交叉在天地之间。洛剑清往前走了一步，只听嗡的一声，他的身上陡然出现了一根线，指向天空。他再往前一步，又是嗡打的一声，另一根线在指向天空。这清脆的声响是洛剑清从未听过的旋律，这就好像是天地初开时，大地与天空分开的那一刹，
发出的声音。他将混沌分开，将天道规则分开，以大地为底，以天空为盖，创立了一个全然的新世界。骆剑清此刻完全感受不到身体上的疼痛，他也不知道玄灵子的一半元神正用尽所有方式，不断都去攻击那小小的青莲元神。明明一个是化神中期的元神，一个只是渡劫后期的元神，可是青莲元神却安静都接下了玄灵子的所有攻击，仿佛一个无底洞，将一切都吞噬进去，没有任何回应。外界7个妖尊以北斗七星阵站在大阵外围，运转妖力，准备破阵。玄灵子依旧在不断的攻击着骆剑清的元神，同时他的本体则转手看向了那7个妖尊，微微眯了眸子。内部，骆剑清在这白色的世界里不断的奔跑，一心向前。他的身上延展出无数的线，几乎所有的线都伸向了天空，唯有少数的几根线是伸向大地。当骆剑清跑了不知道的多久后，他的身后突然闪烁出了一道金色的阳光。骆剑清立即转身往后看去，正好见到一轮圆日从地平线上升起。骆剑清停住脚步，怔怔地望着这轮圆日。太阳在慢慢地往前滑动，他每次移动，骆剑清便觉得心口一疼。当这太阳抵达了天空的正中央时，骆剑清忍不住地伸出手摸向了自己的脸颊，忽然觉得鼻翼旁多了几道痕迹。然后这太阳还在往前走过中央后，他越走越快，越走越急。骆剑清一直望着折轮太阳，等到他无意间低手时，便看到了一丝白发。骆剑清立刻将自己的头发拨到身前，只见在3000青丝之间，竟然夹杂了无数雪白的发丝。他再抬起自己的手，只见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他的手背上多出了一道道的皱纹。圆润饱满的指甲变得斑驳枯黄，细腻平滑的皮肤变得沟壑纵横。骆剑清突然抬腿追着那太阳跑去，但是那太阳走得太快，他的身体又太疲累，仅仅是跑了一小段，便需要重重的喘气。到最后，当太阳滑到另一端的地平线时，骆剑清再看向自己的发丝，此刻3000青丝全成白发，皱纹爬上了曾经俊美的脸庞，只剩下一双眼眸，依旧透亮清澈，展现当初风华绝代的美好。太阳在这一刻终于完全从地平线上落下。啊！在光线彻底消失的那一刻，骆剑清大喊出声。他的白发眨眼间又成了青丝，布满皱纹的脸庞又成了清俊秀朗的模样。可是大地却猛烈都颤动起来，几乎是一瞬间，大地陡升，天空陡降，骆剑清猝不及防的被压在了这天与地的之间，化为烟灭。当骆剑清在睁眼时，又是这样一片白茫茫的世界。他每走一步，便有一道线从他身上指向天空。他走了一半，太阳便从身后升起。随着太阳的走动，他身上的时间在飞速的流逝。青年到中年，中年到老年，又是一个循环，天地湮灭，他被压在天与地之间，成为齑粉。接下来是再一次的白色世界，红色元日，天地灭亡。骆剑清浑浑噩噩的在其中走着，无论他做什么，一切都没有改变。他永远要经历老去，永远要被这合并起来的天地压成齑粉，然后再经历下一次的轮回。或许是第100次，或许是第1000次，或许是第10000次。当这一次的元日来临时，骆剑清忽然返回头，往元日升起的地方跑去。他义无反顾的奔跑着，即使头发成了白丝，即使身体越来越苍老，他也一直在奔跑，然后又被压成齑粉。一次又一次，骆剑清奔跑的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急。他也不知道是第多少次，当他跑到大地的边缘，忽然看到一根矗立在元日升起的尽头的红色细线时，骆剑清停住了脚步。此刻他的脸上反射着这根鲜红色的线所绽放出来的耀眼光芒。他的脸庞是苍老的，头发
也被白色浸染，身后是即将落下地平线的圆日，眼前则是这根红色的线。轮回之道，轮回之道，在这里，我是世间万物，我是一切生灵。天地初开时，我便诞生，天地终会走向灭亡，而我也会苍老。当天地消失后，一切化为原点，再度开始的便是新的世界。这根线不受天道控制，不受时光岁月控制，它亘古不变，它永远长存。它是轮回，它是轮回。此时此刻，骆剑清身后的圆日终于缓缓落下了地平线，但是天空和大地却没有再次聚拢。从那雪白的发尾开始，黑色侵染上来，绝世出尘的脸庞上并无任何的喜悲。骆剑清沉静地看着眼前的鲜红色细线，身上却绽放出一道道的光芒。青色的光芒从骆剑清的身上窜出，可照大地，直冲向天。一朵青莲在骆剑清的脚下形成，他低手看了这青莲一眼，然后抬手看前，一步踏了出去。这一步，不生青莲。骆剑清每走出一步，都开出一朵七瓣青莲，一共9步，步步生莲。这莲花拖着他，一路走到了那根鲜红色的线身旁。骆剑清伸出手，轻轻按在了这根线上。他垂着眸子，神色寂静，声音空明回荡，一字一顿的说道：有此线者，当入轮回；无此线者，不入轮回。你名为轮回，你在天地未开时便早已存在，你在天地已灭时等待下一次的新生。9连夺天路，第7夺，夺万物轮回。7位地阶中期的妖尊以北斗7星的位置，站在这7座大阵的周围，等待着阴姬的号令。阴姬一声令下，位于瑶光星的妖尊便大喝一声，在双手上凝聚了汹涌的妖力，一拳头砸向西南方的一点。等阴姬第2声令下，位于开阳星的妖尊也一爪子挥舞过去，砸在西北方的一点。一连5道攻击，各自砸在不同的点上，都令这座大阵微微晃动，可是却根本没能破开结界。玄灵子的一半元神仍在不停攻击青莲元神，但是另一半元神所掌控的本体却眯了双眼，目光平静地看着这7个妖尊的动作。除了轻轻摇晃的结界，这7座联合大阵并未有任何的异样。那5个妖尊好像就是在做无脑的攻击，毫无意义。然而玄灵子却已经从眉心取出了玄灵剑，右手紧握，准备周全。阴姬此人狡诈睿智，他既然让这7个妖尊实行攻击，那自然有他的道理。而且自凤丝仙子陨落后，他便是玄天大陆最顶尖的阵法大师，没有之一。玄灵子自认自己在阵法上的造诣远不及阴姬，也明白此刻的阴姬或许是找到破阵之法了。骆剑清此刻仍旧处于即将进阶失败的边缘，但是阴姬却如此迅速的便找出了破阵之法。玄灵子一双狭长的凤眸里并没有任何的害怕与恐惧，他只是目光平静的看着不远处一身血污的青年。只有当看到这个人时，他冰冷的眸子才会柔和一些，有一点点的温度与色彩。阴姬大声呵斥道：中恒，落星位。站立于天玄星位置的妖尊中恒立刻怒喝一声，化身为一头黑色的大豹，咆哮着冲某个方位吐出了一口滚热的黑烟。当这第6道攻击落在大阵上时，7座大阵忽然一起颤抖起来，结界上光芒闪烁。这颤抖足足持续了1刻钟时间，令旁观者的其余大能纷纷惊叹。明明前5次攻击都毫无作用，仿佛隔靴搔痒，为什么这第6次攻击便会有这样大的反应？难道说这第6次的攻击真的破坏了这7座联合大阵的什么东西？真的能解开这座大阵？见着这一幕，阴姬低低一笑，一切尽在他的掌握之中。他抬眸看向了站在天枢星位置的妖尊，后者立刻冲他点点头，然后二话不说，
化身成一头顶天立地的巨大妖兽。这妖兽有3个庞大的舌头，它扭动着黑色的身体，朝着7座大阵的正上方喷出了一口毒液。就在毒液碰上结界的那一刻，轰！剧烈的响声贯彻天地。这座阻拦了2族大能足足10余天的大阵，在一瞬间轰然破碎。玄灵子脚下的无数光束和符箓书地消失，无数的紫雾从4面8方涌入了骆剑清的身边。若是说之前的大阵可以稍微驱散一些紫雾，令骆剑清更好的突破，那如今这座阵法全然崩溃，早已无法驱散一点点的紫雾，令浓郁的紫雾将一切都遮盖。天晴破海阵，第一个做出反应的便是离玄灵子最近的7个妖尊。他们奉了阴姬的命令前来破阵，第一次尝试便直接成功。于是他们立即从7个方位组成了一座大阵，用的便是刚刚阴姬偷偷塞入妖尊中恒手中的一颗碧玉珠。天晴破海阵在一刹那间便铺展开来，7个妖尊全部都是大成中期的实力。以他们的力量结成的天晴破海阵，足以媲美化神初期的修士。他们通通化为原形，义无反顾地向着玄灵子发动了自己的全力一击。他们刚才都看到了，玄灵子撕裂了自己的1半元神，那也就是说，他的实力绝对不足正常时候的60%。此刻正是杀了玄灵子的大好时机。就在玄灵子即将被这些攻击触碰到的时候，众人只觉眼前一闪，在定睛时，那白色衣袍的尊者便消失在了原地。妖尊中恒脸色大变，赶紧小心的提防四周，可是他刚刚一抬手，便见到一道金色剑光从他的头顶劈下。中恒立即咆哮着往前冲去，用自己锋利的爪子挡住了这道剑光。凌厉锋锐的剑气削断了妖尊中恒的双蹄，甚至一路向下，割断了他的双臂，直接在他的脖子上划出一道小口，但是却在即将真的切断喉咙的时候忽然消失。中恒害怕的不断颤抖，但当他发现玄灵子的剑气竟然没能杀了自己后，他竟然不顾自己被废了的双臂，激动的喊道：他真的受伤了，他的实力绝对没有化神中期，或许根本已经没有化神期。此话一落下，那些在远处静观其变的大能脸色纷纷一变。断魂宗的鬼岩老祖大笑一声道：玄灵子，你为了那妖物竟然滥杀无辜，助纣为虐，今日本尊便替天行道，杀了你这背叛人族的小人。话音落下，他挥舞着黑色的招魂幡向玄灵子冲去。妖族的第3海主也哈哈大笑的说道：过去这200多年里在战场上结下的仇，今日在这梦煞之地，本尊要你全部偿还。而在人族之中，最为愤怒的便是白家老祖了。他一张老脸涨得通红，眼睛瞪得快要跳出眼眶。他用仇恨至极的目光盯着玄灵子和骆剑清，尤其是前者，他的目光几乎要将前者给碎尸万段。玄灵子，你杀我白家124人，你竟然连小辈都杀，你罪该万死，你罪恶滔天，你如何能对境界远不如你的小辈动手？你这等无耻无情无义之人，今日本尊便要将你千刀万剐，再把你那妖物徒弟剥皮抽筋，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一时间，无数的大能全部都冲向了玄灵子，疯狂地向他进攻。就算是实力远不如玄灵子的大成中期的修士，在犹豫片刻后，便赶紧的跟了上去，躲在众人中间，不断的发动攻击。太华山共有5位大成期修士，除了浩星子外，其余4人都留在太华山，不愿出来追击。此刻，唯有浩星子一人站在那些冲上去的大能之后，遥遥望着这一幕。他的眼中闪过复杂的神色，右手在太华剑上握了又放，放了又握，到最后忽然抬起视线，透过玄灵子的肩膀，看向被他藏在身后的骆剑清。浩星子双目一缩，正欲去击杀骆剑清，
谁料却听阴姬低柔的笑声响起：“舍不得杀你师弟。”浩星子身体一僵，道：“本尊的目标向来是铲除所有修炼了9连夺天路的妖孽。”闻言，阴姬掩着红唇，妖娆的笑了2声。眨眼间，他脸上的笑意顿时消失，抬眸道：“那你真能杀了他？”回答阴姬的是浩星子陡然飞身上前的背影。太化剑上绽放出冷冽的剑气，直刺骆剑清。即使玄灵子刻意将骆剑清护在身后，他此刻也遭受了太多攻击，几乎是自顾不暇，又怎么能去照顾骆剑清？而骆剑清自己则在冲击大成期，根本不可能保护自己。浩星子本以为自己这一剑便能结束一切，让那个混乱的源头清除，但是就在他御剑向前的时候，他却忽然看到一只手抓在了太化剑的剑身上。太化山乃是仙气，再怎样坚韧的肉身都被这仙气划开血肉，留下鲜红刺目的血。玄灵剑化为金色流光，不断的阻挡着那些修士和妖族的攻击，而玄灵子自己却不知何时飞到了浩星子的身前。他毫不犹豫的伸手抓住了这把仙气，即使太化剑的灵气不断都冲撞着玄灵子的手掌，令他的手上翻出无数道细小的伤口，他也没有放手。浩星子哑然道：“师弟，你看着他长大。”沙哑粗粝的声音缓缓响起，玄灵子抬起眸子，神色宁静的看着眼前的白发修士：“你知道，他不会做出伤害他人的事。他先前为了对抗妖族，屡次犯险，险些丧命。”一字一句都打在浩星子的心口，令他心神颤动。可他并未回答。玄灵子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他沉默的看着眼前犹豫不决的白发老人，忽然用力的握紧了太化剑，令手掌中的血更加快速的流淌下来。浩星子忍不住的喊道：“师弟！”玄灵子手腕用力，将太化剑打入浩星子腰间的剑鞘中。当他再次抬起头时，最后一点隐藏于眼底的温度也完全消失。这目光好似在看待一个陌生人，令浩星子猛然怔住，只能看到玄灵子的嘴唇一张一合，平静无情的声音从天边而来：“从今往后，吾因叛出太化山，世间再无玄灵子。”话音落下的一刹那，玄灵剑嗖的一声回到了白衣尊者的手中。他毫不犹豫的抬起长剑，手指在剑身上快速的掐弄手诀，点出了一道道耀眼的金光，令玄灵剑幻化出巨大的剑影，猛然冲向那所有向自己攻来的两族尊者。这一击好似狂风巨浪，令所有信心满满的尊者们受到了迎头一击。12位大成中期的尊者全部倒飞出去，口吐鲜血，其余的大成后期的大能也脸色一白，往后连退数十步才稳住身形。距离玄灵子最近的浩星子更是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击震得吐出了一口心头精血，被气浪先飞后退，连连撞碎了6座小山，才在地上稳住脚步。玄灵子神色镇定的抬起手，擦了擦唇边溢出的鲜血，他的脸色惨白无光，但是仅仅是一人一剑，便让这20多位绝世大能都停住了步伐，谁都不敢再往前一步。阴姬微微眯了眸子，冷声道：“不过是强弩之末，何必强撑？”玄灵剑的剑尖突然指向阴姬，清俊秀雅的尊者微微抬手，淡淡道：“那便上前一试。”冷色的风从天边呼啸而过，竟然没有一个人敢上前挑战。明明已经受到了极其严重的重伤，明明撕裂了一半，元神实力大减，可是面对这个淡雅从容的白衣尊者，在场所有的大能都不敢动一下，因为刚才那一剑猛然让他们认清楚一个事实：即使这个人受了再重的伤，他也是玄灵子，玄天大陆唯一的化神中期的绝世大能。气氛便一时僵滞住了。玄灵子直接而立，两族的尊者与他隔了20多米的距离，没有动作，连阴姬都咬着银牙，危险的盯着玄灵子，不敢轻举妄动。
但是就在此时，却听一道清脆的声响从玄灵子的身后响起。这声音十分奇妙，在场的诸位大能加在一起，活过的年月早已超过5万岁，却没有一个人听过这样的声音，就好像是在天地初开时，从天空中传入大地的第一道声响。安宁平和，可镇万物。玄灵子立刻转手看去，只见骆剑清身上的血痂竟然慢慢的爆裂开来，金色的阳光照射在浑身是血的青年身上，照射在他慢慢剥离血痂的白皙脸庞上，好似为这张清雅出尘的面庞镀上了一层淡淡的金光，当真是肤若白玉，俊美至极。玄灵子喃喃道：“剑清。”殷姬睁大双眼，不好，他要突破，赶紧阻止。然而无论是一拥而上的两族大能，还是飞身向前的玄灵子，却都什么都没来得及做，便看到这个青年睁开了一双眼。该如何去形容这个眼神？好似沉浸了1万年、10万年、100万年的岁月，其中蕴含着苍寂与古老的痕迹，如同看尽了世间一切繁华，不见一丝波动，无喜无悲，安然柔和地望着眼前的一切。这已然不像是一个人类的眼睛，反而像是天道。玄灵子哑然失声，但下一刻，骆剑清的眸中却忽然恢复了色彩。他立即看向玄灵子，然后又看到了那些追过来的人。骆剑清赶紧上前站在了玄灵子的身旁，开口便是：“师父，你又受伤了。”话音落下时，一位大能的攻击便突然袭来。玄灵子挥舞一道剑光，将对方的攻击劈散，但他却惊骇的见到骆剑清的双眼中倏地闪烁起一道道晶莹的光线。与此同时，那个偷袭过来的大成中期的修士忽然惨嚎一声，整个人往下摔倒。他明明没有受任何的伤，但是却砸在了地面之上，令众人一头雾水。玄灵子诧异道：“剑清。”俊逸的青年转手看向那个倒在地上的大能，只见后者脚尖一点，便再次飞上天空。他浑身都没有大伤，除了玄灵子的剑气在他的胸口划出一道血口，并无其他问题。但是在骆剑清的眼中，他却能看到在这个人的脚下，一根鲜红色的线陡然暗淡了许多。这根线并未消失，但是却少了一分鲜艳。玄灵子微微蹙眉，问道：“你的气息并未长到大成期，剑清是否失败？”骆剑清并未回答这个问题，而是目光复杂的看着眼前的白衣尊者。良久，他突然拉住了玄灵子的手，往梦煞之地的外面飞离而去。殷姬等人完全没想到骆剑清会在长久的僵持过后突然逃离，连殷姬都愣了一瞬，接着所有人都愤怒的追了上去，唯独那个无缘无故砸向大地的修士稍稍愣得久了一点，然后才赶紧追上去。被骆剑清拉着一路往梦煞之地外面跑，玄灵子眉头紧蹙，问道：“剑清为何要逃？”玄灵子早已发现骆剑清的气息并未升到大成期，但也没有跌到渡劫中期，这也就是说骆剑清的实力至少未曾下跌，那以他们二人的实力，完全无需逃离。玄灵子撕裂的元神早已回归本体，他此刻的实力至少也恢复到了化神初期。在不需要照顾骆剑清的情况下，玄灵子想杀20多个大成后期以上的修士，可能还需要一些麻烦，但若是只想杀殷姬，却是易如反掌。殷姬必除，少了他，追杀他们的两族大能便少了30%力量。听着玄灵子的话，骆剑清仍旧埋头赶路，一直往着西方而去，没有开口。这样的无视令玄灵子脸色微冷，他轻声的又问了一遍。骆剑清还是没有回答。玄灵子终于有些微怒，他低声道：“剑清，若你因为实力有所进步，便这样违抗师命，那为师今日不惜再教上你一回，该如何尊师重？师傅。”嘶哑的哭腔低低的响起，玄灵子的声音戛然而止。
两人依旧被骆剑清拉着快速的行进。玄灵子茫然的看着自家徒儿的背影，却见后者的肩头微微颤动。明明之前遇过再多的磨难，都未曾流下一滴泪，可是此刻，一滴泪水却从玄灵子的身前飘来，砸在了他干涸的唇瓣上。玄灵子倏地怔住，骆剑清得哑着嗓子，每一个字都好像是从嗓子里艰难的挤出来的。他颤抖着声音，一个字一个字的说道：若是没有那根线，并非生死道陨，亦并非魂飞魄散。玄天大陆终会灭亡，新的世界终会诞生，沧海会化为新的沧海，桑田也变为新的桑田，但他们还是他们。可你没了那根线，自此以后，不入万物，不入轮回，天地苍生都没有你。师父，你到底骗了我什么？3万年前，九莲尊者夺天失败，连累莫清、苍若妖尊等上百位绝世大能魂飞魄散。自此以后，他们便消散在这天地间，他们是世间万物，但世间万物却不再是他们。但他们并非真的永远无法再生。当天地合一，万物重生时，他们还有一线生机，可在下一个新的世界中重生，这便是轮回。九莲夺天路的第7夺，夺万物轮回。天道已无法控制世间生灵，再以岁月和轮回控制世间万物。生灵只是万物中的一种，还有很多东西看似没有轮回，却仍旧是这轮回中的一份子。比如说一缕风，它轻轻的吹了过来，撞在石壁上，被迫消散。但是它也拥有属于自己的轮回，或许是一眨眼，它便化为另一缕风，它仍旧存在，并且只要那根线在，它就亘古长存。玄天大陆历史悠久，久到并没有任何人知道这座大陆到底是什么时候建立。但是世上并无永生之物，不入仙界，人族终会灭亡，妖族也终会灭亡，玄天大陆也总有一天会走到尽头，化为天地合并后的一条线。然而只要轮回线仍在，它便总会诞生。天地开，天地合，一开一合，包容万物。新生并不代表永恒，毁灭也不代表结束，毁灭才是一个新的开始。当万物消亡后，轮回之道会携着曾经故去的森罗万象，迈向一个新的起点，重新开始一个新的未来。于是有此线者当入轮回，无此线者不入轮回。骆剑清自重生以来，从一开始的不是到如今的坚强，早已不再是当初那个年轻冲动的太华山首徒。他经历过两族大战，他经历过可怕的追杀，他很少会再有这样情绪外露的时候。可是此刻的他却无法按捺住自己的情绪。师父，你到底骗了我什么？面对骆剑清的质问，玄灵子的脸色瞬间惨白下去，他嘴唇翕动，却仍旧没有开得了口，只是沉默的看着眼前的青年。过了许久，玄灵子终于沙哑着声音说道：为师并不明白。剑清，你在说什么？望着玄灵子镇定冷静的模样，骆剑清却忽然笑了。他道：原来你早就知道这件事，却还是不肯告诉我。玄灵子捏紧手指，依旧镇静的说道：为师真的不知你在说什么。骆剑清唇边的笑意更深，湿润的双眸中早已流淌不下眼泪。他深深的看了玄灵子一眼，然后突然又拉起了他，再次加快了速度，一路向着西方而去。从孟煞河吹过来的寒风将这漫天的紫雾渐渐吹散，越往西走，弥漫在孟煞之地的紫色雾气便越加稀薄。被这样强拉着又飞了100里后，玄灵子忍不住厉声问道：剑清，你到底是要去哪里？去断情崖底。这个答案令玄灵子倏地怔住，为何要去那里？骆剑清头也不回，他的声音从冰冷的风中吹过来，好似利刃一样锋利。为何要去那里？你问我为何要去那里？
我要去那里找梧桐，我要为你施展凤凰秘法涅槃。你没有轮回线，我定要为你重塑轮回线，让你再入轮回。茫茫的紫雾中，以阴姬为首的所有大能都在全速向前追击。他们很快便感应到骆剑清和玄灵子已经出了梦煞之地，甚至穿过了梦煞河，抵达元州，然后还在往西而去。只要进了36州，想要再追踪到玄灵子和骆剑清便十分困难。阴姬分析道，归元宗所在的岑州离元州较近，那归元宗向来不愿意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玄灵子和那妖物很有可能会去那里。鬼岩老祖道，为何不去飞花宗所在的潮州和明州？飞花宗的护山大阵远比归元宗更加厉害，想来以玄灵子和飞花宗的渊源，若他真的求上门去，飞花宗可能也会为他开启山门，放他进入。阴姬却嗤笑一声，斜了那鬼岩老祖一眼，一个没有大成后期大圆满修士的宗门，能自保已算是万幸。便是他们用所谓的阵法一时护住自己，在绝对的力量前，也只会土崩瓦解。鬼岩老祖听着这话，立刻脸色一冷，甩袖道：“你有没有去过飞花宗？如何知道他们护山大阵的厉害？”阴姬勾起红唇，本尊只需要知道，我妖族的天妖尊已经带着麒麟角往这里而来，在麒麟角的面前，任何阵法都只会是一场笑话。本尊又何须关心你？然而这次阴姬却估算错误，明明岑州离元州只隔了一个象州，可是骆剑清和玄灵子却根本没有南下，反而一直往北方而去。起初这些大能追丢了骆剑清二人，他们径直的往岑州而去，等快要走到岑州时，才发现异常。阴姬立刻冷了脸，掉头往冲州而去。他们一路追踪到了断秦崖，站在这陡峭的山崖之上，众人脸上神色各异，十分精彩。就算是阴姬都绝对没有想到，12年前骆剑清和玄灵子费尽力气才逃离了这牢笼一般的断秦崖，现在居然又主动回来了。事出反常必有妖，阴姬并没有立刻进入断秦崖险境，反而在崖顶等着。一连等了3日，终于有大能忍不住的问道：“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等着？难道不该趁机下去，将他们一网打尽？若是真让那骆剑清突破了大成期，我们想要再追杀他们，便是难上加难。”是的，早在骆剑清睁开眼睛的那一刻，这些大能便发现了骆剑清未曾进阶。骆剑清身上的气息还是渡劫期的气息，虽然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进阶失败，还没有受伤，但是骆剑清是渡劫期修士这件事情，却没有任何人怀疑。渡劫期就能跨界斩杀10数位大成期修士，这样的妖孽实在太让人惊惶。若是真等骆剑清成功突破大成期，那么或许他的实力便会堪比化神期。听着这话，阴姬却是摇摇头，冷声道：“他们既然来到这里，必然有自己的原因，不可轻举妄动，等天老来。”这一等便又是3天。3日一过，独觉天老驾着云雾而来，他仍旧拄着一根龙头拐杖，腰背微弯，但是等他一脚踩在地面上，所有的大成期人修都心神一颤，仿佛感觉到了一丝不一样的东西。在场的人修中，鬼岩老祖的修为是最高的，他睁大双眼，死死的盯着那独觉天老，看着他一步一步的走到阴姬身前。鬼岩老祖只觉得自己浑身的汗毛都要竖了起来，仿佛看到了一座不可逾越的大山。几乎是在一瞬间，鬼岩老祖便想到了，他进阶了。独觉天老于30年前进阶天阶，成为天下唯一的天阶妖尊，而在30年后，他终于再次进阶天阶中期。他的境界已经与当年的玄灵子相当，甚至他身上的气息令鬼岩老祖觉得他比玄灵子还要可怕。一时间，人族好像这才想起来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在场的所有大能中，人修们慢慢走到了一起，
与那些妖族相对，他们的目光都凝视在独绝天老的身上，甚至有人已经拿起了自己的法宝，警惕地盯着妖族们。见到这情景，那些妖尊也个个提防地看着人族，一触即发。正在此时，却听阴姬低笑了一声，道：“若是真要开战，还会让天老现在现身？”浩星子沉了脸色，上前一步道：“天妖尊可是已经突破天阶中期？”独觉天老的龙头拐杖在地面上轻轻撞了一下，他冷声道：“尔等不必如此畏惧于我。你们所感受到的气息，并非来自于我，而是他。”话音刚落，独觉天老的手心里忽然出现了一只白色的弯角，这弯角好似鹿角，但是却远比普通的鹿角要大，通体雪白，一道道螺纹从弯角的顶尖一直向下蔓延。当它出现在空气中后，一股苍老磅礴的力量从这弯角上弥漫开来，连寒风也停滞了一刻。上古时期有三大神兽：龙族、凤族与麒麟一族。龙族傲慢，向来轻视他人；凤族高贵，从不轻易现身。唯独麒麟一族经常出现在玄天大陆上，但他们并非温和善类。麒麟邪火而生，天性狂暴，每次一出现，便是修真者的灾难，因为他们最喜使用修真者的金丹。有时没有金丹，他们也会将目光对准妖族，食用妖丹。5万年前，麒麟乃是玄天大陆的一大祸害，他们的灭亡令人族和妖族齐齐松了口气。妖族会有麒麟角这样的逆天之物，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对，因为麒麟是三大神兽中唯一一个喜好外出的，也在玄天大陆的许多角落留下了自己的足迹。但是这样一根完整的麒麟角放在妖族，想来也绝对是无上之宝。独觉天老的话令浩星子等人稍稍松了口气，但是仍旧没有完全放下心。浩星子的眼中闪过一丝犹豫，很快便湮灭。他道：“既然麒麟角已到，那事不宜迟，我们便赶紧进入断情崖。”数十位大成期的修士齐齐跳下了断情崖，渡劫期的修士则守在断情崖顶，布下了一座50人组成的天晴破海阵，以防骆剑清二人从断情崖顶逃出。两族大能很快便穿过了断情崖的第一重险境，再一连穿过7重险境，来到了第9重险境的入口前。前面8个险境里根本没有见到骆剑清二人的身影，那他们唯一可能在的地方，便是这第9重险境。进入第9重险境前，阴姬沉着脸上说道：“为何他们又会回到这里？”回答他的是白家老祖愤怒的咆哮：“管他们为何自寻死路！今日老夫要将他们千刀万剐，以泄我心头之恨！”话音落下，30多位大成期尊者全部进入了断情崖第9重险境。他们一进来，碰到的便是从不远处的深渊里吹来的冷冽罡风。阴姬冷静地安排了11位大成中期的大能飞向那里，组成天晴破海阵，防止骆剑清二人从那里逃脱。然后他们便在这断情崖底寻找起来。这剩下来的20多位大能里，真正下过断情崖第9重险境的不过10人。他们小心翼翼地在这无边无际的黑暗中飞行，始终没有见到玄灵子和骆剑清的身影。直到第21日，他们才突然看见一道红色的亮光。独觉天老脸色一变，往那边去。众人又飞了足足半日，才靠近了那红色的光源，看到了那棵巨大无比的参天大树。鬼岩老祖对梧桐是最为熟悉的，12年前他便来到这里，多次想要将这棵树拔走，却毫无办法。但是独觉天老却是第一次见到这棵树，他一脸震撼地望着这硕大的树冠，下意识地取出了自己的麒麟角。麒麟角出现在断情崖底的一刹那，便化为一头雪白的麒麟，咆哮着往这棵大树撞去。与此同时，大树中突然飞出了一只火红色的凤凰。凤凰高鸣一声，双翅挥舞，一簇簇的火焰便在他的身上点燃，快速地撞向了这只麒麟。
两者撞击的一刹那，整个断情崖第9重险境都颤动了2下。麒麟和凤凰的幻影同时消失，一股强大的冲击波从众人的身前波及而来，令他们齐齐往后倒退半步，唯有独绝天老稳住身形。独绝天老的眸中闪过一道亮光，他惊道：凤凰梧桐，这是一棵梧桐树，这还是一棵属于凤凰的本命梧桐树。众人的心中顿时回想起了一幅画面，就在20多年前，在那极北之地，一条龙将那骆剑青吞吃入腹，但偏偏那骆剑青居然还能从龙的肚子里逃出来，甚至从此以后变得更加妖孽。先是龙，再是凤凰，难道这骆剑青真是天生的妖物？正在众人惊异之时，却听一位大成期的散修大声说道：快看，那个是不是玄灵子和那妖物？众人赶紧转手向那人所指的方向看去，只见在梧桐树粗壮的树干旁，一道青色的身影和一道白色的身影相对而坐，两人便那般平静地坐在大树下，仿佛没有察觉到这些大能的到来，并未起身，更未逃跑。白家老祖见到骆剑青和玄灵子，顿时双目通红，他喊道：还不快杀了他们！话一落下，白家老祖的手中便出现了一把长枪。白家至宝白灵枪在梧桐树的红色火光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白家老祖挥舞着长枪，将雄浑灵力灌输在这完美的仙气身上。顿时，一道庞大的枪影便赫然浮现，轰隆隆的往骆剑青二人的身上砸去。然而，这枪影才刚刚进入梧桐树的领域，便被一道红色的结界阻拦下来。轰！硕大的梧桐树开始剧烈的摇晃起来，树叶摇摆着，发出哗啦啦的声响。每一片树叶都只是看似平静的从树枝上落下，但是飞到半空中时，便陡然化为万千戾气，向独绝天老等人袭来。所有人赶紧使出法宝，抵挡着铺天盖地而来的梧桐树叶。独绝天老被无数的树叶包围住，他眯起了双眼，开始掐弄起了手诀，白色的弯角便在他的身前悬浮起来，慢慢的化为一头雪白的麒麟。这麒麟愤怒的朝这棵梧桐树咆哮着，他双蹄一踏，便冲破了梧桐树叶的阻拦，撞向那一层红色的结界。白色的麒麟身形凝实，已然不是刚才的虚影。当一只火色凤凰从梧桐树之中飞舞出来与他相斗时，仅仅是一个照面，便被这麒麟的蹄子拍碎。麒麟怒吼着冲撞着梧桐树的红色结界，令这原本岿然不动的结界也开始微微颤动。独绝天老的妖力形成一条条细线，从他的身上连接到那麒麟的身上。此刻他好像与那麒麟二者合一，他便是麒麟，麒麟便是他。一丝神兽的威压从这麒麟的身上散发出来，让梧桐树抖动得更加厉害。鬼岩老祖很快将这些难缠的树叶劈碎，鹰姬也摇晃着蛇尾，来到了独绝天老的身旁。鹰姬蹙着秀眉，目光困惑地看着不远处的骆剑青和玄灵子。他仔细地观察着，低声说道：他们这是在做什么？如此时刻竟然不立刻离开，甚至也不阻止我等的行为。独绝天老则是神色复杂地看着这棵大树，他操纵着雪白麒麟不断地撞击结界，视线却扫过了梧桐树硕大的树冠，最后停留在树下的骆剑青和玄灵子身上。独绝天老压低声音，仿佛自言自语地说道：千叶梧桐，不死之火，凤凰涅槃，变得新生。而此时此刻，在树叶娑婆之中，清俊出尘的青年依靠着梧桐树而坐。他勾起勾唇，目光灼灼地望着眼前的人，后者则神色平静，目光幽深，静静地凝视着这青年，却无法露出一丝笑容。骆剑清淡笑着说道：凤族的秘法涅槃，是天下唯一与轮回有相似之处的秘法。师父，只要涅槃，我便可为你重塑轮回线。就算你不愿意告诉我为何你会失去这根线，我也一定会将它找回来。
让你重入轮回。玄灵子望着骆剑清许久，轻叹一声，道：“你便是那般想要知道原因？”骆剑清轻轻摇手：“我不想知道，但我却知道这一定与我有关，所以你才未曾告诉我。”望着青年微笑的模样，清冷淡雅的白衣尊者嘴唇微张，但到最后他还是没有开口。两人的左手紧紧相抵，骆剑清缓缓抬手，将自己的右掌按在了梧桐树的树干上。正在他准备将灵力灌输进这树干的同时，却听玄灵子低声说道：“只此一声，为师有你便足矣。”骆剑清身子一震，接着他转过头看向玄灵子，微微一笑：“我能成为你的徒弟，能成为你的道侣，并不奢求生生世世，只是一生一世便再无遗憾。”两人的目光在空气中交汇，骆剑清突然将自己的灵力传入梧桐树中，刹那间一团烈火便在他的身上点燃，那烈火将他包裹在其内，热烈的火焰好似能够灼烧万物，顺着骆剑清与玄灵子相抵的手掌烧到了玄灵子的身上。大火燃上了玄灵子的指尖，燃上了他的衣袍，燃上了他的发丝。当这火焰即将将他整个人吞噬时，却见玄灵子双目一缩，以急促的声音大声道：“剑清，上一世为师从未抛弃过你，收李修尘，为救你教导他，为救你。”断情崖上，李修尘蒙蔽玄灵剑，为师未曾来得及救你。若你要恨，便恨为师，然你切记，九莲夺天路不可全信，九莲尊者更是万万不可信。骆剑清双眸睁大：“师傅！”下一刻，大火将两人的身影完全吞噬，秘法涅槃完全启动。在断情崖第9重险境无边无际的黑暗中，一棵闪烁着火色光点的梧桐树疯狂摇摆，落下漫天的树叶，一半的树叶尖锐如针，直刺树冠外的20多位大能，一半的树叶涌入树干下的骆剑清和玄灵子的身旁，钻进火球，让这团熊熊燃烧的凤凰之火燃得更加热烈。树冠外，越来越多的尊者已经适应了这突袭的梧桐树叶，他们使用法宝，将这些树叶挡在身外3丈处，很快就加入到了攻击红色结界的队伍当中。白家老祖一枪向前，灵力枪影与红色结界碰撞，鬼岩老祖使出招魂幡，万千厉鬼不断冲向红色结界，还有妖族的几位海主和妖尊，人族各大世家和神剑宗等门派的长老，20多人渐渐全部开始攻击红色结界，令这硕大的结界不停颤动。梧桐树叶哗啦啦的作响着，一只又一只的凤凰虚影从碧绿的树干之间飞跃出来，向这些大能冲去。然而他们才刚刚飞出红色结界，便被雪白色的麒麟踩碎，丝毫没有还手之力。这只白色麒麟向天咆哮，用它那强壮结实的身体一次次地冲撞结界。这样的僵滞令所有修士都感到了疲惫麻木，谁也不知道他们攻击了多久，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这结界才会破碎，但是他们却义无反顾地攻击着，因为他们渐渐发现一股强大的力量从骆剑清和玄灵子所在之处缓缓地涌现出来。独觉天老大声喊道：“凤凰涅槃，九死一生，一经新生，则实力翻倍。各位，我们不可让他们真的获得涅槃，必须在他们成功之前将他们击杀。”凤族的秘法涅槃，闻名玄天大陆。一听独觉天老的话，许多摇摆不定的人族修士都彻底相信，原来那团包围了骆剑清2人的火焰真的是凤凰之火，他们也真的要进行涅槃。鬼岩老祖怒喝一声，忽然从手指间逼出了一道纯绿色的鬼气，点向自己的招魂幡，令这招魂幡上咆哮起凄厉惨绝的鬼嚎。浩星子也双目一凛，毫不犹豫的将一滴精血抵在了太化剑上，令这把仙器闪烁起耀眼光辉。一时间，
各种颜色的光芒在梧桐的护身结界上闪耀纷繁。梧桐树颤抖得更加激烈，密密麻麻的树叶从树枝上飞落下来，几乎如同绿色的雨，将众人的世界都染成绿色。那树叶铺在地面上，铺了足足1尺厚度，以树叶为血肉，绿色树叶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只绿色的凤凰。凤凰高鸣不止，疯狂地冲向那群攻击结界的两族尊者。雪白色的麒麟一见到这凤凰，双眼立即露出好战的光芒，他欢呼雀跃似的朝天怒吼一声，然后双蹄一蹬，往前飞去。一鸟一兽缠斗一起，开始一场惊天大战。绿叶凤凰不断的从口中吐出炙热的火焰，麒麟便引发一次次的狂风，将这凤火吹散。当凤凰用双翼挥舞出烈风时，麒麟便咆哮出极热之火，冲断攻击。三族神兽中，龙族骁勇善战，最为凶猛。每一条龙都有自己最为擅长的东西，也可以掌控不同的领域，而凤凰与麒麟却最为相似。凤凰与麒麟同样掌控风与火，前者还有可能掌控大地之力，后者还有可能掌控寒冰之力。然而能够掌控这两者的，无一不是种族中的皇者，早已灭绝在5万年前。这只雪白的麒麟是由独绝天老的麒麟角和妖力共同形成的，而那头绿叶凤凰则是以凤凰梧桐叶为血肉，其中的凤凰真意仅仅是当年赤云真仙留在本命梧桐树上的一些气息。赤云之死，魂飞魄散，灰飞烟灭，不留任何血肉，更不提与麒麟角相提并论的东西。这一战足足打了10天10夜，红色的结界不断颤动，绿叶凤凰伤痕累累，雪白麒麟也断了一只脚，可是却仍旧精神奕奕，目露凶意。而在那熊熊凤火之中，骆剑清引导体内那唯一的凤凰之火，燃烧着一片片梧桐树叶，让这把火将自己和玄灵子吞噬其中。这团大火将他们的血肉烧成灰烬，将他们的骨骼烧成粉末。就算是化神期修士的肉身，在最纯正的凤凰之火面前，都只能被烧灼殆尽，毫无反击之力。骆剑清只有一点点的凤凰火苗，但是他却拥有整棵梧桐的树叶。当两人的肉身完全被烧光后，他们只剩下元神依旧沐浴在这凤凰火中，依旧手掌相抵。玄灵子的元神脸色苍白，身形消瘦，十分虚弱，而骆剑清的青莲元神则在肉身被毁的一刹那便化为了人形，非常自主、自觉、自动的盘腿坐在凤火之中，甚至有种迫不及待的意味。熊熊的灵力与凤火在两人的身体里不断钻涌，骆剑清凝聚精神，运转起9连夺天路，施展着第7夺万物轮回，观察着玄灵子身上无数的因果轮回线，密密麻麻的线连接在玄灵子的身上，指向天空、大地、梧桐树，还有骆剑清。然而唯独便是没有那一根鲜红色的轮回线。在灼热滚烫的凤火中，骆剑清用尽心力的稳住了自己的精神。他一边操纵着凤火炙烤两人的元神，为真正的涅槃做准备，一边又操纵着一小簇的凤火接近玄灵子的元神中心，利用凤火中稀少的轮回真意，试图在玄灵子的身上再制造出一根线。凤凰为何可以涅槃新生？其实凤凰最为擅长的并非是风与火，更不是皇族的大地之力。所谓的大地之力，便是轮回之力。轮回之力不受天道控制，与这天地共生存。当轮回之力被削弱之后，变成了凤凰皇者可以控制的大地之力。涅槃事实上便是借助凤凰之火中细微的轮回之力，让每一只凤凰经历一个轮回，让他们的轮回线更加清晰凝实，实力也随之上涨。当年赤云真仙留给骆剑清的只是一点点凤凰火的火苗，他只能利用这点火苗，努力的在空中描绘着那根线的形态，将火苗从玄灵子的身上连向大地，
再从大地连向玄灵子。骆剑清早已观察过很多的轮回线，他知道玄灵子的轮回线应该在哪里，于是他用尽心力，不断的尝试。凤凰之火燃烧元神的痛苦，能够令任何一个大乘期的修士崩溃。然而此刻，玄灵子紧闭着双眼，没有发出一声痛苦的喊声，骆剑清更是仿佛没有察觉到一丝疼痛。他将全身心力都放在了重塑轮回线上，忘记周遭一切。这点火苗熄灭了，那便用梧桐叶再点燃一簇。每当火苗沿着玄灵子的轮回线位置行走一圈时，骆剑清都会耗尽所有的灵力，但他毫不犹豫地引凤凰火入体，以这狂暴的火焰代替灵力，继续运转九连夺天路。这种疯狂的行为，若是让别人知道，定会惊骇不已。以神兽之火代替灵力，这简直是自寻死路。骆剑清眼睑下的眼球不断颤动，元神被那躁动的凤凰之火冲撞的渐渐虚弱，但是骆剑清却依旧不管不顾地引导凤凰之火进入身体，继续为玄灵子重塑轮回线。这样的行为重复了100次、1000次、10000次。正当骆剑清再一次引火入体时，他忽然感受到自己的手被人抓住了。骆剑清艰难地睁开双眼，便见那个清冷俊逸的白衣尊者正微垂着眸子望着自己。他轻轻摇手，无法开口，但是一切却已经尽在不言中。玄灵子说：“放弃吧，剑清。”骆剑清心中一痛，反手握紧了玄灵子的手。放弃？如何放弃？一旦放弃，哪里还有下一次？若不放弃，你我皆会死在这场不断燃烧的涅槃之火中。可我绝不放弃。凤凰都无法承受如此久的烈火炙烤，更何况是你我的元神。骆剑清的心疼的再抽痛，他又哪里不知，如果再不进行真正的涅槃，他和玄灵子的元神恐怕都会被这凤凰火烧成灰烬。但是他根本不愿放弃这唯一的重塑轮回线的机会。涅槃不过是凤凰受了重伤或者陨落之后能够获得新生，同时增加生命的一种秘法。但是骆剑清所要做的却是利用涅槃时的轮回真意，给玄灵子重塑轮回。就算他们此刻涅槃成功，那也不过是增加自身实力而已。玄灵子仍旧没有轮回线，无法重塑轮回线，那对骆剑清来说便是毫无意义。骆剑清闭上眼睛，再不去看玄灵子。他一次次地继续重塑轮回线，再一次次的失败。正当他进行第无数次的重塑时，忽然一股强大可怖的风从他的身侧吹来，令凤凰之火也受到了颤动。骆剑清立刻睁眼往身后看去，只见绿叶凤凰被雪白色的麒麟一蹄子踩碎，整个红色结界疯狂的颤抖着，然后轰，结界破碎，两足大能飞入梧桐树的范围，开始往骆剑清这边赶来。骆剑清双眸一凛，立即开始进行轮回线的重塑。他将全部心力都放在了这一次的重塑上，青莲元神不断颤动，仿佛下一刻就能崩碎，但他一直咬着牙继续重塑。一根红色的线渐渐在火苗的指引下慢慢的形成。这根线十分纤细，细到难以用肉眼看清，但是它却是真真实实的从大地之上往上攀岩，一步步的在火苗的引导下向玄灵子的身体而去。梧桐树哗啦啦的落下树叶，阻挡着这些尊者大能前进的脚步，令他们不得不放慢速度。相距10里、9里、8里，骆剑清的额上渐渐冒出汗水，他努力的重塑着这根极其宝贵的轮回线，双眼中眼白都慢慢变为了鲜艳的红色，一点点的元神之力在向外扩散着，消失在空气中。这根线已经塑造了1/3，只剩下1/2、1/3、1/5。骆剑清的精神高度集中，他眼也不眨的盯着那一根线，盯着引导细线的火苗。身后的破风声越来越近，可是这根线就即将塑造完毕。正在此时，
却听一道怒吼声从骆剑清的身后响起。就是这一刹那，蒸！火苗瞬间熄灭，重塑了90%的鲜红色细线也倏地湮灭。骆剑清睁大双眼，鲜血顿时从眼睛中流出，滴淌在白皙的脸颊上。他猛地吐出一口鲜血，然后毫不犹豫地掐弄起手诀，将一道道火红色的印记打在自己和玄灵子的身上，启动了最后的一道秘法，开始最后的涅槃。凤凰之火更为残暴地燃烧起来，几乎是要将骆剑清和玄灵子的元神烧尽。他呼啸着吞噬二者，然而此时此刻，一头雪白色的影子却飞奔到了两人身前。他抬起蹄子就要拍下，却被一把尖锐的长剑挡住。骆剑清沉浸在凤凰涅槃中，以元神之力引导秘法开启。感受到这一幕，他立刻要睁开眼睛一起阻挡，谁料玄灵子却忽然伸出手指点在了他的眉间，将他定住。骆剑清的双眸不断颤动，他眼睁睁地看着玄灵子将手掌与自己分开，然后轰然一声，玄灵子身上的凤凰之火便全部熄灭，全身的元神之力都在努力挣扎。骆剑清用尽一切力量的想要站起来，可是在他的眉心，一颗鲜艳的朱砂痣却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刚才玄灵子一直点在这里，令骆剑清无法再动弹。到这个时候，骆剑清才明白，他便是击杀再多的大成后期的修士，他便是在如何能够越阶杀人，他也仅仅是渡劫期，与化神期有108000里的距离。涅槃一旦开启，便再无回头之路。若不完成涅槃，唯有死路一条。这场涅槃是由骆剑清开启，他也是真正需要涅槃之人。玄灵子抬起长剑，金色的剑光便直冲向天，将那头雪白色的神兽击退10丈远，然后愤怒的再次向他咆哮而来。骆剑清一双眼睛睁得滚圆，他的喉咙里好像泛出了一丝血腥味，可是他仍旧无法动弹。涅槃之法无声自动，火红色的符文不断的浮现在骆剑清的脸庞上、手背上，浮现在他裸露在外的一切皮肤上，令他看上去十分诡谲。然而这一切骆剑清却毫不在意，他死死的望着那个白衣尊者，一滴滴的血泪从眼眶中落下。独绝天老第一个冲破梧桐的阻拦，在麒麟之后来到了这里。他并没有与麒麟一样攻击玄灵子，反而向着骆剑清而来。但是玄灵子却脚尖一蹬，快速的冲到独绝天老的身前，挡住了他的攻击。天阶中气。几乎在见到独绝天老的一刹那，骆剑清便明白对方已经进阶。他是全盛时期的天阶中期，而玄灵子却是重伤未愈。骆剑清猛然吐出一口鲜血，他皮肤上的火色符文不断的游动，运转的更加迅速。雪白的麒麟与苍老的妖尊联起手来，向玄灵子攻来。绿色的树叶不断从梧桐树上落下，令骆剑清的视线一次次地被隔断。他看到了麒麟喷出火焰，令那个人倒跌10步；他看到独绝天老举起龙头拐杖，令那个人口吐鲜血。鬼岩老祖也赶来了，他放出万千恶鬼，不断噬咬着那个人的身体。妖尊阴姬也赶来了，他挥舞着粗壮的蛇尾甩在那个人的身上，令他被打落在地。他们都想往骆剑清这里冲来，但是挡在他们面前的却是玄天大陆最强大的修士。即使以一敌4，即使遍体鳞伤，他也依旧执着一把冰冷的玄灵剑，没有退让半步。白家老祖来了，他一见到那个人便疯了似的挥起仙气白灵枪向他刺来。雪白麒麟、独绝天老、鬼岩老祖、妖尊阴姬，还有白家老祖，所有人都向他攻击而来。他吐了那么多的血，身上又受了那么重的伤，一道道的口子在他的身上形成，可是却流不下一滴血，因为这是他的元神，这是他最后的元神。鲜血从骆剑清的双眼中流淌而下，眉间的朱砂痣也红得泣血。他看到那麒麟一蹄子
将那个人击飞，然后独觉天老用龙头拐杖打在那个人的胸口。一只恶鬼咬在他的元神上，令他唇边溢血，蛇尊阴姬的长尾将他缠绕，而白灵枪则是刺穿了他的手臂。正在此时，骆剑清忽然见到独觉天老等人又借机转身向他重来，玄灵子立刻抬起玄灵剑，一剑刺穿阴姬的蛇尾，令他惨嚎一声，松开了他。玄灵子以最快的速度向骆剑清这里冲来，玄灵剑挡在独觉天老的身前，将他的大山击碎。但是当他一转身时，一把冰冷的剑却穿胸而过，透破了他的元神。玄灵子身子一僵，缓慢的抬手，看到了那个刚刚冲破梧桐绿叶的白发老者。浩星子拿着太化剑的手不断颤抖，他的脸上露出惊恐、害怕、仓皇和无措。他忽然从玄灵子的胸口中抽出了太化剑，后者从口中喷出一口金色的元神精血，全部洒在了浩星子的脸上。脸上的金色鲜血让浩星子仿佛被灼伤，他茫然的呢喃道：“师弟。”骆剑清坐在远处，更是浑身剧烈的颤抖，猛地喷出一口心头血。他无法出声，但是一双眼睛却快要被鲜血浸染。他死死的睁大双眼，一直凝视着那边，凝视着那个重伤倒地的白衣尊者。浩星子突如其来的一剑令独觉天老等人彻底怔住，阴姬化为人形，左腿上是被玄灵子刺穿的伤口。他先是诧异的看着玄灵子，接着再转手看向那呆住的浩星子，低低一笑，未曾想到你还真的能下得去手。这一刻，独觉天老没有动，阴姬没有动，鬼岩老祖没有动，白家老祖也傻住了，没有动。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想过，有一天会真的看到玄灵子陨落。他们眼睁睁的看着玄灵子以剑代步，踉跄着走到骆剑清的身前，伸手穿过那熊熊燃烧的烽火，不顾元神被炙烤的疼痛，抚摸着骆剑清的发丝，那眼神缱绻而眷恋，仿佛在看待自己最心爱的宝物。轻轻的抚摸着那柔软的发丝，抚摸着那细长的眉眼，饱满的嘴唇，最后怜惜的将青年脸上的血泪擦拭干净，然后手指一点，让青年眉间那颗颤抖不已的朱砂痣更加凝实。骆剑清的瞳孔不断的颤动，玄灵子却微微勾起唇角，露出一抹释然的笑容。独觉天老睁大眼睛道：“快阻止他，他要布下结界。”轰！玄灵子一剑向下，细直冰冷的玄灵剑刺穿土壤，屹立于大地之上。玄灵子的右手握住了玄灵剑的剑身，用力的向下滑落，锋锐的剑刃便刺破手掌，留下一道道元神之力形成的金色符箓。骆剑清双眸震颤，挣扎着想要起身，玄灵子却一直将手指点在他的眉间。凤凰之火燃烧着他的手指，让纤细修长的手指慢慢化为白骨。玄灵子轻轻垂手，情不自禁的在那苍白的嘴唇上落下一吻，然后下一刻，他的身体猛然滑落，双膝重重的跪在了地上，右手紧握着玄灵剑的剑身，倒在骆剑清的怀中。砰！一道金色结界陡然出现在所有大能身前，将第一个冲过去的雪白麒麟撞飞。用化神中期修士的元神布下的护身结界，以凝视浑然的绝对力量挡在所有人的面前，阻拦住他们的去路，让他们只能望着结界中的两人，无法前进。结界里，白衣尊者将脸庞埋在青年的肩窝中，已经失去了任何气息。太华山玉霄峰峰主无因，道号玄灵子，于259岁迈入化神，436岁陨落于断情崖第9重险境。金色的结界将20多位大成七尊者挡在外界，无法再前进一步。雪白麒麟疯狂地冲撞结界，独觉天老带领众多妖族强攻，阴姬布下一道攻击性极强的阵法。鬼岩老祖和白家老祖等人联手进攻，法术的光芒在这道金色的结界上不断闪烁，梧桐树叶也簌簌的落下。
试图阻挡这些尊者的攻击。而他们就算突破了梧桐叶的抵挡，可来到这金色的结界时，也会被这道看似极薄的结界稳稳地阻拦下来。再强大的攻击，只要碰上这结界，便化为乌有，只留下一圈浅浅的涟漪。结界外是愈加焦急的两族大能，结界内是一个已经完全吃住的年轻人。骆剑清僵滞在梧桐树下，鲜红色的朱砂痣在他的眉间闪烁红光。他无法动弹，但是一双血色眸子却死死地睁着，嘴唇也苍白的几乎透明。他的肩膀上还有一份极轻却又极重的力量，安安静静的压着。那个靠在他肩膀上的人已经再无了呼吸，只剩下一道熄灭了气息的元神，用残存的力量维系着这座结界，挡住外界的所有风雨，挡住一切能够伤害自己的人。骆剑清并没有哭得出来，他仿佛整个人都傻了一样，就这样静静的坐着，任时光流转，任外界轰鸣。当独绝天老怒喝一声，突然翻手幻化出一座巨山，狠狠地向这座结界压去时，却听轰然一声，一道火光冲天而起，将金色结界中的两个人包裹入内，再也寻不到踪迹。独绝天老大声惊道：“不可让他突破！”在场的妖尊们立即施展全部手段，费力的攻击结界。人族中，鬼岩老祖和白家老祖等人也不断的攻击着，唯独一个白发老者茫然的站在众人身后，始终没有攻击。他不攻击，站在他身后的几位修士也没有攻击。这几位修士都是神剑宗的长老，神剑宗身为四大宗门中唯一的道修宗门，向来与太华山同气连枝。如今浩星子不动，剑啸老祖便也不动。剑啸老祖遥望着浩星子的背影，慢慢的摇了头。神剑宗一个长老上前说道：“师兄，剑云师弟也死在那骆剑清的手中，这仇我们不能不报。”然而剑啸老祖却道：“是剑云与其他人一起去追杀那骆剑清，他才杀了剑云。世间因果有报，我们确实要替剑云报仇，但那骆剑清却不欠剑云什么。”那长老立刻愣住：“师兄，您的意思是？”剑啸老祖喃喃道：“神剑宗真的应当为太华山马首是瞻吗？”浓烈的火光直冲向天，几乎快要燃烧到梧桐树最底下的一根树枝。当火舌真正卷上了梧桐树的枝干后，顿时如火上浇油。这大火更加炙热激烈，就算是大成后期的修士也一个个的落下汗来，热得浑身滚烫。望着这越来越大的烽火，殷姬的心里倏地有了一丝不祥的预感。他转手对独绝天老说道：“天老，此刻局势不妙，玄灵子的结界我们一时半会也无法破开。既然玄灵子已死，那处置这妖物便容易许多，一切可以暂时后议。”独绝天老冷冷道：“殷姬，你想逃跑？”一双碧绿的蛇瞳倏地凝缩成线，殷姬轻笑着眼唇，抬眸道：“天老，我还需畏惧那妖物？”话虽这样说，可殷姬的身形却往后退了半步，落入独绝天老的眼中。独绝天老的目光凝重深沉，他紧紧地盯在殷姬身上，后者丝毫不紧张，反而仍旧柔媚的笑着。到最后，独绝天老轻叹了一口气，传音道：“你若是觉得畏惧，那便先行离开吧。”此话一落下，殷姬转身便走，化为一道绿光，消失在天界。众人齐齐惊住，鬼岩老祖下意识的问道：“他这是要去哪儿？”独绝天老冷冷道：“他去做一些准备，即将布下一道阵法，困住这妖物。”鬼岩老祖的心里觉着有些不妙，可是却轻轻点了点头，没想出什么不对劲的地方。这群人族依旧在不断的攻击着，以鬼岩老祖和白家老祖为首，带领攻击。至于真正的正道之首浩星子，此刻却站在众人身后，一声不吭，低头望着自己的剑。再强大的结界也终有破碎之时。玄灵子
不过是化神中期的修为，并非仙人，以他最后的元神之力布下的结界，再如何坚固，在数位绝世大能的攻击下，也开始剧烈颤抖起来。而在这结界之中，熊熊大火将一切掩盖住，好像空无一人，没有任何声息。白家老祖怒吼道：“玄灵子已死，妖物！我要取你性命！”话音刚落，仙气白灵枪在白家老祖的手掌之中旋转起来，一道巨大的枪影浮现于梧桐树下。枪一出现，凌厉的枪气便刺穿了数片梧桐树叶，令那结界更加激烈的颤抖起来。白家老祖大吼一声，忽然喷出一口精血，全部喷在了白灵枪上。他的气息陡然下跌，可是白灵枪幻化出来的枪影却更加凝实。顶天立地的长枪让梧桐叶化为乌有，白家老祖愤怒的一枪向前，笔直的刺在金色结界上。铮！结界轰隆隆的颤抖起来，这次的颤抖令整个梧桐树都跟随着抖动。但是一刻钟后，抖动停止，这结界仍旧没有破碎。鬼岩老祖哈哈一笑：“看我！”说着，他翻手召唤出招魂幡中的上万恶鬼。他倒没有白家老祖那样的血海深仇，也不像他一般疯狂，只是将自己的手指刺破，滴了一滴血在其中一只恶鬼身上。这恶鬼的头上倏地长出一对角，丑陋的好似夜叉，疯狂地冲向金色结界，抱着结界就开始撕咬起来。除此以外，真正对这结界产生巨大影响的，还是那只雪白色的麒麟。麒麟一声怒吼，结界便会轻轻颤动一下，麒麟一蹄子拍下，结界上的金光便会急促的闪烁。足足攻击了1日以后，正当那雪白麒麟准备一蹄子拍下时，却听一道清脆的声响，这结界应声而破，终于彻底的消失在梧桐树下。独觉天老双目一缩，立即运转妖力，驱使麒麟往前奔跑。雪白麒麟咆哮着往熊熊烽火中冲去，那烽火燃烧在他的身上，发出滋滋的声音，将他白色的皮毛也烧焦。他不断的怒吼着，兽瞳中的好战和兴奋也更加明显。他完全不管那向自己袭来的烽火，反而激动的向烽火深处跑去。吼！麒麟一吼，天地颤动。独觉天老惊喜的大喊道：“找到他了，麒麟！杀了他！”一道强大的破风声从众人的身前冲来，伴随着麒麟兴奋的吼声，大地忽然重重的颤动起来。麒麟一蹄子拍在了地上，独觉天老也睁大双眼，期待的看着被烽火掩盖的地方。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连傻住的浩星子也抬起头，看向烽火深处。白家老祖原本已经提了枪，准备进入烽火击杀自己的血海仇人，忽然听到这麒麟拍地的声响，他怔了许久，才呆呆的说道：“麒麟杀了那小畜生。”话刚说完，他的脸上猛然浮现出欣喜的神色，肯定的重复了一遍：“麒麟真的杀了那小畜生，真的杀了那小畜。”最后一个字还没有说完，却见一道白色的影子忽然穿过重重烽火，撞在了白家老祖身上，将他击飞。白家老祖猝不及防的被击飞，直接飞出了梧桐树的范围，撞碎了10座小山，才终于稳住身形。他口吐鲜血，胸口的肋骨全部被撞碎，一张老嘴更是被撞得血肉模糊，牙齿尽碎，狼狈的倒在地上，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白家老祖如此凄惨，原因无他，只因撞他的是一头雪白色的麒麟。麒麟的尸体将白家老祖撞成半死后，倏地化为一道白光，向独觉天老的手中飞去。白色麒麟角被独觉天老牢牢抓在手中，这般变故一时间谁都无法接受。独觉天老第一个反应过来，警惕的往烽火之中看去，只见在这浓浓大火中，一道人影慢慢的浮现出来，由小变大，向着众人走来。这烽火好似有了自主的意识，他们乖巧的向两边让开，
将那个人的身形让了出来，露出一张俊美绝世的脸庞。这人穿着一身青色的衣衫，双手捧着一把染血的长剑，神色平静安和，不悲不喜。他便这样缓慢地走着，每一步走得看似不快，却一步就是10米距离。他的一步走在在场的每个人的心上。哒哒！除了独绝天老外，鬼岩老祖是在场最为强大的大能。他毫不犹豫地转身便走，但是他的左脚才刚刚离地，便感觉自己的脚下被什么东西牵扯住了。他低头一看，没有见到任何东西，于是他再次飞身离开。可是他才刚刚飞离地面1丈距离，便被一团红色的凤火拦住去路。鬼岩老祖根本没将这凤火看在眼里，他曾经与使用凤火的骆剑清交手过，这凤火在骆剑清的手中完全就是一个摆设，对他这样的顶尖大能并无太大的杀伤力。鬼岩老祖怒道：“给本尊让开！”下一刻，恶鬼与凤火撞上，炙热的火焰将这只恶鬼吞噬燃烧，令恶鬼发出惨痛的哀嚎。鬼岩老祖脸色骤白，他大惊失色的想往另一个方向逃，谁料一团团的凤火却拦在了他的面前，令他无力逃脱。和鬼岩老祖相同，一些妖尊和人类尊者也都下意识的想要逃跑，可是他们却通通被凤火拦住去路，任凭他们使出浑身解数，也无法将这凤火击碎，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被这凤火逼了回去，又回到原来的地方。此刻，那个清俊秀朗的青年终于走到了独绝天老的面前，淡雅的眉目好似细墨晕染，高贵的姿态好似端坐于霜天之上，俯视着脚下的这群蝼蚁。两族尊者毕竟人多，即使面对如此诡异的骆剑清，他们也不是那般畏惧。一个妖尊上前一步，呵斥道：“你这妖物竟然拥有我妖族的神物凤火！你非人非妖，你不当存在于这世上，你本就该啊！”一道高亢的凤鸣在梧桐树下赫然响起，众人惊骇的见到一只火色凤凰从骆剑清的身上飞了出来，直接飞入了梧桐树的茂密树叶中。这凤凰虽然只是幻影，可是其上的神兽威压却无法造假。那妖尊本来还想再说些什么，却被这一幕惊住。骆剑清却平静的看了他一眼，他便饥饿的身子一震，脚下一轻，然后再也无法开口。接着又是一道清亮的龙吟从骆剑清的身上响起，金色巨龙盘旋而出，磅礴威压骤然如海，压在所有尊者的身上。面对这样的血脉威压，人族还算不错，并没有太多失态，但是许许多多的妖尊却被这连续的龙凤威压压得抬不起头来。刚才说话的那个妖尊甚至直接单膝跪地，脑袋快要磕到地上。剩下来的妖尊中，除了独绝天老依旧拄着龙头拐杖，目光冰冷的看着骆剑清，其余人都狼狈不堪。骆剑清神色宁静的扫视了一眼，嘴唇微动，淡淡说道：“少了一个。”这声音实在太轻，但是独绝天老却听在耳中，却令他眼睛一缩，翻手便取出白色麒麟角，将雄魂妖力灌输进去，又幻化出一头雪白色的麒麟。庞大的麒麟呼啸着向骆剑清冲去，一条金龙和一头火凤很快从他的身上飞跃而出，与那雪白的麒麟缠斗上。见状，独绝天老脸色大变，手腕一动，一座大山便向骆剑清压去。这一次，骆剑清终于动了，他伸手握住了眼前这把剑的剑柄，滔滔灵力直入其中，一道青色的剑光直冲天地，将这座巨山劈成两半，令独绝天老也神色惊骇。在这耀眼的青色剑光中，还夹杂着一丝淡淡的金色。这把玄灵剑上沾染着一道道刺目的鲜血，这血慢慢的融化在骆剑清的灵力中，融化在他被巨山和麒麟震裂的虎口之中，融化在他的血液里，缓缓流到眉心，令那颗嫣红色的朱砂痣更加鲜艳。独绝天老的脸上闪过复杂的神色，他赶紧又画出一座大山，然后再次被骆剑清劈碎。
一座座的大山出现在骆剑清的面前，他所需要做的事便是最简单的抬剑、直劈。玄灵剑一次次地将这些大山劈开，当骆剑清劈到最后，真正走到独绝天老的面前时，后者早已唇边溢血，脸上惨白无光，前者却只是手掌被震裂流血，血液染红了冰冷的玄灵剑。骆剑清抬剑向前，剑尖指在那独绝天老的面前，平静地说道：“此刻我不杀你。”独绝天老双眸睁大：“你？我杀他们！”下一刻，骆剑清化为一道流光，突然出现在不远处的一位地阶初期的妖尊面前。那妖尊全然没想到骆剑清会突然出现，他下意识的化为原形，挥舞着翅膀往骆剑清扑去，但是一道青色剑光却从他的眉心劈下。这妖尊瞪大眼睛，死死的望着骆剑清，然后身体陡然被劈成两半，心脏中的妖丹也碎裂成两半。一个照面，死！鬼岩老祖惊惶的看着这一幕，不顾一切的努力逃跑。他们所有人都在疯狂地往这烽火以外冲破，根本不必言谈。他们也已经察觉到了，骆剑清已经成功涅槃，他或许已经突破大成期，甚至是化神期。然而逃跑并无意义，这注定是一场碾压性的屠杀。1年前，在那梦煞河的白雾之中，124位白家精英拼尽全力的想要逃跑，最终却只能无声的死在一道青色剑光下，尸体也都喂了河中的妖兽怪鱼。那时候和现在又有什么变化？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变动，唯一的变化就是在场的人全部都是大成期以上的修为，再没了白吉那样有点天赋便狂妄自大的伪君子。骆剑清一剑劈下，妖族便陨落一位妖尊。从第3海主到第11海主，独绝天老追在骆剑清的身后，暴怒急切的想要阻止他，可是他终究只能看着一个个的妖尊死在自己面前。这一幕让所有人修大能都目瞪口呆，他们想要逃跑，可是却被烽火困住，于是只能看着骆剑清一个个的击杀妖尊。有人甚至小声庆幸的说道：“难道这骆剑清还有良心，不杀同族修士，只杀那些妖兽？”下一刻，这说话的断魂宗长老便头手分家，再也无法说出一句话。血液流淌在梧桐树所在的大地上，一具具的尸体从空中坠落，砸在地面上，发出滔天巨响。先是妖尊，然后是人族。断魂宗、白家、云家、苍家以及所有的散修，短短一炷香内，妖族中只剩下一个机遇发狂的独绝天老，而人族之中只剩下鬼岩老祖、白家老祖、好心子和神剑宗的3人。熊熊烽火将俊美的青年包裹其中，他就仿佛一个桀骜昂扬的战神，一场大火倾覆而下，20多位绝世尊者相继灭亡，死寂在这断情崖底的梧桐树下慢慢弥漫。骆剑清一人一剑与众人对峙，气势超绝，不落下风。独绝天老追逐骆剑清而来，他范儿幻化出数座大山，一起向骆剑清砸去。这些大山上夹杂着天妖尊浑厚的妖力，刮起了数阵黑色妖风。却见骆剑清抬起玄灵剑，根本无需他多言，剑身上便闪烁起耀眼的金光，一剑劈开一座山。骆剑清双目一缩，眉心里再飞出一把双符剑，双符剑在空中幻化成6把长剑，朵朵开出8瓣青莲，轰的一声撞向了那些大山。在震耳欲聋的声响过后，大山全部劈碎。当独绝天老双眼通红的想要再战时，骆剑清已经飞速的离开。世人皆知，独绝天老的速度向来不快，虽然已经达到化神期，可是他的飞行速度只相当于普通的大成后期的人修，远不及玄灵子。如今他更是被骆剑清甩远。骆剑清的身上被红色烽火覆盖，这烽火延展出一双火色羽翼，
每一次的煽动都可飞出上百里的距离，于是，一眨眼间便冲到了任何一个大能面前，可以将其击杀。独绝天老追在骆剑清的身后，已经快要发疯，而人修们则各自相距较远。见到这情景，他们赶紧往同一个方向聚集。但是神剑宗的剑校老祖和其余2个长老才刚刚飞了一半，便被一个青年拦住。骆剑清抬步走到这3人的面前，目光微垂，淡淡的望着他们。自从临近寿命大限，剑校老祖第一次感觉到时间过得如此慢。他的灵识仔细的探查眼前人的修为，但是却被那层层烽火拦在外面，根本无法知道骆剑清的境界。他隐约觉得有一些不对，这个年轻的修士不该如此强悍，可是他却毫无头绪。剑校老祖在心中思索一瞬，道：玄灵子并非我等所杀。这是剑校老祖深思熟虑后所说的唯一一句话，他清楚的知道，唯独说了这样的话，眼前的人才有可能放过神剑宗。而他说的也没有错，当初神剑宗的众人都被拦在梧桐的绿叶之间，还没有穿破绿叶，玄灵子便已然陨落。可是这一次注定要让剑校老祖失望了。骆剑清左手执着双符剑，右手则执着玄灵剑。他缓缓抬起右手，玄灵剑的剑尖便指向那剑校老祖。他目光镇静的望着眼前的这些人，淡淡道：那又如何？话音落下时，一道雷霆轰然而下，劈在了双符剑上。引雷向前，瞬间将神剑宗的一个长老劈成重伤，口吐鲜血。剑校老祖睁大眼睛，急急道：骆剑清，你为何要如此为难我神剑宗？我等不过是跟随着太华山行事，今日也未曾对击伤玄灵子，你便不能如此放我们回去吗？我神剑宗定当与飞花宗一样，死守山门，100年内不再外出。闻言，骆剑清轻轻的动了动眉骨，抬眸望向那剑校老祖。只见后者拔出了自己的本命剑，目光灼灼的盯着自己。望着这番情景，骆剑清嘴唇翕动，但到最后却忽然大笑起来。他拿着那把沾了血的玄灵剑，放声大笑。一笑过后，金色剑光直劈而下，让那重伤的神剑宗长老一剑封喉，石海破碎。剑校老祖怒道：骆剑清！话音落下，剑校老祖抬剑便上，2道剑影交汇在一起，发出惊天的爆炸声，将那剑校老祖撞飞数里，直接飞出了梧桐树的范围。然而剑校老祖却不敢逃跑，他惊恐的睁大双眼，一边高喊住手，一边往骆剑清这里冲来。然而一切终究是晚了，玄灵剑冰冷无情的刺穿了神剑宗另一位长老的胸口，穿心而过。那长老原本还想开口说些什么，但是一道寒冷的力量却从玄灵剑上蔓延出去，将这长老的丹田封住。一瞬间，他的气息便全部消失，只能睁着眼睛死死的看着眼前的青年，竟然临死都不知道自己是如何陨落的。剑校老祖痛彻心扉的大喊道：不，骆剑清，你为何要如此对待我神剑宗？我等根本没有对你们造成任何威胁。回答他的是骆剑清轻轻甩剑时落下的一滴血。剑校老祖眼睁睁的看着骆剑清向他这里走来，走到他的面前，然后脚尖一点，向白家老祖冲去，竟然连一个余光都没有留给他。剑校老祖咆哮道：你为何不杀了我？骆剑清并未回答他，可是剑校老祖却一下子苍老了许多，他守着2位师弟的尸体，恍然间才发现神剑宗大成期以上的修士似乎只剩下了他一个。而在另一边，白家老祖所遇到的情境却远比剑校老祖要凄惨许多。他不断的向前飞奔，骆剑清便在他的身后追着。清俊秀朗的青年不言一声，只是安安静静的追逐着他。一道道剑光好似死神攻击在白家老祖的身后，令他不敢松懈。当被逼出梧桐树范围，进入到黑暗山群后，白家老祖怒喝一声，
终于再也忍不住地停下脚步，大声呵斥道：“骆剑清，你杀我白家100多人，今日便是死，本尊也要将你这畜生千刀万剐，为我白家的人赔命！”说着，白灵枪在白家老祖的手中凝聚旋转，道道尖锐的枪气冲破黑暗，向骆剑清刺去。骆剑清左手抬起双符剑，剑身上包围着闪电银蛇，他右手再抬起玄灵剑，耀眼金光冲破云霄。两把剑仿佛发生了共鸣，玄灵剑快速的往前而去，势如破竹，双符剑便化身为一道道的雷霆，伴随玄灵剑左右。剑光与枪影与半空中相撞，倏地破碎，令那白家老祖喷出一口鲜血，往后倒飞。之前那雪白的麒麟已经将白家老祖的肋骨撞碎，此刻他更狼狈的不成人形，脸上全是鲜血，身上也全是鲜血，他撞碎了7座山峰，最后轰然撞进大地之中，砸出一个大洞，连再起身的力气都没有了。直到那个青年走到这个大洞的边缘，垂目往下看时，白家老祖仍旧站立着牙齿，愤怒的瞪着他，用尽全身力气的想要出来。骆剑清抬起玄灵剑，毫不犹豫的一剑刺下。白家老祖同时大喊道：“你这样的妖畜，本尊就是死，下辈子也要吃你的肉，喝你的血，将你碎尸万段！”金色剑光在即将穿透白家老祖的丹田时猛然停住。听着这样的话，骆剑清微微动了动眸子，终于开口说道：“你还有下辈子？”白家老祖赫然怔住，只见这青年轻轻的勾起唇角，清澈双眸中顿时被黑色浸染。他就好像来自地狱的恶鬼，笑得残酷无情。他低低的笑着，长剑再次刺下，轻笑的声音中只留下一句简短的话：“100世后，我骆剑清要你不入轮回。”正白家老祖瞪大双眼，直直的盯着骆剑清，看着看着，双眼却再也没了色彩。而他自然也不知道，在他的脚下，一根鲜红色的线骤然暗淡，细了许多，又浅了许多。与他相同的还有鬼岩老祖、许多散修、各大妖尊等刚才已然死去的诸多尊者大能，他们的脚下红线全部变暗变细，有的人的红线甚至细到好似轻轻一碰便可以直接崩断。他们看不到这根红线，也并不知道这根红线到底意味着什么。9连夺天路，第7夺万物轮回。轮回一道，并非魂飞魄散，但一旦轮回线断，便此生不入任何世界，天地万物全没有你。骆剑清的眼中可以看到无数根鲜红色的线，它们有的缠绕在石头树叶上，有的缠绕在妖兽人族上，而如今在他的眼前，最为明亮的线一共有4根。梧桐树的轮回线鲜艳夺目，独绝天老的轮回线耀眼光辉，无法忽视。浩星子的轮回线结实凝练，好似龙筋；鬼岩老祖的轮回线深红暗沉，仿佛渗血。独绝天老还在骆剑清的身后追着，可是骆剑清已经飞出了梧桐树的范围。鬼岩老祖耗费了3000只恶鬼，终于冲出了烽火的包围，逃出了梧桐树的范围。但是他还未曾离开这黑暗的山群，便见到一个浑身欲火的人影出现在了自己面前。鬼岩老祖绝对没有想到，这一幕在10几年前也曾经被断魂宗的长老遇见过。那时候这长老还抱着最后的希望，妄图让第二海主拖延住这个年轻的修士，自己找法子逃脱。然后那长老死在了双符剑下，连一句遗言都没有留下。鬼岩老祖从那戒中取出了招魂幡，眼神阴冷的看着骆剑清。玄灵子已死，魔千秋也早已过了大限，那放眼人族，修为境界最高的便是这鬼岩老祖。就算刚才见识到了烽火的可怕，就算知道了骆剑清已经成功涅槃，可是鬼岩老祖却没有真正害怕对方会威胁到自己的生命。鬼岩老祖的修为极高，
鬼修的法术招式更是诡谲异常，非寻常修士可以比拟。鬼岩老祖的手中凝聚出绿色的鬼气，他冷声道：“骆剑清，今日你若放本尊离去，本尊可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若你定要阻拦本尊，那本尊愿意指点指点你这黄口小儿。”闻言，骆剑清却忽然笑了，他抬起双符剑，问道：“如何指点？”鬼岩老祖看了一眼不远处的白家老祖的尸体，心中有些微颤，但还是镇定的说道：“你可以问问本尊手中的万鬼招魂幡，问问他该如何指点你。”话虽如此说，可是骆剑清没有动，鬼岩老祖便也没有动。一阵阵寒冷的风从两人之间刮过，那独绝天老的脚步已经越来越近。骆剑清望着这看似镇定实则紧张的鬼岩老祖，他的目光好像能看透鬼岩老祖的心思，让他十分不适。正当鬼岩老祖准备再次开口时，却听骆剑清平静的声音响起：“很多年前，在那流焰谷中，我第一次遇见断魂宗的人。那时候他告诉我，识时务者为俊杰，他让我交出我所找到的宝物。”鬼岩老祖一下子怔住，不明白骆剑清的用意。后来我在魔域又遇见了断魂宗的人，他也用事实告诉我，断魂宗修士无耻又无义，欺软怕硬，恃强凌弱。骆剑清，你妖族屠杀我人族千万人，我恨妖族，因此我愿冒着生命危险，破天秦破海阵，领四方定神阵。为了人族，我几次将死于极北之地，却被万夫所指，千夫所骂。鬼岩老祖忽然心中觉得不妙，他脸色微变，道：“那都是好心子和独绝天老说的，和本尊无关。”骆剑清仿佛没有听到他的话，只是平静的看向他，冷声道：“我这一生除了妖族外，最厌恶的莫过于断魂宗。断魂宗之人如枯骨之躯，为何他会是正道？魔道公却是魔道。我所认识的每一个魔修都性情爽直，敢做敢当，为何断魂宗明明以人类鬼魂修炼，却可自诩正道？”鬼岩老祖大声驳斥道：“你这小儿，竟敢污蔑我断魂宗！”骆剑清双目凛然，他抬剑向天，喝道：“断魂宗亦是魔道！”话音落下的一瞬间，天空中忽然发出阵阵雷鸣，一道粗壮的雷霆从天上劈下，砸在了骆剑清手中的双符剑上。骆剑清掐弄手诀，双符剑上顿时雷霆汇聚，无数的雷蛇包裹着这细长的剑，看似平静的向那鬼岩老祖飞去。这一剑没有任何的波动，没有任何的气势，好像真的只是平凡的一剑，但是鬼岩老祖却整个人都绷直了，运转全身灵力，祭出了万鬼招魂幡。无数恶鬼发出嚎叫，向这把缓慢寻常的剑飞去。恶鬼与剑光触碰的一瞬间，便是魂飞魄散。这些恶鬼连一个声音都没喊得出口，便被剑光吞噬。见状，鬼岩老祖心中大惊，他下意识的想要逃跑，可是就在他刚刚转身的一刹那，一团火焰却从他的身后袭来，在他的身上点燃，开始剧烈的燃烧。啊！火焰之中，鬼岩老祖发出凄厉的喊声：“凤凰之火，至刚至硬，乃天下最阳刚之火。”当这最纯正的凤火燃烧在鬼岩老祖的身上时，他感觉到自己身上的每一寸皮肤都被烤焦烤熟，一丝丝的戾气从他的每一个细胞中弥漫扩散。这些鬼气与凤火接触时，都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让这鬼岩老祖感受到无法形容的痛苦。这场火烧了整整1刻钟的时间，鬼岩老祖的身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融化变小。当独绝天老追赶到这里时，骆剑清早已离去，但是这鬼岩老祖仍旧未死，他被燃烧融化成了一个小小的肉球。这肉球上泛着咕噜噜的气泡，粘稠浓腻，看上去十分恶心。一只眼睛
长在这肉球上，见到独绝天老到来，眼睛下的嘴巴立刻喊道：“救我！救我！”独绝天老惊骇地望着这肉球，犹豫片刻，接着就飞身离开。救我！肉球被烽火不断燃烧着，随着绿色鬼气的渐渐消失，这肉球也渐渐变小。这张嘴再也说不出一句话，肉球也被烧成了一滩血水。鬼气早已侵蚀了鬼岩老祖的身体，他自迈入鬼修一道，便以魂魄之身炼制了无数鬼魂。烽火是一切鬼魂的克星，可燃尽恶鬼。于是烧到最后，鬼岩老祖尸身不存，只留一点血水，生得如此荣耀，威名远震八方，死时却凄惨至极，并无全尸，只留血沫。而此时此刻，骆剑清已经缓步走到了一个白发老者的面前。这白发老者正然地望着他，手中还拿着一把沾了血的剑。他看着骆剑清平静无波的脸庞，一个字都说不出口，却又嘴唇翕动，仿佛想要说话。良久，骆剑清望着他，他也望着骆剑清。时间快速流逝，白发老者正欲开口，却见眼前俊美的青年将双符剑收回眉心，抬起了右手中的玄灵剑。骆剑清微垂着眸子，目光冰冷地望着眼前的白发老者，淡淡开口，声音却好似冰霜：“你为何杀他？”凄厉寒色的风呼啸而过，将这句话磨灭在逐渐冰冷的空气中。你为何杀他？你为何杀他？说出这句话时，骆剑清神色平静，仿佛没有任何触动，但是一双眼睛却红得气血，死死地盯着眼前这个白发苍苍的老者，每一个字都是从牙齿缝里挤出来的，他好像用尽了全身力气，千难万苦才终于说出了这句话。然而面对这样的质问，浩星子却迟迟没有回答。他怔愣地站在骆剑清面前，明明手中还拿着那把沾了血的太华剑，但是他却一脸并不知道发生什么的模样。良久，看着这样的浩星子，骆剑清垂了眸子。在这长久的对峙中，他竟然笑了起来。他的笑声起初很小，后来越来越大。他笑得癫狂，仿佛要将眼泪都要笑出来。当笑声戛然而止时，他的眼眶也确实通红，玄灵剑引起惊天霹雳，雷光一闪，将俊美白皙的青年映衬得更加孤寂。骆剑清沉默地望着浩星子，许久，他开口说道：“自我第一日进入太华山起，他便与我说，这里是我的家，这里是我一生要守护的地方。”浩星子紧握着太华剑，一声不吭。3万年前，九莲尊者崛起，自此玉霄峰独立于其他6峰之外，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太华首峰。他与我说，权力越大，责任便越大，玉霄峰世世代代守卫太华山，守卫正道。太华山在，人在，正道仁义在，玉霄峰便在。然后他就死在了你的手中。浩星子再也忍不住的说道：“剑清，我真的从未想过会，你为何要杀他？”嘶哑难听的声音从骆剑清的喉咙里吐出，他缓缓的抬起头，脸庞上早已被泪水打湿，双眼通红，身体颤抖。他倏地抬起玄灵剑，大声质问道：“就算你们追杀他到如此境地，就算太华山的弟子也参与到你的队伍中，他至始至终绝不杀太华山之人。浩星子，你为何杀他？他是你看着从小长大的亲师弟啊！你便是杀了我，也怎么会忍心对他下得去手，去杀害这样一个将一生全部奉献给太华山的师弟？”浩星子再也说不出一句话，他睁大双眼看着眼前机遇发狂的年轻修士，眼泪从骆剑清的双眸中流淌下来。他倔强的紧握着自己的剑，腰背挺得笔直，仿佛代替那个人成为了玉霄峰最后的傲骨，睥睨天下。从耳边呼啸而过的风仿佛在低低的哭泣，浩星子握着太华剑的手更加紧了几分。
他艰难地解释道：“那时我只是想去阻止师弟，却未曾想到真的会那样。我并非有意，我真的没想到。你没想到？”骆剑清的唇角微微勾起，露出一抹苍白的笑容。浩星子哑然怔住，他再一抬眸，却见一道金色的剑光猛然向自己冲来。他赶紧抬起太化剑抵挡，玄灵剑的剑芒撞上太化剑的，两者微微一颤，骆剑清往后倒跌3步。浩星子竟然倒跌7步！浩星子赫然大惊，骆剑清却不给他一点反应的时间。修长的玄灵剑在青年的手中如鱼得水，以金色剑光顶天立地，将整个世界都充斥为一片金色。明明这并非骆剑清的本命剑，但是骆剑清却十分顺畅地运转着九连夺天路，让自身灵力在这把剑的剑身中流转变换。那一场涅槃之火将骆剑清方圆100米的一切事物全部灼烧干净，大地成了乌黑的枯色，满地的树叶被燃烧成了黑色齑粉。那个跪在骆剑清面前埋在他怀中的人也慢慢与火成灰。骆剑清一直睁大双眼，眼睁睁地望着这个人永远消失在了他的面前。他感觉自己也快要随这阵大火而去，直到看到这把玄灵剑依旧于大火中长存，散发着金色的微芒。那涅槃之时的痛苦远超买龙骨袭涅槃时的疼痛。骆剑清此生还未曾尝试过这样的肉身之苦，每一丝皮肉都被烤焦烤烂，可以听到自己的骨头被大火烧得噼里啪啦的声响，也可以感受到自己一点点的消失在大火中的无助踌躇。然而，这真的很疼吗？其实也并不疼。骆剑清已然不记得那时候的感受，他只记得自己的心曾经疼过那一瞬，然后在那一瞬之后，便再也不会疼了。因为只是一瞬间，那个人的身体便消失在了自己的眼前，与这场大火融为一体，便是死也没有留下一个模样能够让自己当作念想。那个人彻彻底底的消失在了所有世界中，不入轮回，不生已灭。金色的剑光如同死神，将浩星子一路向后逼迫。被烽火淬炼过的玄灵剑此刻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将仙气太化剑压得毫无反击之力。真正重要的从来不是法宝，而是那个使用法宝的人。雄魂灵力全部灌输在这玄灵剑中，青色灵力与金色剑光一起大作，剑身上闪起一道道的符箓，终于开出了第一朵花。一朵8瓣青莲在玄灵剑上浮现而起，花瓣徐徐绽放，每在边缘处都浮出一层淡淡的金边。然后是第2朵、第3朵、第4朵，一直开到了第8朵。象征着大成期的8朵金莲全部绽放，但是玄灵剑上的光芒却没有停歇。骆剑清咬紧牙齿，视线紧紧的凝视在面前那狼狈不堪的白发老者身上，一滴泪便从他的眼眶中滑落，滴在了玄灵剑的剑柄上。刹那间，金光大作，一朵9瓣金莲于剑尖的位置骤然绽开，光芒彻天。骆剑清长喝一声，一剑向前刺去。浩星子赶紧拿起太化剑抵挡，但是那8朵青莲却直接带着玄灵剑的威压，撞在太化剑上，令这把剑发出一道道的剑影。浩星子抵挡不住，长剑脱手。正在此时，最后一朵9瓣金莲穿透了浩星子的胸口，穿心而过，让他错愕的睁大双眼。骆剑清满面是泪，双手执剑穿过了浩星子的心脏。他咬着牙，一字一顿的再次问道：“你为何杀他？”浩星子刚想开口，可是一张嘴便全是鲜血，汩汩的鲜血从他的口中流淌而出。浩星子艰难的从血沫中挤出了一句话，却让骆剑清倏地低笑，然后猛然将玄灵剑从他的心口拔出。浩星子说：“我真的不想，我十分后悔。”骆剑清抬起玄灵剑，一剑刺穿了浩星子的识海。后者眼神溃散，但是在即将陨落的前一刻，
骆剑清冰冷无情的声音却直直的传入他的耳中：你若是真的后悔，为何没有为他落下一滴泪？你若是真的后悔，为何刚才拼死也只想保全自己的性命？闭口不提，如何愧疚？浩星子瞪大双眼，气息却倏地消失。直到这个人死去，骆剑清都全然不知道对方为什么要杀了玄灵子。或许那只是一个意外，但是却是一个命中注定的意外。然而这个原因，知道与不知道，对骆剑清而言已没有太大差别。独绝天老已然追了上来，骆剑清将玄灵剑从浩星子的眉间拔出，眉间青光一闪，双符剑便出现在了左手之中。独绝天老看到浩星子的尸体，心中一惊，道：你竟杀了他？骆剑清沉默地望着独绝天老，并不回答。见状，独绝天老微微眯了眸子，一点也不敢大意地祭出了白色的麒麟角。为了追上骆剑清，独绝天老费尽周折，终于抵达此地。他或许不再有下一次机会，他必须把握好当下。滔滔妖力全部汇聚于白色麒麟角中，只听一道粗野的兽吼声后，一道白色的健壮身影陡然出现在了独绝天老的身前。这头雪白色的麒麟不断的从口鼻中喷出热气，一双眼睛有水缸大小，死死的瞪着骆剑清，眼中全是好战的意味。骆剑清的身上有着浓郁的龙族与凤族的气息，尤其是凤族与麒麟一族向来不死不休，让这雪白麒麟更加跃跃欲试。骆剑清右手执着玄灵剑，左手执着双符剑，目光镇定地看着眼前的一人一兽。却见独绝天老忽然大喝一声，那麒麟便咆哮着向骆剑清冲来，从口中喷出一团炙热的火焰，双手快速地掐弄手诀，手指很快变成了虚影。双符剑携带着雷霆之力向那麒麟冲去，而玄灵剑便从一旁不断加工，重伤在麒麟身上。独绝天老单手向天，妖力于空中幻化成一座大山，骆剑清便一脚跺下，一朵八瓣青莲从他身上绽开，冲向大山。两人在断情崖第9重险境处斗得难分胜负。起初骆剑清还落了一丝下风，但是慢慢的，雪白麒麟却竟然有了颓败的趋势。独绝天老赶紧又催动起那白色麒麟角，两人便在这样的情况下不断争斗，谁也无法将对方打败，谁也无法令对方重伤。就这样斗了整整3天以后，骆剑清双目一凛，趁着一次独绝天老被双符剑的剑锋撞飞时，突然往后逃去。他这样的行为令独绝天老猝不及防，赶紧命令麒麟阻拦住骆剑清。然而骆剑清宁愿被麒麟重伤一根手臂，也不管不顾的往前奔逃。独绝天老惊道：骆剑清，你到底想做什么？此刻骆剑清已经捂着不断流血的左臂，逃到了10里之外。独绝天老赶紧又追了上去，但是他的速度明显不如骆剑清快，很快又被骆剑清给甩丢。独绝天老飞速的在一片黑暗之中飞行着，他的左手里拿着一根龙头拐杖，右手中拿着一块白色麒麟角。刚才白色麒麟的爪子几乎快要将骆剑清的左臂砍断，骨头也断了大半截，只剩下一点皮肉连接着手臂。这样的伤势，若是没有一流的炼丹大师去治疗，恐怕10年也无法恢复如初。到底是什么能够让这骆剑清如此不管不顾的立刻离开？独绝天老骤然脸色一变，不好，阴姬！此时此刻，妖娆妩媚的妖尊阴姬正摆着一条长长的蛇尾，缓缓地穿过一片大湖，即将来到断情崖第8重险境和第9重险境交汇的地方。在10天前，阴姬攻击那结界时，心中顿觉不对，于是提前离开。独绝天老为他圆谎，谎称他是回去准备一个阵法。然而事实上，阴姬只是想先避避风头。妖界如今的4大妖尊中，独绝天老的本体无人知晓。
行为虽然此刻被人族囚禁，但他的本体和浩明一样，都拥有十分稀少的神兽血脉。唯独妖尊鹰姬，10000年前他还只是一条普通的小绿蛇，但是10000年后，他却成了4大妖尊之一。很多妖兽都有天赋技能，比如龙族，他们天生七阶，可腾云驾雾，召唤风雨。而鹰姬却有些不同，他的同族从来都没有什么太过奇异的技能，只有鹰姬从来都对危险有一丝敏锐的嗅觉。这种特殊的第六感时灵时不灵，并不一定每次都准确，但是曾经帮助过鹰姬躲避过人族的几次陷阱，也使得鹰姬能够一步步的从普通的蛇妖变成闻名玄天大陆的蛇尊。离开了梧桐树之后，鹰姬心中的那丝不安也渐渐消失。他准备在第9重险境的入口静观其变，毕竟只要他不愿意，独绝天老也无法命令他。在独绝天老的厌恶和自身的安全中，鹰姬自然会选择后者。刚刚飞越过一座山峰，鹰姬忽然心中一紧，心跳开始剧烈的加速，他的心脏扑通扑通的跳着，一种奇异的危机感遍布四身，让鹰姬立刻小心翼翼的提防四周，不敢大意。鹰姬躲在了一座山峰的背面，隐藏自己的气息，开始探查四周。令他诧异的是，周围并没有什么太多的东西，只有3头妖兽藏在3座小山。这妖兽似乎是断青崖独有的，鹰姬从未见过，可是他们的修为最高的也只有渡劫中期，鹰姬一个眼神都能将他杀死。然而鹰姬却不可能就这般放松警惕，他一直躲在这座山峰的背面，躲了整整7天。明明距离第9重险境的入口只剩下数百里的距离，鹰姬一炷香内就能飞出第9重险境这片黑暗的领域，但是他却就是不动。鹰姬蛰伏在黑暗之中，一双碧绿色的蛇瞳不断的打量四周，连一瞬都没休息过。大概在第8天的时候，鹰姬微眯了眸子，喃道：“这次的真的是错觉。”虽然这样说了，但鹰姬仍旧未走。他做了1天的准备，在第9天的时候，突然以一座天晴破海阵保护着自己，同时耗费了一个法宝，用超越自己的速度往第9重险境的入口而去。这样的准备简直是万无一失。天晴破海阵防御力极强，而且本就是鹰姬的自创阵法，他亲自施展开来，至少能挡住任何大成后期大圆满修士的全力一击，甚至可以撑过1个时辰。同时鹰姬还用了4、5个法宝不断的为自己加速，原本就只需要1炷香时间就可以离开这片黑暗，现在更是只需要几个瞬息。第1个瞬息时，鹰姬冲破了附近的山群，已然看到了入口处从第8重险境传来的光芒。第2个瞬息时，鹰姬又碾碎了1个法宝，再次加快速度。第3个瞬息时，鹰姬已经来到了第9重险境的入口面前，只差1步就可以离开。第4个瞬息时，鹰姬一只手已经离开第9重险境，但是他忽然停住。轰！天晴破海阵陡然破碎，一朵青莲破开大阵，一只手陡然抓住了鹰姬长长的尾巴，将他硬生生的拉回了第9重险境。守在第8重险境的渡劫七尊者们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只是眼睁睁的看着妖尊鹰姬出现在入口处，然后惨叫一声，身形又消失在了第9重险境的黑暗中。那条长长的蛇尾足有3米的长度，那只手堪堪只来得及抓住一点点尾尖，但也准确的将这条蛇拉了回来，又拖入了黑暗。鹰姬紧张的大喊起来，可是心中却闪过无数的法子。他没时间懊恼自己怎么没有幻化成人形，这样就说不定不会被对方抓住。他只是不停的在想该用什么样的法子去应对这个未知的对手。然后下一刻，鹰姬便见到了那个神秘的对手。怎么是你？鹰姬不敢置信的看着眼前的人，可是他却无法再说出下一句话。8朵8瓣青莲和1朵9瓣金莲在玄灵剑上闪耀生辉，
阴姬运转着浑身妖力，怒吼着化身成一条绿蛇向对方冲去，然后剑光斩断巨蛇的7寸，头手分离，蛇尊阴姬以他最不喜欢的模样倒在地上，他的蛇尾还在不断的颤抖，他的舌头却还暂时在呼吸，一张硕大的蛇嘴不断蠕动着，鲜红色的蛇信子从口中不断吐出。阴姬至死都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只有渡劫期的修士竟然能够一击就将自己击杀？明明只差一步，他就可以离开第9重险境，可他却就在这门口，被斩成2段。你到底藏在了哪里？为什么我找不到你？骆剑清的左臂几乎全断，右手中却拿着一把狭长的玄灵剑，他的脸色惨白无血，一滴心头精血从玄灵剑的剑尖滴下。刚才的攻击只在一瞬间，却也让骆剑清部署了足足10天。骆剑清根本没有犹豫，他先用青莲元神强硬的破开那座天晴破海阵，然后再拽着阴姬的尾巴将他拖回黑暗后，直接喷出一口精血落在玄灵剑上，运转9连夺天路，用自己最强大的力量一招将阴姬斩断。因为只要给阴姬一点点时间，他便可回到第8重险境，而在那里有许许多多的修士，他们都可以成为阴姬的肉盾。只要阴姬逃跑，以他的奸诈狡猾，骆剑清想要再抓住他便难如登天。骆剑清垂着双眸望着阴姬蛇尾下的一根红线，在他的注视下，那根红色的线越来越细，越来越暗，到最后竟然比浩星子、鬼岩老祖等人还要昏暗，几乎就要消失。望着这番情景，骆剑清的低声自语道：你能达到如今境界，已然透支了很多东西，有失必有得，有得必有失，你还剩下一世，好好享受下一世吧。下一刻，阴姬双眸一暗，聪慧如他，竟然没有明白骆剑清这句话的意思，便彻底的负了黄泉，根本没有多看阴姬一眼。骆剑清捂着僵断的左臂，陡然冲出了断情崖第9重险境。断情崖位于冲州之北，乃是36州的一大险境。古往今来，众人都知道这断情崖似乎是很多年前2位化神期大能交战而劈开的一处山崖，但是却并没有将这里太放在心上。断情崖并无太大危险，大成期修士入内几乎都可以全身而退。直到这一日，人族与妖族的绝大多数大能通通死在了这座山崖的底部。人族8大世家中，白家精英全灭，云家老祖陨落，苍家家主已死，墨家的长老们全部碎了本命石，还有余家、阙家、魏家和庚家8大世家死伤无数。以8大世家之首的白家死伤最为惨重，祖堂之上过半的本命牌全部崩碎，留下满地残渣。而在4大宗门中，归元宗和飞花宗闭门不出，断魂宗和神剑宗也几乎全灭。断魂宗的最强者鬼岩老祖都死在了这断情崖底，唯独神剑宗的剑啸老祖并未陨落。可是除了他外，神剑宗已经再没有了大成期以上的修士。也正是在这一天的清晨，太华山苍霜峰的一个弟子奉命清扫凌云殿。凌云殿上供奉着的是太华山的开山祖师太华真君的画像，还有4层灯塔。最顶层的灯塔上空无一物，第2层只剩下一盏灯。再往下数，灯越来越多。原本在那第1层放着的是玄灵子的本命灯，第2层共有2盏灯，一盏是骆剑清的，一盏是浩星子的。自玄灵子带着骆剑清叛逃之后，掌门浩星子便派人将这2盏灯取了下来，再也不供奉于凌云殿上。而这一日，新人弟子仔细认真的打扫着地面，正用湿布一点点地擦拭青石砖，却听咔嚓一道清脆的响声。这弟子诧异的抬起头，四处看了看，却没看到什么异常的东西。然后他又低下头擦地，但是这一次，当他才刚刚擦拭了一块砖面，
只听轰，玉灯的碎片从这弟子的面前飞过，吓得这弟子倒爬数步，抬头一看，不好了，不好了！掌门师尊的本命灯碎了。人族之中还有可以维系生命的灵物，各个势力自古流传了一些秘法，用来制作本命灯、本命石、本命牌等物。而在妖族中，妖兽一旦陨落，却是无人可知。当人族死伤惨重的消息传到妖境13海时，已经是2天以后的事情了。听到这个消息，无数妖兽齐齐大惊，他们疯狂地向断情崖涌去，急切的想要知道妖族到底情势如何。等他们冲过36州的界限，来到断情崖时，远远见到的便是一道青色的身影，一身青袍随风而动，勾勒着劲兽的腰身。这人便站在断情崖的边缘，于青天明月下，好似摇摇欲坠。他左手执着一把剑，环绕着闪电银蛇，右手执着另一把剑，剑身上金芒闪过。他就这样平静地站在断情崖的边缘，让冰冷刺骨的风吹过自己的脸颊，将一头长发吹拂而起。这风叫嚣汹涌，仿佛下一秒就能将这个年轻人吹走。但他依旧凭着一个单薄削瘦的身躯，双脚牢牢地站在地面之上，任风再大也毫不动摇。独觉天老在第3天的时候，从断情崖底冲到了顶端，一眼便见到了骆剑清。他翻手操纵起白色麒麟角，幻化成一头雪白麒麟，咆哮着向骆剑清冲来。但骆剑清却恍若未闻，仍旧痴痴地望着前方，直到那麒麟快要冲到自己跟前时，他才抬起双符剑将麒麟击退。左臂上的血液早已干涸，骆剑清挥舞双符剑的姿势非常奇怪。然而滔滔凌厉却毫不减弱，在麒麟身上掀开了一大块的皮毛。独觉天老没有再轻举妄动。此刻妖族和人族的大能已经来了无数，这些人之中修为最高的也不过是大成初期，绝大多数的修士和妖兽竟然只有合体期以下的修为。这并不是在说两族修士的实力已经退步到如此地步，而是因为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两族的绝世大能死伤无数。妖族中，妖尊行威被人族囚禁，妖尊浩明被废了妖丹，妖尊因机死。人族中，魔千秋早已陨落多年，正道更是伤亡严重。在人族排行前10的10位大能里，只剩下七洛、广灵子、秦思仪和秦归鹤4人。若是说这是一场屠杀，那战场指向的便是最顶尖的那些人。这场战争的结果看似是骆剑清获得了胜利，但是他却没有一丝喜色，只是站在悬崖边上眺望着无比遥远的地方。在那山与山的连接线上，一座座山峰好似波浪，起伏连绵，清脆的绿色点缀在这山脉之上，袅袅的炊烟从山谷之中升起。一轮滚圆的夕阳缓缓向地平线的方向落去，橙黄色的光芒遍布了整个天空，侵染了漫天的云霞，柔和了呼啸的寒风向前方伸展蔓延。在这样的天空之下，有多少凡人不知云层上的大战，仍旧幸福的生活着呢？凡人一世不过区区100年，平平安安的出生，再平平安安的离去，如此便是一个圆满。便是跨越化神，一步登仙，到头来又是什么？不过是去往一个更加强大的世界，得到更加强大的力量，然后孤零零的行走，孤零零的等待某一日无法突破，终止于大限之日。只羡鸳鸯不羡仙，低喃的声音在风声的撕磨中渐渐消失。骆剑清抬起双眼，清澈的瞳孔里便倒映出这样一个安静平和的世界。他的眼前是无数安居乐业的普通凡人，生长于一个安安稳稳的小国家，过着自己舒舒坦坦的小日子，有忧愁亦有喜悦。他的身后是一群不断修炼只为求仙的两族大能，他们的一生经历生死，能有如今境界，付出的不知是多少血泪。
这一切值得吗？值得。修仙之人修的是己，然后才是仙。那个人传授他九莲本心录的第一天，便这样与他说过。可是如今，他却觉得那个人说错了。仙就一定比人好吗？若是没有你，我要这仙做什么？我要这天做什么？狂暴的灵力在骆剑清的身上酝酿积淀着。独觉天老遥遥望着这一幕，手中拿着一只白色麒麟角，时刻准备进攻。而在独觉天老的身后，不少修士和妖兽都识相的赶紧逃离。这样等级的战斗，若是波及到他们，只需一个瞬间，他们便会灰飞烟灭。浓郁的墨色在骆剑清的瞳孔中积蓄着，他的长发无风自动，双符剑上也噼里啪啦的闪烁着银色闪电。然而就在灵力快要飙升到顶点时，却听一道清亮的剑音自骆剑清右手中的长剑上响起。骆剑清浑身一震，那即将爆发的灵力也骤然被压制。青衣的年轻修士动作缓慢的低下头，睁大眼睛望着手中的这把剑。下一刻，在这凄厉的寒风之中，众人竟然听到这青衣修士忽然痛哭出声，右手紧紧攥着拿一把剑。这一幕即使放在13年后，在场的所有修士和妖兽也都无法忘记。是怎样的悲痛，能够让这样一个顶天立地的绝世大能哭泣到崩溃绝望的程度？在接下来的3年内，独觉天老曾经多次的想要对那青衣修士进行进攻，可是却被对方一一阻拦下来。两人实力相当，势均力敌，就像当初曾经在断情崖发生过惊天大战的2位绝世大能一样。若是一方没有突破，那战争永远不会停止。第3年的时候，独觉天老却暂时压其息鼓了，因为那一日，正当他取出了妖族的一大宝物，准备借此将骆剑清一举击败的时候，却见骆剑清从那戒中取出一颗碧绿色的珠子。独觉天老双目一缩，惊呼出声：“阴姬的妖丹！”刹那间，一座天下间最稳固的天晴破海阵在这青年的身遭形成。绝世妖尊的妖丹竟然只用来布置一座防御阵法，这放在任何地方都是闻所未闻、不可思议，但是偏偏在这断情崖上便发生了这样不可能的事情。骆剑清无疑在与独觉天老纠缠，而独觉天老用尽手段也无法破了这座天晴破海阵。于是独觉天老只得加派人手守在断情崖四周，布下一座座的阵法，提防骆剑清的逃离。便是这样，开始了一个漫长的10年。俊美无愁的修士一日复一日的站在断情崖顶，遥望着远方。他的眉间是一朵8瓣青莲剑纹，右手里是一把修长冰冷的剑。他穿着一身沾了血污的青衣，沉默的站立于崖顶，任凭刮风下雨，从未挪动一步，仿佛雕塑。这10年内，第1年，距离断情崖最近的飞花宗曾经派人来看过。当时前来的弟子还是骆剑清的老熟人，名花仙子依旧如同100年前的清丽素净。他站在远方，毕恭毕敬的行了一礼，道：“骆道友，一别多年，却是沧海桑田。”骆剑清并未看他一眼，他也并不动怒，只是叹了声气，就转身离开。第2年的时候，归元宗也派人前来。佛子雨辰身穿赤色袈裟，一张白皙净朗的脸庞上全是笑意。他走到了天晴破海阵旁，行了一个僧礼，望着眼前的削瘦青年，笑道：“来时欢喜去10杯，空到世间走一回，不如不走这一回，也无欢喜也无悲。骆道友，如今的你可曾后悔？”听到这声音时，骆剑清握着玄灵剑的手指终于有了一丝的动弹。然而他仍旧没有转身看佛子一眼，也没有回答他的问题。佛子微微一笑，并未转身离开。他盘腿在骆剑清的身后坐下，开始默诵《妙法莲华经》。他在这凄冷寒风中与骆剑清相伴100日，诵了他100日的经文。
接着又是行了一个僧礼，再次转身离开。第3年的时候，魔道宫也有人前来探望。现任魔道宫的公主云香与左护法秦归鹤一道而来。云香再不像曾经的蛮横任性，他走到骆剑清的身后，看了看他手中的剑，又看了看他始终笔直的脊背。云香冷声道：“走吧。”秦归鹤诧异道：“这便走了？”云香淡淡的声音从骆剑清的身后传来：“他这样躲在天晴破海阵里自暴自弃了，我们又能做什么？”骆剑清双眸一动。第4年往后，太华山的人陆陆续续的来了。前3年时，因好心子组织了此次追杀，导致诸多大能的陨落。断魂宗、神剑宗以及8大世家联手反抗太华山，太华山花了整整3年，才恢复了一些元气，但也大不如前，威望不复，再没有曾经统领正道的风范。第一个来的人是一个红衣少女，她刚来便直接冲向了天晴破海阵，然后被这座阵法击飞。少女咬了牙从地上站起来，却发现阵法中的那个青衣修士根本没有看自己一眼，仍旧紧紧握着那把玄灵剑，抬目往前。穆天星大声道：“大师兄，说好的要照顾我，你便是这样照顾你的师妹的？”回答穆天星的是断情崖上一如既往的风声。早在见到骆剑清的第一眼，穆天星的双眼就被泪水充盈，但是他却倔强的没有泄出一点哭声，反而如同100年前一样，骄纵霸道的说道：“我可不管，你若是不理我，我便在这一直等下去，等到你理我为止。”半个月后，一身黑衣的魏琼英不远万里的赶来，将早已哭成泪人的穆天星带了回去。临走时，魏琼英朝着那个清瘦的背影行了一礼，道：“大师兄，多年不见，各自珍重，我们等你回来。”然后是火鱼冲和修痕，他们结伴来，与骆剑清说了一些话，没有得到回应后，便遗憾离去。后来谢子卓也来了，一身黑衣，宛如浸了鲜血，沉重压抑。当谢子卓一脚踏上这断情崖时，他身上的血腥味浓烈的令藏在封底的许多妖兽纷纷红了眼睛。这样的血腥味，得是杀了多少妖兽才能形成？谢子卓冷着一张脸，就站在骆剑清的身后，一声不吭。100年前，太华山四师兄谢子卓温雅风趣，天天爱笑。100年后，谢子卓的实力竟然超越了魏琼英和左云墨。刚刚突破渡劫初期，却再也没了笑容，就好像100年前一样。师弟经常偷偷的去玉霄峰下找师兄，然后师兄无奈被师弟拉着去做无聊的事情。两人此时也是这样的情景，只是这一次师兄却好像没有感觉到师弟的到来，仍旧怡然而立。良久，谢子卓道：“大师兄。”骆剑清依旧直接而立，并不回答。谢子卓道：“二师兄修为不够，半月前师父暂时接管掌门一位。断魂宗和神剑宗的修士1年前已经在不敢上太华山胡闹，但白家人依旧喋喋不休。你不必担心我们，一切都好。”望着骆剑清萧瑟的背影，谢子卓再次拱了拱手，转身便离去。临走前，他叔弟停住了脚步，道：“若是我也到了大成期修为，会不会当初能够助你一臂之力，免你在这断情崖顶苦历10年的辛苦？”话音落下，谢子卓化为一道流光，很快离开断情崖。最后一个来的是左云墨，他站在天晴破海阵的结界旁，微笑着与骆剑清说话。说的话都很简单，有时候会说如今太华山的事情，有时候会说当今天下的格局，有时候又会说起小时候的事情。然而至始至终，骆剑清都没有回应过一句，仿佛痴傻了一般，只是死死的望着远方的云霞青山。炊烟人家说了很多后，左云墨起身离开。他笑着留下一句话，却令骆剑清的眼眸一动，眼底也闪现了一道晶亮的光彩。
他说：“为何不报仇？到底该如何报仇？以我之能，无法参与到这棋局当中，但以师兄之能，却有了侄子的机会。记得很小的时候，师兄曾与我说过，他要做这世间最强大的修士。自此以后，天地宽广，任我遨游。你因痛失爱人而心灰意冷，那便为他做世间最强大的修士，为他杀尽天下人，用所有仇人的血当作祭奠。”说这话时，左云墨面带笑容，仿佛在温柔的低语，但是他说出来的话却恐怖可怕，其中蕴藏着极为疯狂的意味，几乎是要毁天灭地。左云墨留下这句话，便转身离开。而在断情崖顶，清俊秀朗的青衣修士却终于动了动眸子，嘴唇微张，似乎想要开口，但是却仍旧慢慢闭上了嘴。1个月后，一个金丹初期的女修，在一个元婴初期的男修的带领下，偷偷摸摸的来到了冲州，躲入了断情崖附近的一片森林。那元婴男修说道：“蓉蓉，再往前就是禁区了，按我们的实力和地位，根本不能进去。你为什么就硬是要来这里呢？这里如此危险，若不是你千求百求，我可不会带你来这里。你千万要注意安全。”那长相秀丽的女修立即点头说道：“谢谢你，明大哥，我来这里是想见一个人。我在很小的时候，曾经与2位大能有过一面之缘，还得到过他们的宝物，所以后来才能被荣沙门收入门下。明大哥，我们五沙国向来贫瘠，很少有根骨超绝的修士，若不是那2位前辈，我定然无法有如今境界。”明大哥叹了口气：“你说的人，难道是在断情崖上？”这蓉蓉先是摇头，然后又是点头。我听人说，他就在这断情崖上，但这也只是一个传说。现在冲州断情崖附近早已被封锁，合体期以下的修士都不能靠近。我也不想着能与那位前辈见上一面，只是远远的看着，朝着断情崖给他磕一个响头，便算是报了恩。正说着，那蓉蓉便拂了长裙，打算跪下。谁料就在此刻，却听轰隆隆，天地书地颤抖起来。蓉蓉和这名大哥惊骇的互看一眼，想也不想的就往外逃跑。然而他们才刚刚逃离数里，便又听到砰砰砰的声音从自己的身后响起。蓉蓉禁不住好奇，偷偷转头往后看去，忽然惊住：“明大哥，有人在破阵！”只见在那高耸料峭的断情崖上，一个青色身影急速往外冲去，不断的冲破一道道的阵法。地面上许许多多的妖兽和人修都大惊失色，赶紧的维护阵法，妄图拦下对方。可是这青色人影却根本没有杀他们的意思，连一眼都没看他们，一路穿破了81座大阵，直直的往东南方向而去。蓉蓉惊讶的捂住嘴巴，这是一个人？他是要去哪里？明大哥睁大眼睛道：“那个方向好像是罗州、豫州、秦州、瀛州，还有太华山。”金色的阳光透过淡薄的云层，将万丈光辉洒向这片安宁寂静的大地。玄天大陆的中央并不属于36州范围，这里有7座山峰比邻而立，6座山峰环绕在一起，形成一个圆形。第7座山峰则位于最中央，也身处在玄天大陆的正中央，占据了一条顶级灵脉。袅袅仙气环绕着整个太华山，环绕着7峰。这一日，太华山的山门处正有2个筑基期弟子守着，远远的他们便见到一道青色的流光往太华山而来。这2个弟子立即捏碎了传音符，换来了一个元婴期的内门弟子和数位金丹期的弟子。过去的这些年来，太华山不复往日，被断魂宗、神剑宗、白家等各大势力联合声讨，已如惊弓之鸟，时时刻刻都在小心防备。然而令众人奇怪的是，这青色人影竟然没有在山门处落下，反而轻车熟路的
破开了太华山的护山大阵，一路向着内门而去。领头的元婴期弟子立刻惊道：“不好！快去叫各位长老！”这道青色身影以极快的速度穿过了玉兽峰和青蓝峰，只留下一道极其微弱的破风声。玉兽峰峰主赵贤子尊者立刻从洞府中飞了出来，怒斥道：“是谁敢在我玉兽峰的禁地上空飞行？”很快，青蓝峰峰主玉清子尊者也从宫殿中飞出，他一眼便看到了远处的赵贤子，但是他才刚刚开了口，还未说话，便见到了那个青色的背影。玉清子双眸睁大，瞳孔颤动，剑青。话音刚落，玉清子顿时化为一道流光，直接追了上去。仅仅是几个呼吸的瞬息，这道青色身影便直接飞入了太华山最中央的那座山峰上，隐蔽于重重云雾之间。玉清子焦急的往这里冲来，但是却被玉霄峰上的无数禁制挡住了步伐。他急切的在外面喊着骆剑清的名字，然而却没有一点回声。不过多时，赵贤子、文龙子、广灵子等人也全部赶来，除了正在闭关的魏琼英和谢子卓、太化七子中，左云墨、火鱼冲、修恒和穆天星也全部到来。短短半日之内，整个太华山都听说了这样一个消息：骆剑清回来了。在过去的数十年里，骆剑清这三个字成为了一个禁忌，谁也不敢提，谁也不敢说。除了德高望重的峰主长老外，弟子当中只有太化七子敢再说出那个名字。在其他人口中，这个名字便成为了三个字：那个人。前面的30年中，掌门浩星子尊者还未陨落，他颁布太化令，向天下人通缉骆剑清。最近的这13年里，浩星子死于骆剑清之手的消息传播开来，更是没人敢在大庭广众下议论。骆剑清能够击杀那么多的妖族大能，能够将断魂宗的鬼岩老祖、白家的老祖杀死，他的实力肯定已经到了异常强大的地步。甚至有人说，骆剑清的实力已经超越了当年的玄灵子。于是很多人都在担心，浩星子尊者当年发布太化令，是否会让骆剑清迁怒太华山？太华山早已一日日地萧条，不再复曾经的盛况，但也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1日之后，太华山所有金丹期以上的修士都来到了玉霄峰外。他们无法进入这座布满了禁制的山峰，但是他们却小心翼翼地布下阵法，防止里面的那个人真的想要血洗太华山。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玉清子等人便一直在外面候着。布下阵法的事情，其实玉清子是不同意的，除了他，其余的几位尊者也并不赞同。然而为了太华山上千人的安危，他们必须做出决定，提防一切的可能性。一轮明亮的圆月从东边的天空中升起，冰冷月光如水清凉，为玉霄峰披上一层薄薄的银纱。太华山所有人都等在玉霄峰下，等候着那个上了山的人。在这人群当中，一个清朗儒雅的修士微微昂首，望向云层深处。你到底是想做什么呢？左云墨喃喃自语。而此时此刻，玉霄峰顶，一个青色衣衫的年轻人正坐在一间竹屋中，目光平和地望着眼前的情景。这是一张简单的竹桌，上面摆放了一些最普通的用件，右侧是书架，左侧是窗栏。骆剑清知道，从这个窗口往外看去，可以看到另一间屋子。骆剑清缓缓起身，一步步地走到窗前，看到了旁边的那座竹屋，那是他自己的屋子，而这里却是他和玄灵子的屋子。被困于太华山的100年，玄灵子日日在这里度过，他到底每天都在做些什么呢？骆剑清第一次觉得自己竟然如此不了解那个人。他开始学着那个人的模样，自己与自己下棋，又自己弹奏曲子给自己听。骆剑清的琴艺远不及玄灵子，对棋道也不算精通。只是一会儿，他便没了兴趣，就抬步来到书架前，随意的翻阅书籍。
这样的翻越很快便让太阳落山，朝阳再升。当忽然翻到一本书的时候，骆剑清赫然一愣，怔怔地望着这本书的封面，声音沙哑地读出了他的名字：春风浮生集。时间好像一下子倒退100年，100年前，一个红衣魔修笑意盈盈地将这本书送给了他，然后他将这本书塞进了玄灵子的书架中。如此一晃眼，竟然已经100年过去，还是在太华山，还是拿着这本书，但是他却再没了可托付生死的知己好友，也再没了这一生最重要的人。这世上他们都走了，终究只剩下他一个人。闭了闭眼睛，骆剑清手指一紧，指尖倏地燃起一缕火焰，熊熊大火吞噬了这本书籍，很快将其焚烧殆尽。骆剑清脚尖一点，再无留念的飞身离去。在他的身后，滔天大火轰然而起，炙热的烽火将一切事物都席卷进去。2座竹屋在大火中倒映出斑驳的光景，焚烧了上百年的回忆，也焚烧了骆剑清此生最后一点的眷念。一炷香后，骆剑清脚步轻捷地走在玉霄峰的禁地中，他学着玄灵子曾经的模样，一下下轻巧地避开所有阵法，进入了这座禁地。来到那座山洞时，一切都与曾经没有两样，只是当年是2个人，如今只剩下1个人。骆剑清将目光放在山洞最中央的那盏灯上，只见这盏9瓣青莲灯依旧只有2点火星，徐徐地闪烁着亮光。整个灯盏灰暗无比，一道道的结界包围着它，再往外便是一条环形的长河，河上漂浮着9朵青莲。上一次来这里的时候，骆剑清记得这9朵青莲全部枯败，但如今这些青莲已经稍微恢复了一点生息，不再那般颓废，仿佛开始有了一点新的生命。骆剑清垂下眸子，将视线凝视在青莲灯盏中心的那根灯芯上。这根灯芯通体青色，源源不断的力量从他的身上往青莲灯，往那9朵青莲上输送着。他几乎是以一己之力在为这盏灯，为这9朵花续命。嘴唇微微抿住，骆剑清伸出手想要穿过结界，却被这结界一下子弹开。正如浩星子没有来得及将进入玉霄峰的方法告诉左云墨一样，玄灵子去得匆忙，也没有将玉霄峰的所有禁制解法全部传授给骆剑清。于是禁地里的数道结界变成了骆剑清的第一重阻力。骆剑清双目一眯，一朵青莲元神便从他的丹田里飞跃出来，盘旋在半空中。不出骆剑清所料，当他的元神离体之后，环绕着青莲本命灯的9朵青莲便发出呼唤，与他的元神遥相呼应。骆剑清双手掐弄着手诀，施展出9莲夺天路，以这玄妙的力量引导着那9朵青莲，直接破开了9莲合体的第1重阵法。再往后是第2重，这些阵法就好像专门为骆剑清准备的一样，又或者说是为这青莲元神准备的一样。凭借着元神，骆剑清十分顺畅地穿过了所有阵法，来到了那盏青莲本命灯前，低手俯视着这裂痕遍布的灯盏，在凝视着那碧青色的灯芯。骆剑清低声道：“前辈，恕晚辈无礼。”这句话也不知是对9莲说的，还是对清俊说的。下一刻，骆剑清直接抬手握住了本命灯的灯柄，便要取灯。轰隆隆，一道湛青的光芒从青色灯芯上散发出来，好似利剑，直取骆剑清的性命。然而此刻的骆剑清早已不是当初出窍期的修为，他轻而易举地闪过了这道攻击，但是对方却不依不挠地继续攻击着。一道道的青光从灯芯射向骆剑清，再被他一一躲过。当最后一缕明亮的青芒在灯芯上凝聚，仿佛要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力量时，骆剑清忽然握紧了这盏灯，大声说道：“清君前辈，你便是已经化为灯芯，再无意识，也一定要这般护着他吗？3万年前，苍若妖尊死了，64妖尊全部死了，
近百的人类化神期大能死了，连莫清也死了。那么多的尊者大能，最后只剩下他九莲一人还燃有本命灯。坚定的声音从骆剑清的口中吐出，他长喝一声，用力的抬起了这盏灯。今日我便是要取灯，我不信九莲，我只信自己。九莲再如何妖孽逆天，他终究没有夺天。我玉霄峰传人世世代代用最后的生命来维系这盏灯，这盏灯早已不只属于他九莲，而属于我玉霄峰。他九莲对不起的64妖尊，对不起的人修大能，我骆剑清要对得起。若是他九莲真有那般厉害，你怎么不让他自己来阻止我，反而要你来阻止我？灯芯上的光芒没有一丝的减弱，他仿佛听不到骆剑清的话一眼，只是遵从本心，用尽全身力量的去阻止骆剑清取灯的行为。骆剑清双目通红，运转了全身的灵力。这盏灯好似一座巨山，重达100万斤，骆剑清的力量已经用到了70%，却仍旧只是将这盏灯从10座形抬了3寸。切！嗡！青色光芒终于聚集结束，轰的一声向骆剑清袭去。这一次，骆剑清闭了双眼，他的眉心闪过一道青色剑光，轻巧简单的便挡下了这道攻击。而这一道攻击过后，那根青色的灯芯更加灰暗了几分，仿佛失去了活力。望着这一幕，骆剑清微垂着眸子，叹息道：“清君前辈，你这又是何必？九莲清末丹再如何神奇，就算是传说中的9品神丹，如今也不过渡劫期的能量。在骆剑清面前，这样的力量无疑是螳臂当车，他并不想与清君为敌。但是失去意识，化为灯芯的清君，却只会阻止他。玄灵子说：九莲夺天路不可信，九莲万万不开信。莫清又说：这世上唯你可夺天，解救我等，解救他人。九莲夺天路修炼到第7重，已然可以看破天地间地一些规则禁制。骆剑清清楚地感知到，九莲尊者的这盏本命灯与九莲夺天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与夺天有关。他甚至也看到了，在这盏灯的上面流转着3万年来无数玉霄峰峰主的生命能量。骆剑清终于明白，这盏灯为何过了3万年始终没有熄灭。为了维系这盏灯，过去的3万年里，每个玉霄峰峰主都会选定徒弟，悉心教导他，然后在自己临终前来到这禁地里，将自己最后的力量传入这灯中，化为那2点火星的燃料。所以在70年前，清君说他会化作灯芯，免了玉霄峰的悲哀与无奈。为何你们都信九莲，都相信他可以创造奇迹？这一点莫清无法回答，苍若妖尊无法回答，死去的那么多大能尊者无法回答，3万年来的每一任玉霄峰峰主无法回答，骆剑清也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因为他发现，在玄灵子告诫自己千万不可相信九莲之前，他也一心一意的相信那九莲夺天路，甚至将其当作自己最后的保命手段之一。我命由我不由天，我命由我不由人。既然九莲没有成功，与其相信他没有死，他还可以创造奇迹，不如依靠自己，由我来夺天。骆剑清大喝一声，双手握紧灯柄，猛然将这盏灯从10座上抬起。这一刻，再无任何力量可以阻止他带着这盏灯离开。骆剑清化为一道流光，飞速的穿过了玉霄峰禁地。这禁地在他的身后轰隆隆的化为乌有，成为一堆碎石。3万年来守着这样的地方，本就是愚蠢至极。与其去相信一个曾经的天才，不如相信未来。轰！一声巨响过后，太华山所有长老弟子都抬起头，看向被云层包围的玉霄峰。只见一道青色流光从那厚厚的云絮中穿过，径直的飞出了玉霄峰的范围。众人赶紧顺着那身影远去的方向看去，
广陵子尊者脸色一变，大声道：“那是我浩明峰的方向。”浩明峰上，数座金碧辉煌的宫殿楼宇鳞次栉比，点缀在青山绿水之间。只见一个穿着黑色长袍的年轻修士从天空中一飞而下，落在了浩明峰执法堂前的广场上，快步向里走去。一路上，有数位刚入门的新人弟子激动地向这修士问好，后者也微笑着回应，端得一副风度翩翩的模样。等走到执法堂门口的时候，年轻修士撇撇嘴，不满的小声嘀咕道：“怎么今天就这点弟子，看不到一个金丹期以上的？”话音落下，他又抬起脚，大步一跨就进了执法堂。这时候，执法堂里也只剩下2个金丹期弟子守着。见着这年轻的修士，两人的脸上闪过一抹不情愿，但还是老老实实的行了一礼，道：“李师兄，您回来了。”李修臣大臂一挥，虽然想要隐藏，但是骨子里的傲慢却无法遮掩，给我把这2个任务消了。那2个弟子立刻去清除了李修臣所领的任务，并且给他带来了奖励。正在此时，李修臣问道：“今天是怎么回事？”宗门那边的禁制多开了一道，我进浩明峰后也没见到几个金丹期以上的弟子，出什么事了？顿了顿，李修臣双眼一亮，难道是断魂宗的又来踢馆了？一听这话，其中一个弟子脸色倏地一沉，但还是好脾气的解释道：“断魂宗没有来踢馆挑衅，李师兄，今日也没有您大显身手的机会。”李修臣的脸上闪过一抹失望的神色，这时便听另一个弟子轻哼了一声，说道：“记得100多年前，我们与李师兄同时进入太华山，却不想100年过去，李师兄竟然已经达到合体期境界，已然超越青兰峰的牧师姐。”李修臣忍不住的扬起下巴，微笑起来。正在此时，却听那弟子又继续说道：“不过最近之所以太华山如此戒备，是因为另一件事。李师兄，您可能一心赶路回太华山，没有听到这风声。其实数日前有一个人回到了太华山。”李修臣心中一紧，下意识的问道：“谁？”“他就是啊。” So， 一道金色的光芒从李修臣的眼前一晃过，他只来得及看到那执法堂弟子惊恐的眼神，便被一股强大的力量给扯着向后跌去。毕竟已经是合体期的修为，李修臣在一时的害怕紧张过后，赶紧就运转起灵力开始阻挡。然而他的灵力便如同水滴入大海，轻飘飘的被对方的灵力击散，连一丝反抗的力量都没有。李修臣恐惧的睁大眼睛，再也没有了刚才得意潇洒的模样。他大声呼喊道：“是谁？是谁竟敢在太华山动武？我可是浩明峰峰主，太华山的现任掌门广陵子尊者的内门弟子李修臣，你竟敢这样对我，不怕我师父杀了你吗？”回答李修臣的是更加缩紧的力量，这力量扯着李修臣一路往后倒飞，整个人贴在地面上滑行。他身为合体期修士，自然是皮糙肉厚，可是石头和沙子摩擦着他的头皮，那人又拽着他的头发和腰部一起往后拖动，令他疼得龇牙咧嘴。等李修臣被拖出执法堂后，浩明峰上剩下来的所有弟子都赶了过来，见到了这一幕，只见他们心目中仅次于谢子卓的李修臣师兄，此刻竟然被一根金色的绳子捆住了，倒着往后拽。这根绳子上闪烁着金光，看似普通寻常，但是却令李修臣如同一只被抓住的癞蛤蟆一样，四脚朝天的胡乱挣扎。众人顺着绳子再往上看去，刹那间全部呆住。只见在那轻纱朦胧的云雾之中，一个青衣修士一世独立，左手托着一盏青莲玉灯，右手执着一把金色的剑。那根捆住李修臣让他无可奈何的绳子，竟然只被这修士用一根手指头牵着。这修士微微垂眸，一双细长凤目冰冷无情，眸光潋滟间只泛着森冷的寒气。
可谓是眉目如画，气质绝尘。浩明峰上的这些弟子从未见过这样好看的人，他们一个个看得吃了。甚至有以往崇拜李修尘师兄的年轻师妹，早已忘了是这个人在拖走他们的李师兄，反而目不转睛地看着。李修尘被脱离了地面，当他腰间的绳子忽然拧紧，将他倒挂在半空中时，一丝惊悚熟悉的感觉忽然回到了他的脑海中。他僵硬地转过头，终于看到了那个提着自己的人。在看到那张脸的一刹那，李修尘看到的不是其他人眼中的美人面，而是一张恶魔修罗的脸。洛剑清，洛剑清，洛剑清啊！20年多年前，在那断情崖底，发生了李修尘这一生最想遗忘的事情。他虽然用宝物给自己制造了一个假身体，施加在那个身体上的伤害不会反馈到本体，但是他却能真真实实的感受到疼痛。这宝物是李修尘在一个遗迹里得到的，是那遗迹主人好运气得到的仙人宝物，也是剧情里属于他的东西。这宝物如此难得，当然不可能保住两个人的性命。李修尘当初之所以要让勉昌尊者和自己一起下第9重险境，是不想浪费宝物，能不死当然是最好的。至于勉昌尊者的命，李修尘从来没有放在过心上。那家伙要是死了，是他自己实力不足，输给别人哪里怪得了他。至于后来的事情，李修尘更不想回忆。他万万没想到，洛剑清竟然看出了自己的诈死阴谋，迟迟不肯将自己杀死。而且洛剑清的实力还比他高出那么多，他就是想自杀也没有一点法子。于是他便被洛剑清吊在捆仙索上，一路从梧桐树撞到了第9重险境的入口。洛剑清，为什么是你？为什么又是你？面对李修尘的怒吼，洛剑清只是轻飘飘的看了他一眼，便转身离去。这时候广灵子尊者等人也全部追了上来，他们震惊的看着洛剑清用捆仙索将李修尘捆住，准备离开。广灵子尊者立即上前说道：剑清，他是我的弟子，你这是要做什么？洛剑清抬眸看了广灵子尊者一眼，并不多言。又要离开？广灵子怎能让洛剑清在自己的面前直接掳走自己的弟子？他立即上前阻拦，但是却被洛剑清挥起玄灵剑，一剑光挡下。看着这把熟悉的剑，广灵子尊者倏地屏息，再也没有了动手的意思。世人皆知，太华山的广灵子尊者向来豪迈，性情粗犷，但是却不知此刻他望着洛剑清手中的这把剑，竟然有些哽咽，声音沙哑的说道：师伯知道，你向来不喜欢师伯的这个弟子，可他毕竟是太华山的弟子，他也未曾招惹过你。若是真的就让你如此掳走了他，那太华山的颜面何在？洛剑清捏紧了右手中的剑，望向广灵子尊者，却久久不言。广灵子长了一双浓眉大眼，此刻却双眼含泪，踌躇许久，才从那戒中取出几块碎片，道：若这弟子不是做了什么必须要死的事情，你可愿意将他还来？这里有几块碎片，想来你也想要他们。洛剑清双眸一缩，抬手便将这些碎片吸了过来。金色的碎片悬浮于洛剑清的面前，他低眸望着这一块块的碎玉，牙齿渐渐咬紧，忽然拂袖将碎片收入那戒之中。下一刻，他看向广灵子，终于说出了自己来到太华山后的第一句话：他该死，但他不能死，他有大作用。若你不信，师伯，你此刻杀他试试。广灵子正在原地，你不敢杀他，那我来杀他。一道低沉的声音从洛剑清和李修尘的身后倏地响起，众人转目一看，却见一个黑色的身影快似闪电，眨眼间便飞到了李修尘的身后，决绝毅然地刺下了一剑。然后轰隆隆，天空中
一道红色的闪电飞快地劈在了那黑色人影的身上。饶是他有渡劫期的修为，也被这道闪电在右臂上劈裂了一道血口，股股鲜血从这伤口中流淌出来，一把长剑被这力量震得直接脱手，落入下面的森林。广灵子尊者睁大眼睛，子卓。谢子卓抬起没有受伤的左手，轻轻擦了擦唇边的血液。他根本没有理会自己的伤势，他反而抬起头看向神色复杂的骆剑清，苍白的脸上艰难地露出一抹笑容。谢子卓语气苦涩地问道：大师兄，为何在100年前你从不让我如此做，不愿意告诉我这一切呢？骆剑清手指微紧，却没有回答。玉清子尊者赶紧为谢子卓疗伤，可是那一道雷霆却直接将谢子卓的左臂骨头劈碎，至少需要10年修养才能恢复原状。他本身便是渡劫初期的修为，能将他的骨头劈碎，可见这雷霆有多么骇人，来得有多快，才能让谢子卓无法躲避。然而此时太华山的众人望着骆剑清和被他提在手指上一脸呆滞的李修尘，却再也无法开口。刚才那道雷霆他们看得清清楚楚，在场修为最高的修士除了骆剑清外，便是广灵子。那道雷霆根本就没有一丝预兆，完全是杀招，要将袭击李修尘的谢子卓给击杀。若不是谢子卓避让开来，这一道雷霆足以将谢子卓劈成重伤。所以为什么会有这样一道雷霆？李修尘有什么特别之处？骆剑清又为何会知道？众人狐疑的目光全部都瞄向了骆剑清，只见后者目光平淡的看了他们一眼，视线在左云墨和谢子卓的身上停留一瞬，接着转身便走，唯独留下一句话：若是想要知道真相，50年后极北之地，我等你们。嗖！一道青色光芒从灰白雾色中一闪而过，广灵子尊者大喊着，剑清想要再追上去，却只追了数百里，便被对方甩开。回到太华山后，广灵子看着自己重伤的徒儿，又是心疼又是无奈，长叹了一声气后，广灵子问道：子卓，你之前若是知道些什么，为何隐瞒着我们，不肯说出来？冷峻倔强的黑衣修士撇开视线，不肯回答。广灵子不住的叹气，但是看了看谢子卓左臂上的伤势，又只得安慰道：知道你生气，师傅也知道你委屈，但是这件事却由不得你任性了。臭小子，你和你大师兄最要好，什么事都听他的，可如今这件事却不是你们的私事，你快将李修尘的事情一一说来，不许遗漏。这个问题直到1年后，广灵子尊者才得到答案。任凭太华山的诸位尊者怎样威逼利诱，就算广灵子尊者说出你再不说，从此以后便不是我浩明峰的弟子，这样的话，谢子卓也只是眼睛一红，还是不肯说一个字。直到玉清子尊者严肃的说道：你若不说，从今日起太华山再也没有玉霄峰，玄灵子不再是我太华山的太上长老，骆剑清也再不是我太华山的首徒，他们的一生与太华山再无瓜葛。虽然他们早已被浩星子师兄从太华山的弟子名录中除名，但你如果依旧不肯说出真相，那他们以往在太华山的痕迹也会被一一抹去。自此，介子卓才将自己知道的所有事情和盘托出。然而谢子卓说出来的话却让众人的困惑更深，为什么骆剑清自李修尘刚进入太华山的那一日起，便这般厌恶于他？这个问题终究得不到解答。在起初的7、8年内，各大宗门实力和妖族那边还会向太华山施压，要求他们将骆剑清的下落交出来。可是太华山却守口如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不愿意说出骆剑清的下落，也是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骆剑清带着李修尘去了哪里。说来说去，太华山也只能说出一句话：50年后，骆剑清应当在极北之地。
可就是这句话，又怎么能让天下大能满意？尤其是妖族、断魂宗和白家。妖族的4大妖尊只剩下独绝天老一个，行威早已被人族于数十年前偷偷施展秘法，废了妖丹。断魂宗的鬼岩老祖死于骆剑清手中，其余大成七长老也只剩下一个。除此之外，最为凄惨的莫过于白家了。100年前，白家是8大世家之首，白家老祖的实力更在人族之中排名前10。可如今，白家精英陨落100多人，大成期、渡劫期的修士全部死绝，合体期修士也只剩下寥寥数人，甚至连白家下一任的家主继承人白吉都惨死于骆剑清之手。白家早已没落，但是他们还拥有大量的财富和秘法阵术。他们恨极了骆剑清，恨不得喝他的血，吃他的肉。只要谁能让骆剑清死，他们便愿意奉上80%的家财。在这众多的宗门势力的逼迫下，太华山不得不摆出强硬的姿态，减少了与外界的来往。时间一晃而过，太华山每10年都会对外招纳弟子，也渐渐多了许多从未听说过骆剑清这个名字的弟子。每当有人问起太华山7峰中间那座荒无人烟的山峰时，便有老弟子讳莫如深地告诉他，这是太华山的禁忌，切记不可再问。随着骆剑清的消失，曾经轰动了整个玄天大陆的传奇也慢慢无人再谈。有人曾经说在4大显地中的卯家之地见过骆剑清，妖族立刻派人前去，却扑了个空。有人说在8大荒原中的岩沙荒原见过骆剑清，断魂宗的修士赶了过去，却不见人影。就如同他出现时的一般神奇，骆剑清带着太华山号名峰上一个优秀的内门弟子，消失在了玄天大陆上。虽然妖族和其他宗门势力还想再追寻骆剑清的踪迹，将他击杀，可是却无能为力。在这过去的50年里，发生了几件惊动玄天大陆的事件。在骆剑清消失的第3年，归元宗的佛子雨辰正式迈入渡劫期。成了骆剑清和谢子卓以后，玄天大陆第3个迈入渡劫期的年轻俊杰。据说在他迈入渡劫期的那一日，天上开出了朵朵佛光金莲，共有7749朵，令天下苍生得到佛法洗礼。也据说魔道公送来一份大礼，佛子雨辰却婉转的拒绝，未曾收下。在骆剑清消失的第19年，太华山也迎来了第2个迈入渡劫期的年轻修士，正是太华七子中的3师姐魏琼英。魏琼英达到渡劫期后，魏家又派人前来，希望他重回魏家，但魏琼英却坚定拒绝。在骆剑清消失的第26年，魔道宫上空乌云密布，现任公主云香试图跨越渡劫期，却惨遭失败，险些丧命。天下修士此时早已快要忘了骆剑清的存在，纷纷将目光对准了满目疮痍的魔道宫。若不是断魂宗还有七洛、秦归鹤和秦思仪3位大能存在，恐怕魔道宫早就不存于世。但即便如此，断魂宗私下里也有一种说法，等再过200-300年，七洛、秦归鹤和秦思仪相继到了大限，他们一旦陨落，魔道宫还不是我等的囊中之物。这样的说法在骆剑清消失的第43年彻底化为了乌有。这一年，妖境第12海上忽然掀起了滔天飓风，可怕的风暴在第12海的上空整整刮了9981天，当时是阴风怒号，乌云蔽日，整个第12海都成了一个险境，没有出窍期修为便莽撞的跨入其中，只能化为齑粉。等到81天一过，妖族立刻欢呼雀跃起来，妖尊竟离回来了。若是说先前只凭借独绝天老一人的力量，妖族暂且无法动人族，也无法号令人族去抓捕骆剑清，那现在有了劲离的归来，人族便只会成为妖族的奴役。然而短短3天，人族也传来消息。那一日，魔域的风沙吹刮着孤立陡峭的魔山，红褐色的大地
好似被鲜血浸染，浓郁的魔气将魔道宫笼罩，仿佛一个死地。一个人影从远处缓缓走来，他穿着一身血红色的锦袍，一只眼睛透着渗人可怖的血色，另一只眼睛却是纯粹的湛蓝。在这只蓝色瞳孔之旁，一道道奇异的银色纹路从他的眼尾蔓延开来，延展到了发间，绽出一朵诡谲异丽的花纹。守在魔山之下的魔修睁大眼睛，不敢置信地看着这个人。很快，云香、七落、秦思怡、秦归鹤全部赶到了魔山脚下，远远遥望着这个人。他们死死地凝视着对方，后者便也垂了眸子，没表情地望着他们。良久，云香终于再也忍不住地冲上前去，正准备将这人紧紧抱住，却被对方一只手抵住了额头，挡在身外2尺处。嗤笑一声道：“身上那么脏，还想碰本尊？”云香痛哭出声：“师傅！”玄天大陆风起云涌，2位绝世大能的再现，令平静再次被打破。起先妖尊敬离回到妖境时，妖族有打算攻向人族，一举将人族灭绝。然而随着魔尊魔千秋的出现，2族的实力再次达到了一个平衡点，没有哪一方愿意先触碰警戒线，因为2族皆是伤痕累累，无力承受更大的损失。然而魔千秋回归魔道宫的短短3天后，他便发布了一道命令，攻上太华山。太华山一时大惊，现任掌门广灵子尊者立即派了玉清子尊者、文龙子尊者和自己的爱徒谢子卓，带领数位长老和弟子前往魔道宫，打算询问魔千秋为何开战，并劝他不要在这种多事之秋节外生枝。当今天下，人族大能中，玄灵子已死，魔千秋回归。魔道宫拥有魔千秋、七落、秦思怡、秦归鹤等多位顶尖大能，虽说七落受了重伤，秦氏兄弟也有所损耗，但是只要有一个魔千秋在，魔道宫便屹立于人族之顶，远远胜过没了玄灵子的太华山。当时玉清子等人跨越几个州，终于来到魔道宫。一身血衣的魔尊高坐于宝座之上，艳丽面容仿似进了寒霜，冰冷无情的眼神令玉清子几人身子一颤，一股强大的威压便压迫在他们身上，令他们无法动弹。玉清子顶着压力上前一步道：“此刻正是50年之约的第43年，还有7年便到了约定之时。这50年内2族关系僵滞，若是我人族内部再起波澜，妖族恐会趁虚而入，直指36州。”话音落下，硕大的宫殿内却是一片死寂。玉清子诧异的抬起头，却见高台之上的红衣魔尊双目微冷，用一种极其危险的目光扫视着他。玉清子喉间一滞，觉得自己仿佛被一只可怕的野兽盯住了，奇异的压迫感从魔千秋的身上散发出来，压得他喘不过气。玉清子于10年前终于突破了大成期，他虽说更擅长炼丹，不精于修炼，但面对同是大成期修为的魔尊，他不该受到如此可怕的逼迫感。这种感觉已经不仅仅是修为之间的差距，而是一种来源于血脉种族间的威压。大殿内是久久的寂静。当玉清子又重复了一遍之后，宝座之上那俊美邪异的魔尊忽然嗤笑了一声，他嘲讽的笑声刺得玉清子等人心中不悦，但还未开口，便听魔千秋以灵力入音，轰隆隆的压在了他们的身上。你们亦知道人族内部不该大动干戈，那为何几10年前太华山发布了太华令，如此追杀自家弟子？轰！整个宫殿震荡起来，被这雄浑可怖的灵力冲击得不断颤动。太华山的使者中，玉清子和文龙子都是大成期修为，谢子卓也到了渡劫期修为。然而即使是他们，面对盛怒的魔尊，亦是被逼得吐出一口血，脸色陡然苍白。这一刻，玉清子等人立刻明白，这已然不是大成期的境界，
魔千秋已达化神期，放眼整个玄天大陆，魔修本就十分稀少，高阶魔修更是鲜为人知。便是在这10000年之中，就从未听说过有魔修能够逆天而行，达到化神期境界。魔千秋是一个，也是唯一一个。魔道宫的势力一下子超绝出凡，人族中再无能与其相提并论的存在。若是魔道宫真的想要趁着太华山青黄不接之际将其消灭，也不是不可能。只是太华山的修士会拼尽全部力量，将数万年的积淀全部使出，那一战必然会两败俱伤，令人族的实力大大减弱。所幸的是，在玉清子等人忐忑不安的离开魔道宫后，魔千秋还是放弃了攻打太华山的决定。魔道宫派出了80%的力量，在整个玄天大陆寻找起来。魔千秋甚至亲自发布了一道指令，寻到洛剑清者，可得魔尊亲手炼制的天阶极品法宝。一时间，寻找洛剑清的人遍布了整个玄天大陆，甚至只要能够提供一点消息，都可以得到魔道宫的奖赏。这个消息传到太华山中，众人全部都不明白，魔尊为何要大费周章的去寻找洛剑清，甚至还不惜许下重酬。而在苍霜峰上，当太华七子中的二师兄左云墨听到这个消息时，却是双眸一亮，似乎明白了什么。魔道宫在玄天大陆闹出了如此大的动静，自然瞒不过妖族。独绝天老一心寻找洛剑清，自然也派了人手，紧密盯着魔道宫的情况。他并不畏惧跨入化神期的魔千秋，但是他却明白，若真的是化神期的魔修，他或许可以重创对方，却再也不可能击杀对方。当这个消息传到第一海中时，大海中央，一座孤僻宁静的小岛上，一身蓝色锦衣的妖尊微微垂目，认真的为自己抚琴。他轻轻拨弄着琴弦，仿佛没有听到属下的话语，只是一遍又一遍的弹奏着同一首曲子。妖尊敬离回到妖境后，并未前往妖境深处的宫殿，也未曾接受独绝天老的歉意。他得知自己是3万年前叱咤玄天大陆的苍若妖尊的子嗣后，只是悄悄的前往极北之地，在枯山的那片废墟上守了100日，便独自离去。敬离仍旧回到了第一海，回到了与世隔绝的龙岛。不同于魔千秋的突破，敬离仍旧是大成后期的修为。他终日守在龙岛上抚琴，仿佛没有回来一样，悄无声息。龙岛上繁花掩映，芳草如茵，一道的湛蓝身影安安静静的坐在碧水之间，身形萧条削瘦，只是随意的垂目抚琴，却仍旧藏不住高贵绝世的气息。7年时光一晃而过，很快便到了50年前洛剑清所说的日子。妖族花了50年都没有找到洛剑清的行踪，那魔道公只花费7年，也自然不可能找到他的踪迹。那一日一到，太华山、断魂宗、神剑宗、白家各大门派势力都派人前往极北之地，等待着洛剑清的出现。就连不曾参与追杀事件的归元宗和飞花宗也有人前来，等候那个所谓的真相。谁也不知道这一次洛剑清会不会出现在这里。或许那只是他随口的一句谎言，又或许他根本只是想要蒙骗众人，世界上本就没有什么真相。但是这些人却还是来了，怀着期待而又忐忑的心情。归元宗距离极北之地较远，是最后一个赶来的。此时此刻，整个极北之地汇聚了玄天大陆所有的修士大能，甚至在许多隐秘的地方，还有一些穿着斗篷的大能遮住自己的脸庞。这一次的50年之约，竟然连诸多隐士家族都被吸引过来。佛子雨辰穿着一身赤红色的僧袍，衬得一张白净脸庞更为清朗。他环视四周，很快便察觉到一股异样的视线。他转手一看，只见一个黑衣少女正抿着嘴唇，倔强不屈地凝视着自己。佛子微微一笑，朝着对方行了一礼。那少女却是猛地扭过头，将脸庞埋进了魔道宫大管事七洛的怀中。见状，
佛子无奈的摇手，正欲转开视线，却忽然身子一紧，感觉自己被什么东西擒住了。他僵硬的抬目看去，只见在魔道宫众位魔修的簇拥下，血红衣袍的魔尊正微垂着桃花眼，目光森冷的望着自己。嚣张夺目的面庞上并无一丝表情，血色瞳孔的左眼里倒映着修罗地狱，湛蓝瞳孔的右眼里则荡漾起阵阵微光。右眼的眼梢处是银白色的繁复花纹，这绮丽的花纹衬得魔尊更为妖冶诡异，不似人类。佛子心中微紧，朝着对方郑重的行了礼，却见魔千秋倏地抿唇，大袖一挥，便将佛子抓了过来。归元宗的太上长老灵上大师立刻怒道：魔千秋！魔尊却是挑起眉梢，将佛子扔到了云香面前，冷声道：他屡次躲避，不肯与本尊的徒儿说清楚，今日本尊便要他给云香一个交代。谁说和尚不可有情？若是修仙便不可有情，那天下为何会有那般多神仙眷侣的传说？灵上大师恼羞成怒，连话都说不清楚。你佛子被如此一抓，倒是有些许狼狈。云香正愣地望着眼前的和尚，竟然不知道该如何反应。见状，魔千秋冷笑一声，正欲开口，却忽然身体一震，慢慢的抿住了嘴唇，不再多言。众人只见从遥远的地方，一群人从天边赶来，为首的正是那独绝天老，拄着一根龙头拐杖。在他的身边是一个蓝色锦袍的年轻妖尊，一双冰蓝色的眸子里，唯独中间的瞳孔是雪一般的白色，他神色冰冷的站在独绝天老的身旁，二者齐头并进，并无主次之分。妖族的人马在距离人族的3里处停下，并没有接近他们。双方早已冷战多年，合体期以下的战争也接连不断。妖族前来极北之地的意图，众人并不清楚，但是太华山的修士们却隐隐察觉到，对方极有可能是为了击杀洛剑清而来。一身黑衣的谢子卓脸色一冷，他刚准备抬步上前质问妖族的来意，却见一道血色边影从众人的眼前一闪而过，笔直的击向独绝天老身旁1尺处，将他数根白色发丝削断。魔千秋收回魔鞭，也不回首，只是冷冷说道：若想抓他，先过本尊这一关。话刚落地，空气瞬间凝固。独绝天老脸色肃冷，没有开口与魔千秋争执。而在他的身旁，一身蓝衣的妖尊敬离，也只是垂着眸子，目光平静的望着脚下破碎成块的枯山，仿佛什么都没有察觉到。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只见朝阳升起，又见夕阳西垂，日月变幻之间，时光匆匆而过。50年之约的第1日，洛剑清终究没有出现，大家也没有对此产生疑义。洛剑清只是说50年后，极北之地却未曾说明那到底是50年后的哪一天。1年对于修真之人来说，不过须臾一眨眼，弹指一瞬间。众人便这般镇定的等了1天、3天、10天、100天。到第300天的时候，终于有修士按捺不住，先行离开了。最后的10天时，离开的修士越来越多，大多数人都将这看作是一个骗局，却仍旧有人坚定的守在这里。太华山的人守在这里，因为他们相信洛剑清；独绝天老、断魂宗、白家等人守在这里，因为他们要向洛剑清报仇索命；而魔道宫守在这里，却是为了找到洛剑清，并且不让任何人有伤害他的机会。等到最后3日时，断魂宗和白家等人的叫骂声滔滔不绝。在他们的口中，洛剑清成了胆小如鼠的无耻之徒，他根本只是撒谎想要逃避，世界上没有所谓的真相。洛剑清杀了他们这么多人，他不得好死，他死有余辜。面对这样的叫骂声，太华山的修士们纷纷怒目相视，严厉斥责。断魂宗的修士却讽刺道：难道你们太华山的好心子，还有那几个长老，不都是死于洛剑清之手？
他对同门修士都可以下此狠手，这还不是无情无义、无耻至极？这个出言不逊的修士的下场是被秦归鹤一刀劈烂了嘴，根本无需魔千秋出手，他手下的人便足以镇压断魂宗、白家的这些跳脚之辈，令他们敢怒不敢言。秦归鹤一刀劈向大地，劈出一条深约100丈的沟壑，将那些人震慑住。他冷笑道：骆剑清对他们太华山的人动了手，难道不是那些人先要杀他的吗？对于同门修士，他们怎么会如此无情无义、无耻至极，竟然能下得了如此狠手？众人立刻静了声。太华山的修士们更是惭愧的低下头，羞于辩解。在这最后的3天中，所有人的心情复杂而又奇怪。他们一边希望骆剑清尽快出来解释那所谓的真相，另一边又希望根本没有任何的真相。骆剑清便是妖族与太华山的预言中所说的妖物，理当不存在于这世间。当最后一天来临时，魔千秋遥望着即将从东边天空升起的朝阳，喃喃自语道：骆剑清，你果真不会出现吗？3里外的妖族人马中，却见蓝衣妖尊微微垂目，仿佛呢喃似的张了张口。远处魔千秋没有回首，只是沉默的抿了嘴唇，良久才又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并未发出一点声音，但是在魔千秋的身后，那个巨异清贵的妖尊却浑身一震，睁大眼睛望着眼前那遥遥的红色身影，手指紧捏，最终还是没有再说出一个字。最后1日已经到来，所有人的注意力全部提起，时刻等待着骆剑清的出现。他们仔细的环顾四周，注意每一个骆剑清可以出现的地方。可是不要说骆剑清了，连一个鸟类兽类的影子都没有。太华山中，玉清子皱了眉头，低声自言道：剑清，你果然不会来吗？轰！话音落下时，只听一道惊天巨响从众人的身下响起，他们齐齐惊骇的低下头，看向那早已成了废墟的枯山。无数的碎石碎片飞快的从地上向天空射来，众人赶紧布下结界，让这些碎石被击打成齑粉。断魂宗的修士怒吼道：这是一个陷阱，这根本就是一个陷阱！谁料下一刻，却见一个散修惊骇的瞪大眼睛，不敢置信的大喊道：这是什么阵法？怎么可以如此庞大？只见在整个极北之地的中央，原本属于枯山的位置上，一道道奇异的光点纹路从大地之中浮现出来。金色的光线从东边起，顺着枯山山脉最东北角的枯山遗址，一路往西北勾勒，画出一条条流畅的曲线。火色的光线从南方而起，好似将大地劈裂，岩浆从地底泛滥出来，沟壑纵横间描摹出一个个奇怪的图案。银色的光线从西方而起，与金色光线和火色光线遥相对应。滔天巨响中，腾跃出一片片波动的花纹。轰隆隆，龙吟、凤鸣、麒麟之吼，金色的巨龙，火红的凤凰，雪白的麒麟，3大神兽在这枯山的3个角落中陡然出现，气势震天。可破日月，凤丝仙子已死，妖尊鹰姬已死。天底下再无人认识这阵法，可是他们却能看到，在那金龙出现的地方，流光溢彩间，有一条隐约的龙骨形状的东西，在凤凰的火焰中，也有一朵金色的火苗。而在那麒麟的立足之地，一根白色的麒麟角于阳光下光彩熠熠。独觉天老惊怔的望着那根独角，突然愤怒的转手看向一旁蓝袍妖尊，咆哮道：敬离！你到底将麒麟角给了谁？独觉天老话音刚落，便举起龙头拐杖，以雄浑妖力向敬离攻去。敬离右脚点地，迅速的往后倒飞，但是一个大境界的差距却让他无法在如此短的距离内避开独觉天老的攻击，只能硬生生的挨下了这一道攻击。淋漓的鲜血顿时从他的左手指尖往下滴落，左袖被割裂了一道口子。
血肉翻开，露出嶙峋白骨。无论是近在咫尺的妖尊，还是远隔数里的人族修士，都没想到会发生这一幕。独绝天老怒吼道：“敬离，你为何将麒麟角交给他人？你不是说你需要用麒麟角来参悟突破，我才将这珍贵的宝物交到你手上的吗？”6年前，敬离从极北之地回来后，便到了妖境深处，找到了独绝天老。他所来只有一个目的，便是借走麒麟角，让自己好生参悟，借此尝试突破化神期。独绝天老本身就对敬离十分愧疚，当年苍若妖尊对他可是有指点之恩，可是他却眼睁睁的看着苍若妖尊的子嗣受到那些屈辱，没有出手相救。既然敬离开口，虽说有些犹豫，但独绝天老也将麒麟角双手奉上，并叮嘱敬离小心守护。事实上，独绝天老在麒麟角上也设下了一些禁制，他让敬离在麒麟角上留下一丝气息，使敬离能够使用麒麟角，也唯有他能操纵麒麟角。这件事十分隐秘，放眼玄天大陆，知道麒麟角在敬离手中的只有独绝天老和敬离二人。但是现在，麒麟角却在众人脚下的大阵上闪烁着熠熠光辉。独绝天老愤怒地爆发出无尽妖力，敬离神色震惊。他化为原形，一条银白色的巨龙快速地穿过云霄，独绝天老直接便追了上去。二者在这飘荡不定的云雾中若隐若现，翻滚偏动，砰砰砰。虽然身为神兽，但敬离也不过才大成后期的修为，独绝天老却早已达到化神中期。凭借神兽强悍的身体，敬离一次次地躲过致命的攻击，但独绝天老却招招致命，显然已经将敬离看作是敌人。一道清亮的龙吟过后，敬离不慎被击伤腹部，顿时流下股股鲜血。望着这番情景，枯山的废墟之上，红衣魔尊忽然捏紧手指，怒喝一声，直起长鞭便道：“独绝天老，给本尊滚下来！”话一落地，一道红色身影便冲上云霄，与独绝天老对上，将他砸向敬离的攻击挡开。魔修的实力本就高于同阶级修士，虽说无法对独绝天老造成伤害，但魔千秋依旧能够与他抵挡一二。这一战打了足足半个时辰，魔千秋被独绝天老一击击飞，撞入大地，砸出了一个10丈深的大洞。下一秒，魔千秋又飞上空中，红唇一勾，抬手擦去唇边的血液，冷笑道：“再来。”正当他们二者打斗的时候，敬离已经恢复成人形，他用未曾受伤的右臂掩着流血的腹部，踉跄地站在两族的中间，不往左，不往右。往左是不知所措的妖族，往右则是懵懂茫然的人族。敬离擦拭着嘴旁的血迹，冷然地站在中间，望着这一幕，玉清子也不知怎么想的，竟然扔出了一只玉瓶，道：“这里是7品天玄回气丹，吃下一颗，再拿出一颗碾碎敷在伤口上，可止住你的伤势。”敬离接下玉瓶，为自己疗伤。一时间，在极北之地竟然分为了5股势力。首先是以太华山为首的人族势力，他们来到这里并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还不知方向。第二是以断魂宗、白家、神剑宗等为首的势力，他们要找洛剑清报仇，便是粉身碎骨也要与洛剑清同归于尽。第三是以独绝天老为首的妖族势力，他们和断魂宗等人的目标一样，击杀洛剑清。第四是以魔千秋为首的魔道宫，他们的意图十分明晰，保住洛剑清，与天下作对。而第5个便是刚刚才被独绝天老击伤，似乎在私底下背叛了妖族的妖尊敬离。按照独绝天老的说法，他将麒麟角这样的珍宝交给了敬离，敬离却将他给了洛剑清。敬离才不过刚刚回到玄天大陆7年，为何会与洛剑清相识，还将这东西给了洛剑清？
以独绝天老的态度来说，看样子这麒麟角绝对不可能是被骆剑清抢走的，只有可能是敬离主动让的。既然如此，那敬离为何会做出这样的事？难道他和骆剑清是一路的？便是出于这个原因，玉清子才送了天玄回气丹，让敬离疗伤。遥望着敬离仍旧难以止血的伤口，玉清子尊者思索许久，小声说道：神兽向来肉身强悍，恢复能力远超常人。按理说，就算没有天玄回气丹，敬离也应当在一盏茶内止住流血。为何用了天玄回气丹，他还花费1刻钟时间？玉清子的声音压得极低，只被穆天星听到。身为丹修，穆天星分析道：莫非妖尊敬离受了伤？玉清子摇手：不对，希儿，你修为尚低，你看不出来这敬离的实力比数十年前其实有所下跌。诸多疑问终究无人能答。这一座以3大神兽的身体之物为阵眼的大阵，横亘了整条枯山山脉。独绝天老本想停下去仔细观察这座大阵，可魔千秋却一直缠着他，与他争斗，不肯放他离开。独绝天老怒吼道：快去击破这座大阵！妖族们纷纷回过神来，赶紧的攻了上去。见状，断魂宗和白家等人也互视一眼，立即攻击上去。虽然没有人知道这座大阵到底是什么，但是一丝丝沧桑磅礴的力量却从这座大阵的每一道纹路上散溢出来。这力量陌生而又古老，仿佛跨越历史，以无形的压力压在场每一个人身上。断魂宗的鬼修大声吼道：这阵法不对，我们赶紧破阵！这是什么阵法？无人知晓。该如何破阵？亦无人知晓。一道道攻击撞击在这座大阵的纹路之上，想要破坏它的灵力流动。但是渐渐的，所有人都发现他们的攻击如同石沉大海，根本毫无动静。一个妖尊说道：我们一起攻击同一个阵眼，这样或许可以破阵。好！所有人都集中了力量，疯狂地攻击起距离众人最近的麒麟角来。这只麒麟角幻化成一头凶猛巍峨的雪白麒麟，但是它却只是牢牢地守在自己的阵眼之上，不断地朝那些进攻者嘶吼，始终没有向他们发起攻击。这样的情况令那些攻击者更加放心起来。太华山中，广灵子尊者犹豫地看着这一幕。一旁，谢子卓严肃道：师父，不可让他们破了大师兄的阵法。大师兄既然布下了这座阵法，必然有他的用处。广灵子尊者迟疑片刻，可是谢子卓握紧手指：师父。正在此时，却听一道轻蔑的笑声响彻云霄，一道巨大的刀影劈下，将几个最靠近麒麟幻影的修士劈开。一道白色身影迅速飞到了大阵之旁，他扛着一把硕大的刀，冷笑道：想要破阵，先问过我秦归鹤。不过眨眼，七洛、秦思仪、云香、魔道宫的人全部守在了大阵之前，冷眼看着这些修士和妖兽。双方互相看了对视片刻，然后怒吼朝天：上！刀光剑影四闪夺目，妖气与灵力在极北之地混杂交错。魔道宫拥有3个大成后期大圆满的绝世尊者，即使数量远比这些妖兽和人修少上许多，可他们却能以一敌百。鲜血从天空中洒下，如同血雨浸染大地。云层之上，独绝天老和魔千秋战得火热，云层之下，成千上百的妖兽人修战成一团，而在他们的脚下是一座闪烁着冉冉光芒的阵法。东北角上，一条金龙盘旋向天，冲入云霄；西北角上，一只麒麟脚踩大地，踏裂群山；东南角上，一头凤凰高鸣长歌，翱翔9天。从他们的身上，一根根充斥灵力的光线穿透大地，互相交错，它们交叠在一起，形成古怪的图形花纹，仍旧在蔓延，仍旧在前身，然后终于汇聚到了同一点，
凝聚成了三角形正中央处的一朵九瓣莲花图形。广陵子惊道：“李修臣，不错！”只见在那朵九瓣莲花图形上正站着一个人，就是李修臣。李修臣仿佛被困在了一座三角形的牢笼里，他不断的敲打着金光墙壁，使尽手段的攻击，这墙壁却纹丝不动，牢牢的困住他。天空之上，独觉天老咆哮着吼道：“魔千秋，你为何处处与本尊作对？”魔千秋一身红衣于阳光下猎猎起舞，闪耀着灼眼光辉。他收起长鞭，嚣张的勾唇，长鞭一指，冷笑道：“与你作对？谁要与处处你作对？本尊是要处处护着那洛剑清，你既然要抓他，便先过了本尊这一关。”这句话响彻9天，站在战场之外。蓝衣妖尊听到这话，只是微微垂了眸子，沉默不言。魔千秋的猖狂将独觉天老彻底惹怒，他愤怒的发出震天吼声，抬起手掌指向天空，便见一座大山将天空遮蔽，直直的向魔千秋砸来。望着这一幕，静离双眸一缩，魔千秋也抿了嘴唇，严阵以待。血色长鞭直在手上，一道道血红色的魔气在鞭子上舞动纷飞。正在魔千秋长喝一声，即将向那座大山撞去时，却听嗡的一声，一道青色的剑光从魔千秋的身旁窜过，笔直的击在那座大山上。瞬间，山崩石碎，独觉天老喷出一口鲜血，睁大眼睛看向魔千秋的身后。魔千秋一时僵硬了身体，他缓慢的转身往回看去，只见在自己的身后100米处，一个青衣绝世的年轻修士正执着一把剑，眉目冰冷的望着他们。魔千秋嘴唇翕动，良久才说出了那个名字洛，但他只开口了一个字，便被对方打断。洛剑清双眼圆睁，惊讶的看着他的胸口，忽然诡异的说了一句：“你的心怎么会？”魔千秋脸色一变，不远处静离也神色骤变。洛剑清还未来得及再言，便听独觉天老怒吼一声：“洛剑清！”接着便操纵着巨山向洛剑清砸来。若是说独觉天老与魔千秋的争斗是后者勉强对抗前者，那他与洛剑清的争斗却已然成为了被后者的碾压。独觉天老惊骇道：“为何你的进步会如此巨大？”下一刻，巨山被青莲剑气击碎，化为一块块的碎石。洛剑清一道剑光击在独觉天老的胸口，将他的胸膛破开一个大洞。独觉天老立刻被轰飞出去，然而此刻洛剑清却没有再追。正是太阳行走至天空正中央的时刻，洛剑清右手执剑，剑尖指着被轰入大地的独觉天老，左手飞速掐弄着手诀，形成虚影，忽然一指点向了李修臣。轰隆隆！只听李修臣惊恐的发出一道喊声，他所在的三角形囚笼倏地向上飞起，缓速的飞到了半空中，稳稳停住。这时他正好处于金龙、火凤和雪白麒麟的正中央，与他们唯一同一水平面。李修臣震惊的看着这一幕，他一个抬手便见到太华山的众人。李修臣用力的敲打着墙壁，喊道：“师傅，谢师兄，玉清子师伯，文龙子师伯，你们快来救我呀！他疯了，他是疯子，他根本不是人，你们快来救我！他一定会杀了我的，他真的会杀了我的。”广陵子犹豫的看着李修臣，随着李修臣痛苦的嘶喊声，广陵子终于决定出手，但是却被谢子卓拦下。一身黑衣的年轻修士咬紧牙齿盯向自己的师傅，冷声道：“师傅，难道你忘了50年前那道天雷是如何劈在我身上的吗？”广陵子顿时哑然。见到广陵子放弃，李修臣面目狰狞的吼叫起来。他这时便仿佛一头野兽被困在了笼子里，虽然没有性命危险，
但是却不断的挣扎。他开始疯狂地辱骂骆剑清，辱骂谢子卓，甚至开始辱骂自己的师傅广陵子，辱骂太华山。在他的口中，太华山成了世界上虚伪的地方。广陵子是个没用的老畜生，连自己的徒弟都不保护。他这一生做的最错的事情，就是拜广陵子这个老东西为师。广陵子活了这么多年，自认为自己已经是十分豪放粗犷的人，却没想到有一天会被自己的徒弟骂成这样。那些肮脏的词汇令广陵子恼怒羞红，在天下人面前真是丢尽了颜面。别说他了，就是太华山的其他人也都羞愧的不想承认如此粗俗不堪的李修臣是他们太华山的弟子。在被李修臣辱骂的人当中，唯独骆剑清仿佛习惯了这一幕，他的目光平静的从广陵子等人的身上扫过，似乎没听到李修臣的谩骂，而是操纵灵力在李修臣所在的那座三角形囚笼上画出一道道的符箓。到后来，广陵子一剑劈下去，怒道：孽徒，住口！这道剑光根本无法击中李修臣，便被这座大阵挡下。其实广陵子尊者也知道，连独绝天老都破不开的阵法，他也不可能破开，别提解救李修臣了。他连靠近李修臣都无法做到。李修臣见状，骂得更加起劲了，他像憋了很久似的，将自己一肚子的怒气全部发泄出来，却没有发现此刻无论是人族还是妖族都目光奇异的看着他，好像在看一个怪胎。而广陵子等人也自然不知道李修臣为何口不择言的当着天下大能的面辱骂自己的师徒的宗门。因为在过去的50年里，骆剑清一直用捆仙锁捆着李修臣，也不杀他，只是一次次地劈烂他的嘴，然后带着他去各种危险的险境找寻宝物。骆剑清虽然得到了5本求仙，可是他知道的剧情却不是很多。在第1年的时候，他用尽手段的折磨李修臣，让李修臣被折磨的怕了，老老实实的交代出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东西，也让骆剑清知道，原来这李修臣竟然是从另一个世界穿越过来的。对此，骆剑清并不觉得多么在意。他带着李修臣去了后者口中的一些险地，以李修臣为诱饵，寻找到了无数的宝物。骆剑清的境界一路飞升，20年前在4大险地之一的卯家之地，骆剑清从大成后期成功跨越到化神期。那时候天空中劈下一道道天雷，似乎想要将骆剑清活活劈死，而骆剑清只做了一件事，举起李修臣挡在自己身前。自此，这些神雷便仿佛偃旗息鼓一般，没有再动作。50年内，李修臣总是有许多好运气，多次逃脱。骆剑清再如何小心，李修臣都可以找到机会逃跑，但是骆剑清却绝不放弃。凭借9连夺天路，就算隔着100里的距离，骆剑清都能看到李修臣身上浓郁的因果线，于是他每次都能将李修臣再抓回来。而如今，李修臣被关在这极北之地的地下整整10年，他终于没有被劈烂嘴，也终于可以再说话。在那深深的地下，是无边无际的黑暗，李修臣早已快要憋死，精神已然要崩溃。就算是妖尊敬离，心智如此坚定的神兽，在被关入黑暗中1亿年后，也从此畏惧黑暗。更不用说是李修臣，10年对他来说已然足够长久，他没有直接疯狂，便算是幸运了。当骆剑清将最后一道符箓打在李修臣所在的三角形囚笼后，只听轰然一声巨响，囚笼瞬间崩碎。李修臣惊喜的想要逃跑，谁料3头神兽却忽然盯向了他。李修臣刚刚迈出第1步，金龙咆哮出声，射出一道道雷霆。李修臣刚刚迈出第2步，火凤高鸣飞舞，扇出漫天凤火。李修臣刚刚迈出第3步，雪白麒麟狠狠地踩裂大地，滔滔飓风刮向李修臣。
这样的情景让李修臣害怕的顿时坐在了半空中。正在此时，却听天空中响起一道轰隆隆的雷鸣。下一幕，在场的所有大能这辈子都无法忘记，刚刚还晴朗的天空中，忽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成了一片漆黑，太阳被乌云遮盖，光芒再也不见，一道道银色的闪电在乌云中翻滚掀涌，每一道雷霆都粗如水桶，比寻常渡劫期大能所遇到的最可怕的雷劫还要强悍10倍。独觉天老从地上的大洞中飞起，惊骇的喊道：“骆剑清，你这妖物果然会毁灭天地啊！”闭嘴！轰！一道青色剑光劈下，在独觉天老的手臂上掀飞一块肉，独觉天老猝不及防的惨叫出声。在漆黑可怖的苍穹之下，一个俊美出尘的青衣修士右手执着一把金色长剑，左手托起了一盏青莲玉灯，他连一丝余光都没有留给独觉天老。倏地转手化为一道流光，义无反顾的向着天空冲去。在即将冲到黑云当中时，骆剑清忽然停住脚步，转手看向身后的血衣魔尊。魔千秋并未想到此刻骆剑清会突然回首看向自己，只见后者目光复杂的看着他，良久才语气深沉的问道：“魔千秋，到底是谁？”闻言，魔千秋浑身一震，接着他甩起长鞭，红唇一勾，露出一抹嚣张艳丽的笑容，一双潋滟的桃花眼中倒映着无尽光色。他嗤笑一声，讽刺似的开口，声音却带着一抹温柔和怀念：“太华山的骆剑清，本尊是谁？由得你来过问？”骆剑清猛然愣住，下一刻他难得的笑了起来，接着再无遗憾的冲向黑云，只留下一句话，震撼整个极北之地：“今日我便要告诉你们，这天到底是谁的天，这地到底是谁的地。玄天大陆永远只属于玄天大陆，我们不需要任何一个气运之子，我们亦不需要为其他人而存在。九连，今日由我骆剑清来夺天。”天地漆黑，只有一道道银色的闪电从空中劈下，狠狠的砸在大地之上，照亮一切。跨越在枯山山脉的这座大阵上，3头神兽的幻影不断咆哮嘶鸣，向处于大阵中央的年轻修士发起可怕的攻击。无论是金龙的雷霆，还是凤凰的赤火，亦或是那麒麟的烈风，都远远不是李修臣可以承受的。然而一道道雷霆却挡在他的身前，为他挡住一切攻击。李修臣被这一股股的力量冲击得狼狈不堪，只能左右逃避。而在极北之地上，却没有人关注他的现状。所有人都抬起头仰望天空，望着那一大片一大片被黑暗侵蚀的乌云。苍穹倾轧，好似要毁天灭地，万物都在这样可怖的天空之下颤抖害怕。就算是达到大成期的尊者大能，也感受到了一股足以毁灭自己的力量。一时间，修为较低的修士和妖兽们都惶恐起来，他们不断的奔逃，而那些修为更高的尊者则能感知到一些隐约的天道。他们早已发现，就算逃，你能逃出玄天大陆，逃出这片天空吗？广灵子尊者声音微颤，喃喃自语道：“剑清，你到底是要做什么？”轰！漆黑千云之间，一个颀长清俊的身影快速的往天空之上飞去。他的左手上青莲玉灯散发出氤氲柔光，在这浓云之中，仿若一轮明月，驱散黑暗。整片天空都在剧烈的颤动，他不断的劈下闪电，为李修臣阻挡神兽们一次次的攻击，同时将闪电向骆剑清劈来，然后被一道道青色剑光劈碎，接着又义无反顾的朝着骆剑清冲来。3头神兽的威压与实力，令雷霆一刻也不能松懈的护着李修臣。然而骆剑清却借着这个趋势，快速的飞上了9999丈高的天空中。他的四周是一片浓郁的黑暗，看不见前方，看不见身后，
唯独手中的这盏灯还在照亮着唯一的一丝光明。3万年前，100多位化神期的大能尊者，再加上9连，输在你的手下。3万年后，只我一人，我却绝不会失败。骆剑清双目一凛，忽然抬起双符剑，一剑向前方劈去。这一剑劈散乌云，开出一条道路，道路的四周是银蛇闪电，道路的尽头是一片未知的黑暗。骆剑清镇定地望着前方，右手执着双符剑，左手托着青莲玉灯，一步步地走入了这条道路中。起初冲过来攻击他的雷霆，不过只相当于大成初期修士的全力一击，骆剑清根本无需动作，这些雷霆便在他的身外3丈处消失得一干二净。后来攻向他的雷霆已然相当于大成中期修士打的全力一击。骆剑清垂了眸子，雷霆轰然崩碎。再然后是大成后期修士的全力一击。化神初期，化神中期，化神后期，一条无边无际的黑暗道路中，一身青衣的俊美修士神色平静，从容而行。他面前的这条道路充满着艰辛、未知、险恶、孤独，但他却一次次地迈出脚步。有神雷劈下，便抬剑挡住；有狂风袭来，便一剑劈碎。这条道路仿佛在怒吼嘶叫，他不满骆剑清的前进，他一次次地发出阻拦。到后来，无数道雷霆同时向骆剑清劈来，他左手一拍，青莲玉灯便飞舞到他的身前，旋转着绽出光芒。然后一道金光闪过，他的左手中多了一把冰冷长剑。当两剑同时挥下，便见一朵朵青莲绽放在这条孤寂黑暗的道路上。骆剑清右脚一跺，雄浑灵力自他的身上四散开来，形成狂风龙卷，与这一道道的雷霆对峙。此刻在极北之地上，成百上千的修士大能看到了此生难以遗忘的景色。黑云压境之时，银蛇翻涌，一道青色光芒充斥在整个漆黑的天空之间。它仿佛是一轮即将升起的太阳，将黑暗驱散，让光明重现。在它的光芒之下，苍冥站立，大地颤动，万物都疯狂地抖动着。那一道道的雷霆更加凶猛，仿佛在那乌云之中正有一场可怕的战斗。而在这片黑暗中，骆剑清仅以一盏灯照亮自己，两手执剑与那无数的雷霆对抗着。这盏灯是9连尊者的本命灯，3万年来只剩下2点火星，由太华山玉霄峰每一任峰主在临终前以生命作为他的燃料，维持着他的那点火星。而如今他终于散发出了光芒，若是再细看，却见在这灯芯之上竟然旋转着一朵9瓣青莲。这9瓣青莲与之前骆剑清眉间的那朵一模一样，他以一道道虚无的力量催动着青莲玉灯的光辉。这青莲正是骆剑清的元神，他没有攻击力，却始终长久的在这黑暗之中闪耀着，仿佛在等待什么东西的到来，又仿佛在指引什么东西的前进。青莲玉灯被动的散发出光芒，而暗藏在灯中的东西却被骆剑清的元神压制的无法翻身。轰轰轰！于万千雷霆之中，青衣修士执剑而立，长发因风而动，发出烈烈声响。一身青袍在这无尽黑暗中成了浓郁的墨青色，面对着天道雷霆，他一人一剑，毫无畏惧，反攻而上，决绝、果断、顽强、不屈。任凭他天雷万丈，任凭他烈风怒号，我自横剑而立。剑光之下，一往无前。骆剑清忽然一掌拍在了双符剑上，顿时剑光大作，他直接握住了双符剑的剑身，锋锐的剑刃便将他的手掌撕裂一道长长的口子，鲜血顺着剑刃往下流淌，沾染了银白的剑身。骆剑清以血为墨，在双符剑上画出了一道符箓：草木之灵，只争春秋。
九连夺天路，第一夺，夺草木之灵异，夺春秋之规律，夺草木春秋。轰！一道巨大的剑影从双符剑上浮现而起，令那劈来的雷霆也停息了一瞬。下一刻，这雷霆更加狂暴地向骆剑清袭来，玄灵剑迅速地挡在骆剑清的身前，细心入微地将每一次的危险挡住。骆剑清却仿佛没有察觉到这一切，他再次以血为墨，画出了第二道符箓，以青莲玉灯往前而行，以玄灵剑护身护体。骆剑清走在这条漫长的路上，孤身一人，踽踽上前。他的面前是一把悬浮于半空中的双符剑，剑尖向外，剑身外虚浮着一道庞大的剑影，但是却隐而不发，好像在积蓄着什么。轰隆隆的雷霆凶残的劈下，骆剑清手指一顿，收住了第二道符箓的最后一笔。郁郁黄花无非般若，翠翠青竹皆是法身。九连夺天路，第二夺，夺众生之平等，夺万物之有恒，夺生灵法义。血色符箓落下的那一刻，双符剑外那道剑光更为坚固庞大，它凶悍的四散出可怖威压，仿佛要与这万道雷霆相抗衡。骆剑清抬起脚步继续往前，青莲玉灯上，青莲元神不断旋转，电光雷鸣间，玄灵剑屡屡飞起。当骆剑清抬起手指，准备在双符剑上落下第三笔的时候，整个天空陡然剧烈的颤抖起来。骆剑清的脚下，这条幽暗的道路也在疯狂地站立，眼前的这些雷霆仿佛疯了似的，不断的向着骆剑清冲去。骆剑清双目一缩，怒喝一声，去！顿时一道清亮的龙吟响起，金色巨龙从他的身上飞跃而下，突然便穿过云层，冲向了极北之地。见到这金龙幻影，极北之地上的大能们纷纷惊怔，他们瞪大双眼，看到那条金龙冲入了东北角的龙形神兽身上，然后神兽的身体更加凝练，也用更加可怕的气势向大阵中央的李修臣攻击而去。天空中劈下来保护李修臣的雷霆更多了，但天地的颤抖却稍稍平和了一些。正在此时，黑暗中骆剑清一掌拍在双符剑的剑柄上，他左手向前，在虚空中轻轻一抓，轰！那些雷霆忽然急促的扭动起来，好像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自此开始，我于父母坟前顿悟天道规则。天道规则无非一根根的线，你牵制众生，以线为引，判正确与否，判是非对错。天道便是线。骆剑清左手一抓，刹那间，一条条晶亮的线便从他的手中浮现，被他攥在手中。而就在这一刻，极北之地上轰然一声巨响，一条条明亮闪烁的线条出现在了半空中。所有尊者大能不敢置信地望着这一幕，连在场修为最高的独觉天老也赫然惊愕，因为在他的面前也浮现着数不清的线，每一根线上都散发着浓郁的沧桑气息。这是何等震撼的景象，整个天地间全部都是一根根的线。然后所有人渐渐发现，有些线凭空虚浮在半空中，但有些线甚至连接在他们身上。一位散修尊者惊骇道：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广灵子尊者震撼地望着天空，难道这就是你要说的真相吗？正在此时，有人惊呼：为什么他的身上有那么多的线？刹那间，所有人的视线都向李修臣看去，只见在李修臣的身上横亘着一根又一根的线，那些线有金色有银色，将他缠绕在里面，仿佛蚕茧，让他成为了一个光球。如果说他们所有人身上的线是萤火之光，那李修臣身上的线便是日月之辉。此刻，黑暗之中，骆剑清左手握紧了无数的天道规则之线，右手画完了最后一笔符箓。这一道符箓光芒微暗，
也未曾令双福剑的剑影再大一分，却令他更加深不可测。混沌出生无黑白，是非对错谁来分？九连夺天路第三夺，夺是对错是非。落下这一笔后，骆剑清微微垂了眸子，抬手拭去了唇边留下的一道血丝。他的目光凝聚在这汹涌澎湃的雷霆之上，只见在往前，雷霆已然汇聚成海，千万道雷霆形成一片银白色的海洋，挡在骆剑清的身前，试图阻止他的前进。骆剑清忽然伸手，一把将青莲玉灯抓在掌中，他左手执灯，催动起青莲元神，让九连夺天路的无形力量于青莲元神的上方盘旋运转。下一刻，骆剑清一步迈出，冲入了银色雷海之中。这一瞬间，雷霆已然没有了形状，铺天盖地的冲骆剑清而来。骆剑清大喝一声，以青莲玉灯布下一道结界，将自己包裹其内。高约100丈的雷海浪潮呼啸着向骆剑清扑来，打在这座结界上，令那青莲玉灯微微一颤。骆剑清双目冰冷，厉声道：“如此才第4夺。3万年前，九连尊者也走过这里。你既然无法令他停下，那你又有何自信能令我停下？”砰！骆剑清左手执灯，飞速向前，口中倏地喷出一口鲜血。这团血液在空中凝聚成了一个圆球。骆剑清抬起右手，用手指沾染了血迹，开始画出第4道符箓。此时此刻，银色雷海更加狂暴起来，一波又一波的浪涛打在青莲玉灯形成的结界上，令结界颤动。骆剑清却仿若未闻，他将磅礴灵力灌输于青莲元神之上，再运转起九连夺天路，精神集中的画着那道符箓，终于收了最后一笔。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九连夺天路第4夺，夺元法因果。轰隆隆，双符剑上那道虚幻的无形之间更加庞大几分，其间流转着一道道奇异的因果之线，仿佛穿插在黑夜中的引蛇，悄无声息，蓄势待发。骆剑清并未停留，他脚下一踩，将全身灵力陡然全部灌入青莲玉灯之中。青莲元神以这玉灯为媒介，散发出无穷无尽的光芒。这光可堪天地，破开黑云笼罩，照亮了整个极北之地，照亮了整个36州，照亮了整个玄天大陆。枯山之上，遍地的碎石轻轻颤动，仿佛要冲向天空。断情崖底，梧桐树不断的摇摆枝叶，好像在急切话语。这一刻，放眼玄天大陆，数以亿计的凡人在看到一片突如其来的黑暗之后，又看到了一轮冉冉升起的圆日。这太阳从北方的天空升起，散发出炙热滚烫的光辉。明明应当很热，但是当它的光芒照射在每个人的身上时，却让他们觉得有一丝奇异的温暖。无数的凡人纷纷跪伏在地，向着北方祈祷着天下和平。而在极北之地，这些最顶尖的尊者大能则也感受到了来自心灵深处的战栗。他们有种欲望，好似来自于生命本源最初始的地方，有一种东西让他们想要臣服于这道光芒，想要臣服于这轮圆日。在这些光芒之中，包含着万千生命最原始的东西。苍穹之顶，骆剑清长喝一声，以鲜血画出了第5道符箓。奇异的符文在双符剑上一一显现，银色雷海已经发疯痴狂，他们不断的冲向骆剑清，用尽全身力量的想要阻止他画完这道符箓。然而一切终究无法阻止。世间几多生来，世间必有死去。九连夺天路第5夺，夺生来死去。嗡！苍穹在战栗之间发出一道奇怪的声响，它骤然安静下来，好似突然冷静。银色雷海也不再那般激烈的攻击骆剑清。双符剑上好像有什么东西被补全了似的，巨大剑影凝聚成形，以不可想象的气势剑指银色雷海。
却见在一瞬间万物变幻，银色的雷海再也不见。骆剑清再次回到了那条黑暗的道路上。九连夺天路的前5夺至此画完。5夺夺走万物生灵的一切规则，从此不受制于命运，不受制于天道。然后便是将世界速成的2夺。骆剑清站在这平静神秘的黑色道路上，没有立刻迈步。他低手望着那盏青莲玉灯，目光安宁寂静。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良久，骆剑清骤然开口，声音清冷，没有感情，万物规则已然夺去，再往下便不再受任何人控制。九连，既然你一直在这里，为何至此还不现身？骆剑清的声音如回回雷鸣，在这无尽黑暗之中轰然而起。然而久久却没有回应。天道不再横加阻拦，雷霆也不再一道道地劈下。无边无际的漆黑道路上，只有骆剑清一人傲然独立，身姿笔挺。他等了片刻，没有等到任何声响，于是唇角一勾，忽然翻手便取出了一块血色玉牌。这块玉牌是100多年前骆剑清在北斗真君的遗迹中得到的一块宝物。那时候北斗真君告诉骆剑清说，这是他自己偶然得到的一个法宝。然而当时骆剑清便起了疑，因为这法宝实在太过骇人，若真是北斗真君的法宝，为何北斗真君才堪堪元婴期，而且还会惨死在那一天山脉？这法宝正是九连夺天路所在的功法玉牌。九连夺天路是玄灵子借北斗真君的手送给骆剑清的，这些年来骆剑清毫无依靠，若是没有九连夺天路，他甚至不为天道所容，无法修炼。但是如今他却目光冰冷地望着这块血色玉牌。书弟捏紧手指，将这块玉牌捏碎。轰！一股强大的力量从玉牌上波动开来，震开了一层层的灵力涟漪。玉牌的碎片从骆剑清的手掌中往下垂落，这灵力冲击并不能对他的肉身造成任何的伤害。可是玉牌破碎后，却仍旧没有一点异样。望着这一幕，骆剑清唇边的笑意更深了几分，双眸中飞快地闪过一丝怒意。突然，骆剑清抬手拍向了那青莲玉灯。当手掌携着滔滔灵力即将拍上青莲玉灯时，终于一道可怖的威压撞开了骆剑清的攻击，在青莲玉灯的周身形成一道结界。这一刻，青莲玉灯从骆剑清的手中缓缓飞起，在空中不断盘旋。玉灯上的青莲元神化为一道青色流光，快速地飞回了骆剑清的丹田里。但是那盏灯仍旧静静地旋转着，没了青莲元神，他再也无法绽放光辉。然而灯芯却将股股丹力传送出去，令2点火星始终不灭。清澈的瞳孔中倒映着那根细长的灯芯。许久，骆剑清叹了一声气，道：“清君前辈等了3万年，只为见你一面。既然你始终都在，为何就是不愿再与他见上一面？圆了他此生唯一的愿望。”嗡！青莲玉灯上一点火星陡然闪烁了一下，轰隆隆的雷声在这浓郁的黑暗之中响起，震耳欲聋。但是却没有闪电劈下。青莲玉灯上倏地闪烁起了一层安静的光辉，那光芒越来越亮，越来越明。灯未曾亮，光辉却照耀天地。骆剑清明着眸子，认真地看着，然后终于见到了那个人。当这个虚幻的身影出现在天地间时，仿佛时间都停滞了一刻，万物在骆剑清的耳边化为虚无。他听不到那些隐藏在黑暗里蠢蠢欲动的力量，听不到大地之上无数尊者大能的心跳呼吸。这个世界被眼前的这个人掌控，只有一瞬，却好似万年。九莲尊者，太华山玉霄峰第3任峰主，也是神兽寂灭后天地间最强大的大能。他长了一双锋锐凌厉的眼，眉如刀锋，面若寒霜，微微垂眸时，
好似浩瀚大海般的磅礴汹涌。一身白衣便立于万物之顶端，气势豪迈雄浑，仅仅是一道残魂，都已然将这片天空震慑住，令人屏息凝神。骆剑清此生从未见过这样的修士，在这样的人面前，任何人都无法提起一点怀疑的心思。当真正见到九莲尊者以后，骆剑清恍然明悟，为何3万年前叱咤玄天大陆的苍若妖尊愿意背水一战，与九莲联手夺天？为何绝世妖孽的墨家墨清愿意与九莲为伴，全心全意的信任共游？在苍若妖尊的那场幻境中，骆剑清看到了64妖尊，看到了当初惨死于极北之地的80多位人族大能，看到了子宋，看到了墨清，唯独便是看不清九莲的面容。而如今他终于见着了，也终于明白为何一个人可以让玉霄峰3万年来义无反顾的用每任峰主的生命去维系那一盏快要熄灭的本命灯。然而即使心中惊争不已，骆剑清也只是一瞬的错愕，便恢复平静。他目光镇定的看着眼前的绝世尊者，不卑不亢。两人平视对方，并未使用灵力，短短一刻却已经有无数的交锋。轰！一道爆炸声在两人的身外响起。骆剑清微微眯了眸子，握紧了双手中的玄灵剑和双符剑，还未来得及再有动作，却见九莲尊者微微垂眸，神情怀念的看向他手指间的一枚那戒，然后突然拂袖，将那枚那戒取了过来。这上面有墨清的气息。他开口时，好似从远古而来的温柔低叹。他说：“你可以夺天。”骆剑清倏地抬起双符剑，指向这虚幻的身影，剑尖上凝聚着雄浑灵力。他面色冰冷的盯着九莲尊者，声音极寒：“是，我要夺天。”而九莲尊者，你便是这天。轰隆隆，一道道的雷霆在骆剑清和九莲的身旁炸响，劈在他们的周身，却始终没有劈到他们身上。九莲并没有回答骆剑清的问题，他轻轻摩挲着那小小的那戒，里面空无一物，可他缱绻依恋的目光却迟迟没有挪开。骆剑清耐心的等待着，九莲尊者认真的望着这枚那戒。当时光流逝后，他才沙哑着嗓子轻声呢喃道：“你不过才化神初期的境界，此事太早，你无法战胜于我，你需再等1000年。”骆剑清淡然垂目，难道到了化神后期便一定能领悟最后的两夺吗？九莲浑身一震。骆剑清神色平静，他缓缓开口，讲出了自己猜想到的事实：3万年前，许多大能都已经临近大限，你无法再等，也怎样都参透不了最后的两夺。于是你贸然夺天。那时你走到了我这一步，面对的便是我如今的抉择，是知难而退，还是继续向前？你选择的是继续向前。自此64妖尊陨落于枯山，81尊者魂飞魄散。在墨清即将魂飞魄散前，你拼尽全力的放弃，终于将奄奄一息的他救回。然后你开始炼制九莲清墨丹。3万年前，于这条黑暗狭长的道路上，一道白色身影急速向前，所向披靡。他以极快的速度画完了5道符箓，一举突破了天道对万物的限制，然后再夺日月，再夺轮回。九莲终究是九莲，他轻而易举的走到了这里，只用了须臾一瞬间。然后在接下来的第8夺时，他耗费100年，不能前进半步，最终使64妖尊陨落，81尊者魂飞魄散。为了救下子宋妖尊，苍若妖尊的实力明明超越墨清，却仍旧在墨清之前死去。而墨清一直信守承诺，守在枯山100里外的一座洞穴中，等待着苍若妖尊将自己千刀万剐，报了对九莲的无尽恨意。当最后一道雷即将劈在墨清身上时，九莲再也无法忍受，他分裂元神，
逃出黑暗道路，将莫清救下，却终究无法避免。莫清已经是油尽灯枯，于是开始炼制9品神丹。拟丹方：寻灵宝，一颗9连清末丹，只为救下莫清的元神。莫清却终是没有等到。在临终前，莫清遵守承诺，又回到了枯山百里外的那座洞穴，永远的闭上了眼。你若那般想要报复9连，我在距离此地百里处等你，任你千刀万剐，蚀骨噬心，我莫清待9连受过，一句承诺，便守了3万年。莫清埋骨极北之地，与那惨死的上百尊者共同沉沦。这便是145位尊者惨死极北之地的真相。骆剑清神色镇静的说着，仿佛在叙说一件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事情，却字字冰冷，直刺心底。几十年过去，他一步步的勘破天道规则，也渐渐的将许多事情联系在一起。莫清的话，苍若妖尊的幻境，清君的残破记忆，这一切的一切，都在讲述一个无情残酷的真相，一个被埋没了3万年的真相。那颗丹药曾经说过，在他出世时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关注，他竟然也不想逃跑，只是呆呆的悬浮于丹炉之旁，望着那个哭得快要昏死过去的人。莫清深允，9连痛哭欲绝，睥睨天下的9连尊者，狂傲绝世的9连尊者，在那时几乎崩溃。因为他的错误，血液染红了极北之地；因为他的错误，他失去了此生最重要的挚友。那一刻，世上再无一个化神期的大能，天底下只剩下一个9连和一个被鲜血浇灌的极北之地。在一座座苍茫起伏的山峰之巅，一个白衣尊者于风中而立，长发随风舞动。他脚尖一点，飞到2座山峰之间，以灵力为弦，拨弄玉箫琴，奏起了一曲安柔宁静的哀曲。这一曲奏了整整145年。第1年为苍若妖尊，第2年为紫宋妖尊，第3年为名家妖尊，第4年、第5年、第6年，在那最后的第145年时，只为莫清一人。琴声婉转，哀伤痛绝，每一道音都好似泣血而作，将泪水凝聚琴音。奏完这一曲后，白衣尊者双手握紧，玉箫琴陡然崩碎。他携着一把长剑向天空冲去，一人夺天。骆剑清用最平静的声音揭露着最残忍的现实，他一个字一个字的说着，并无嘲讽的意味，但是每句话却赤裸裸的揭开了3万年前一段白骨嶙峋的事实，字字流血。然而当他说到你成功夺天时，9连却倏地低笑了一声，令骆剑清抬手向他看去。我是天道，天道却不是我。握着那一枚小小的纳戒，9连淡然微笑，目光瞪静的坦然说道：第8夺，我终究无法领悟，但我贪生怕死，我不愿与莫清、苍若一般，永远消散于这天地间。于是我成功夺天，只夺了一半的天。骆剑清身子一震，我卑鄙无耻，我无情无义，我苟且偷生。我知道机会只能有一次，我不肯早些放弃。于是连累苍若陨落，连累紫宋陨落，连累上百尊者陨落，连累莫清陨落。当我开始第2次机会时，我早已知道我绝不可能成功，但我依旧夺天。在将死之际，面对2个选择时，我害怕了。骆剑清，若是给你一次机会，你是愿意选择魂飞魄散，还是成为这天？骆剑清沉默不答。9连深沉的眼中闪过一抹幽光，我选择成为这天。自此以后，天道存在，9连不灭，但9连再也不是9连。我永生长存，却再无选择的权利。天道是9连，9连却不是天道。他夺了天，天却也夺了他。9连与天道共享永生，却也只是活着，用最惨痛的方式
永远的活下去。他看着64妖尊所在的枯山山脉一座座的崩塌，看着封神海每一道罡风的吹出，都令一位人族大能的魂魄更散碎一分。他看着墨家一日日地败落，不再是世家之首，也看着墨清的后人被驱逐到寒漠荒原，受尽苦楚。他用一双眼睛看了3万年，看到人族与妖族不共戴天，看到两族大能的鲜血洒满了玄天大陆。3万年来无人成仙，3万年来沧海桑田，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什么天道如此苛待玄天大陆的亿万生灵？为何玄天大陆上没有一人可以成仙？所有的一切都好像在往一个固定的设定里前去，好像有谁设下了一道道的环，让世界万物都顺着他的轨迹一步步的前进。九莲微微的笑着，他捧着那一枚小小的那剑，说是在笑，却苍白无力。他只是一缕残魂附着在九莲夺天路上，他并没有几分灵力，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便会悄然消散。洛剑清沉着眸子，不知道该说什么，思索了许久，他仍旧没有将指向九莲尊者的双符剑放下，而是郑重问道：你不可以操纵天道。九莲轻轻摇手，成为天道的我已然不再是我。洛剑清冷声道：那我当如何推翻你？九莲道：你实力太弱，只与当年的名家相当，不及墨清，不及苍若，不及曾经的我，更不及早已融入天道的我。洛剑清却坚定决绝：我当如何推翻你？九莲神色一凛，领悟第8夺才有推翻我的可能，但我知晓你此刻不可能再往后再退。你眼前的我只是一抹残魂，一丝执念，沉睡3万年，没有灵力。我无法为你做太多，但是今日我带你走到尽头。漫长狭窄的漆黑道路上，一盏青莲玉灯徐徐而行，指引着前方的道路。这条路上再也没有任何的闪电雷鸣，却有一道道微弱的风从远方吹来，将洛剑清的发丝向后吹飞。走到第9步时，洛剑清的眼前出现了一根光芒闪烁的线，他往旁边避开，继续上前。然而再往前走，这样的线越来越多，到最后已然避无可避，形成一道光幕，挡在了洛剑清的身前。在这光幕上，时光流转飞逝，倒映在洛剑清的眼中，令他精神一振，倏地便沉沦进去。再一睁眼，竟然是玉霄峰。竹林阴翳，随着清风发出簌簌声响，两座清雅的竹屋在绿竹掩映之间若隐若现。洛剑清拨开一片片竹叶，抬步上前，还未离开竹林，便见到了一个白衣身影站在竹屋前的药圃中，以灵力滋养这些天地灵材。那人抬手见到洛剑清，神色清冷，淡淡道：剑清，此番为何去了那么久？洛剑清微笑着上前，轻轻拥住了这个人。后者诧异的睁大眸子，还未再来得及开口说第2句话，幻境便轰然崩碎。当洛剑清在睁眼时，九莲尊者执着那盏青莲玉灯，站在他的身旁，淡定地望着他。洛剑清朝他轻轻颔首，九莲尊者也微微点头。洛剑清抬起双符剑，以雄魂灵力运转起九莲夺天路，一剑刺穿了这道光幕，继续迈步上前。然后是第2道光芒。这一次的幻境是在五沙国的封城，洛剑清与那个人比肩而战，正在等待着购买封膏。当买到这一块封膏过后，洛剑清轻轻咬了一口，然后笑着勾起唇角，主动伸手喂到那个人的面前。那人颇有些受宠若惊，张口吃了一小块。洛剑清笑着问道：师傅，是什么滋味？那人思索片刻，轻声道：微凉。洛剑清笑了：我觉得很苦。下一刻，幻境再次崩碎。随着那一道道光幕的出现，洛剑清沉迷幻境的时间越来越长。
九莲的残魂执着自己的本命灯，安静的在一旁等待着。这幻境对他无用，他并没有担心骆剑清是否会深陷幻境中无法自拔，只是望着骆剑清平静的神色，他的目光越来越幽深。当两人走到尽头时，一道光幕顶天立地地铺在骆剑清的面前。这一次，骆剑清闭上双眼，足足过了3天3夜，才再次睁开。他睁开眼时，双眸湿润，微微含着一抹泪。眨眼间，眼泪便从眼角处滑落。到这个时候，九莲终于忍不住的问道：“你的实力远不及当初的我，因此遇到这岁月长河形成的光幕时，你不可能直接击破。但是我从未想过，你竟然能以如此快的速度冲破幻境。你在幻境里遇到了什么？”在抬手时，骆剑清早已神色镇定，双眸漆黑，古井无波。我遇到了什么？九莲尊者，想你第2次夺天时实力大减，应当也会被拦在这最后一道光幕前。那时候你遇到的是什么？九莲神色一顿，许久，他淡然的说出了4个字：莫轻恨我。骆剑清问道：你花费了多久从这幻境中走出？九莲声音镇定：我从未走出那幻境，最后以力破阵，直接轰碎了幻境。顿了顿，九莲问道：那你呢？骆剑清转过头，视线在这一片光幕之墙上徐徐掠过。他轻轻的开口，声音没有一丝起伏，却好像早已心死，再也说不出任何的悸动和悲痛。他说：20年前，我为了寻找机缘，再次回到了梦煞之地，遇到了万年梦煞。他塑造了一个幻境，我在其中逗留了整整10年，终于看破。这一次，我遇到的是一样的幻境，在那个幻境里，我失去了这一生最重要的人，然后我用尽手段的想要让他回来，他却永远的消失了，再也无法复生。九莲垂了眸子：是你的道侣吗？骆剑清声音平和的说道：是我的道侣，他死了很多年，我这一生再无牵挂，只想夺天。话音落下的一刹那，青色剑光大起，将这道光幕之墙劈碎。出现在骆剑清眼前的是一条横亘历史的长河，这条河并不汹涌，却弥漫着一道道的岁月气息。无数的回忆在这条河中沉沦起伏。在这条河中，骆剑清看到了穆天星，看到了魏琼英，看到了左云墨，看到了芥子卓，还有火鱼冲、修痕、文龙子、赵贤子、浩星子、广灵子、玉清子，还有严肃、鬼岩老祖、白吉、白家老祖、剑啸老祖、名花仙子、凤丝仙子、佛子、灵上大师，有鹰姬，有浩明，有行威，有独绝天老，有秦归鹤、秦思仪、七落、云香，有子颂，有苍若，有莫清，有九莲，还有莫秋，还有吴音。望着那个白衣如华的身影，骆剑清抬起玄灵剑，在自己的掌心割开了一条血口。他沾着血迹在空中画起了一道符箓，随着他每一笔的落下，在这岁月长河中便有一个人消失。断魂宗不见了，神剑宗不见了，飞花宗不见了，归元宗不见了，白家不见了，云家不见了，8大世家一一消失。然后妖族不见了，魔道宫不见了，太华山不见了。当骆剑清即将落下最后那一笔时，岁月的长河中，那个白衣尊者忽然转身，清冷面庞上凝聚出一抹极淡的笑意。他认真的凝视着骆剑清，也不说话，只是这样静静的看着。骆剑清的手指迟迟没有在这一笔上落下，他的手指在剧烈的颤抖，一滴眼泪重重的砸在指尖，他始终没有落笔。时间流逝，九莲在一旁安静的等着，眼泪却一滴滴的从骆剑清的眼眶中落下。说毕，骆剑清画下了最后一笔。轰！
白衣尊者猛地消散，岁月长河也突然崩碎。九连夺天路，第六夺，夺明日呜夜，夺苍莽岁月。刹那间，原本平静银河的世界陡然消失。轰轰轰！在岁月长河崩碎的一瞬间，骆剑清的眼前便出现了无数根鲜红色的线。这些线与岁月之线有着6成的相似，在这些线上流转着一道道奇异的光纹，沧桑古老的力量隐藏于线条之中，缓缓溢出，整个世界都被这样鲜艳的血色红线笼罩。俊美无愁的九莲尊者执着一盏灯，雍容金贵如冬日之雪，不为所动。他的目光平静地在这无数红线上轻轻飘过，然后转手看向骆剑清，道：“走吧。”骆剑清轻轻颔首，再也看不出刚才因为那岁月长河而导致的失态。一双清澈的眼中倒映出这无数的血色红线，他淡淡道：“走吧。”两人再次抬步，走在这条被轮回线包围的黑暗道路上。九莲手中的本命灯便是唯一照亮世界的光亮。骆剑清左手执着玄灵剑，右手执着双符剑，那些轮回线横亘在他们的面前，却没有阻拦他们的去路。每当他们走到跟前，轮回线便无声的往一旁让开，将道路露出。然而这条路却好像永远都走不完，身旁永远都是轮回线，眼前也永远都是无尽的黑暗。骆剑清没有遇到任何危险，却也无法走到尽头。他也不知道自己走了多久，不知道自己的身旁闪过了多少根轮回线。当走到某一点时，骆剑清倏地停下脚步，转身看向一旁的九莲，道：“我走不出去。”九莲的面容在玉灯的光芒映耀下有些朦胧。“你没有走出去，这是一场轮回，在你领悟第7夺时，应当就领悟了轮回的真谛。但是领悟是一回事，真正将它夺走却是另一回事。若你真的领悟轮回，你能做到的就不该是削弱别人的轮回，而是真正夺走他的轮回。”在那断情崖底，骆剑清力战群雄，在杜绝天老的眼皮子底下，将妖尊阴姬、鬼岩老祖、白家老祖等人全部击杀，并且削弱了他们的轮回线。骆剑清从来都知道3000大道有一个大轮回和一个小轮回。在玄天大陆的世界中，世间万物都拥有小轮回的机会，他们一次次地出生，再一次次地陨落。因果报应后，人可以轮回成妖兽，妖兽也可以轮回成人。然而一旦魂飞魄散，就失去了小轮回的机会。自此以后，分散于天地之间，世间万物全部由你。比如曾经的64妖尊，比如莫清。还有一种便是大轮回。玄天大陆终会灭亡，任何一个世界从新生到毁灭，总会走上一个循环。在这玄天大陆上，大多数的事物都拥有迈入大轮回的机会。在玄天大陆灭亡后，他们可能会轮回于新的世界，依旧出现。唯有成仙，才能摆脱世界，才能摆脱这场大轮回。失去了轮回线，便真的不入轮回。从此天地万物都没有你，比如无因。如今徜徉于骆剑清身旁的，便是一根根鲜红色的大轮回线，它们凝练闪耀，散发着勃勃生机。骆剑清从迈入这个道路至如今，也无法将离开这些线，无法将它们真正看透。骆剑清停下脚步，仔细地望着身旁的一根线。当他真正凝视了这根线后，才忽然从这根线上看到了许多奇妙的东西。那是一道道绚烂迷醉的光影，其中凝聚着雄浑的力量和一丝丝奇异的情绪，有雀跃，有欢喜，有悲痛，有酸楚。然后又是一道道的画面，有时是轮回成一条小河的愉悦，随着春风轻轻流淌；有时是轮回成一个凡人女子的甜蜜，与心上人共度一生。在这无尽的毁灭与轮回之中，唯有最本心的一点光芒，从来都没有改变过。
骆剑清望着这根红线上始终闪烁的一点，慢慢的看了入迷，双眸中失去了焦距，竟然没有再动作。与此同时，从他的丹田元神中，一道道虚无的力量散发出来。九莲站在一旁，望着这些力量缠绕上了骆剑清的身体，将他包裹在其中，渐渐形成一个蚕茧。在力量的中心，清俊美好的青年微微睁大双眼，认真的望着一根又一根的线。他仔仔细细的看着，然后他身旁的那些虚无力量便不断冲荡他的身体。在骆剑清的脚下，一根鲜红色的轮回线越加耀眼，放出万丈光辉。九莲尊者开始轻声的念咒，他的右手在青莲玉灯上不断的变换，形成虚影。然后从清君所画的灯芯之上，许许多多的灵力波动而出，钻入了那些包围着骆剑清的虚无力量中，融为一体。随着这些力量的涌出，青莲玉灯上最后的2点火星也渐渐变暗。九莲尊者的身形越加虚幻，但是他却没有停下动作。他一步步的将力量引导出来，融入骆剑清的体中。在那盏灯中，细长的灯芯在不断的颤抖。他一边将无尽丹力灌输到那2点火星中，拼尽全力的想要将它们维持明亮，但是却有更多的力量透过他散溢出去，永远的离开了青莲玉灯。九莲望着那颤动着的灯芯，良久，淡然道：“我之陨落，已是命中注定，你又何必如此？”灯芯颤动得更加激烈，九莲抬起手指，按在了这灯芯上，令后者平静下来。仿佛来自远古时期的叹息，九莲微微垂眸，道：“本命灯灭，我这缕执念便再不存世间。你的命运自我陨落那时开始，便不再与我相关，也不与莫清相关。九莲清莫丹，或许是这个名字束缚了你。若是他能夺天成功，自此以后，我不再以这个名字束缚你。你愿意去哪儿，都是你的决定。”轰！青莲灯芯上闪烁着耀眼夺目的光辉，九莲却沉着一张冷漠的脸庞，以手掌盖住了这光芒，依旧将无尽的灵力传到骆剑清周身的虚无力量中。他没有注意到灯芯上有一滴血泪往下滑落，又或者说，便是注意到了，也并不在意。终于，第1点火星倏地熄灭，然后是第2点火星猛然熄灭。九莲身形一顿，整个人变成透明，过了片刻，才慢慢的再显出身形。而此时，骆剑清身遭的虚无力量已经将他完完全全的包裹起来，那些力量疯狂地燃烧颤动，以肉眼可见的程度。他们化身出了一根根的线，奇异的缠上了黑暗道路两旁的鲜红色轮回线。正在此刻，九莲看到这蚕茧上一道青色的光芒突然显现。骆剑清终于画出了第一笔，他的速度不急不缓，不快不慢，平静镇定地画着一条条的纹路。每当他落下一笔，他身遭的那些虚无力量便缠绕上一些轮回线。当他即将画完最后一笔时，这条黑暗道路上所有的轮回线都被虚无力量紧紧缠住。骆剑清落下最后一笔，砰！虚无力量形成绞杀，轰然一下，便将所有的红色轮回线绞碎。然后下一刻，天地变幻，黑暗道路再也不见，骆剑清也抬步从那蚕茧中走出，看到了九莲尊者。如今的九莲身形虚幻，手中的灯却是彻彻底底的没了光芒。他一身白衣，目光镇定的望着骆剑清。当看到骆剑清出来时，难得的露出一抹冰雪初融的笑意，却也只是一瞬间，便消失不见。九莲淡淡道：“此地便是我能带你走到的尽头了，再往前，一切便靠你自己。”骆剑清转手打量着四周，这里是一片白茫茫的世界。骆剑清的脚下是一片雪白，天空好似倒扣的圆锅，天与地的交界处因为全是白色，而无法能够分清它们的界限。骆剑清说道：“我能在这里做什么？”
九连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反而反问道：“你为何要布下那座太初灭神阵？那样的阵法费时费力，且十分受限，不可随意挪动。你将它布置在苍若等人陨落的地方，虽说3万年前按照莫清的推算，那里是玄天大陆最为薄弱的地方，但是这对你并无作用。”洛剑清道：“九连尊者，你知道你为何没能成功夺天？”九连身子微震，神色一变：“我未曾领悟出真正的夺天。”于是功亏一篑。洛剑清却是摇手：“因为你并没有遇到最好的时机。这50年来，我走遍玄天大陆，终于明白了一件事。从4万年前开始，整个玄天大陆发生的许多事情，都在为一个人造势。4万年前，苍若妖尊年轻时闯荡断情崖，凭借仙人的手笔，在那里布下了9重险境。于是赤云真仙的执念和梧桐树藏在断情崖底，始终无人发现，只在等一个人。3万年前，你刚达化神期修为，与莫清前辈结伴而游，行至梦煞之地，留下了一道灵力印记。那印记于1万年前化神成一只梦煞，也是玄天大陆唯一的一只万年梦煞。他到如今刚刚好蜕了第100次的皮，他也在等一个人。你的夺天出乎天道预料，但自此以后，极北之地形成，封神海中蕴藏着81位人族大能的灵力，枯山山脉里藏着64妖尊的死前妖丹，他们都在等一个人，等着那个人将他们取走。2万年前，一位绝世大能在岩沙荒原留下了遗迹，他在等一个人。1万年前，飞花宗的某位仙子于卯家之地失踪，所有人都以为他早已陨落，然而他却留了一抹神魂，他也在等一个人，那个人会与他进行一次双修，得到他最后的力量，还会许诺给他新生。8000年前，一条绿蛇天赋异禀，一路成为绝世妖尊，他叫阴姬，以后他会成为一个人的众多道侣之一。还有2000年前，一位女修因缘巧合拜入飞花宗门下，她极其擅长阵法，她名为凤丝，此后她也会成为一个人的道侣之一。九连双眸颤动，他沉睡多年，在洛剑清刚刚修炼九连夺天路的时候苏醒过一次，之后只因为莫清苏醒过一次与他见面。而如今我有一位挚友，名为莫秋，也叫魔千秋。洛剑清神色平静地说着，2000多年前他出生于一个小宗门，还未10岁便被仇家灭门追杀，他逃至流风荒原，又逃至妖境，受尽苦楚。他这一生看似波澜起伏，浩荡豪迈，但是自他将自己的宫殿落于魔域的那一刻起，便注定了他将会为了突破化神，修炼血灵大法。他的血灵果会被人偷取，会流落在流焰谷，然后会被一个人得到。九连心神颤动，那个人是谁？洛剑清没有回答，他只是继续说道：我的道侣名为吴音，道号玄灵子。500年前，他出生于豫州，因超品根骨，被当时太华山玉霄峰的峰主吴萧子尊者收为徒弟，赐名吴音。他之天赋不下莫清，200年化神，被困太华山100年，却在400岁便达到化神中期。但他的人生也是在等一个人，他会收那个人做徒弟，传授他功法秘诀，帮助那人以平凡的根骨达到金丹期，然后被那人击杀。那个人到底是谁？洛剑清抬起眸子，一双眼睛漆黑透亮，好似死神。放眼3万年，你所做的一切事都是为了他。如今他便被困在那座太初灭神阵之中，被天道庇护。被你庇护，你无法夺天，因为你早生了3万年。我可以夺天，因为我遇到了那个真正夺走玄天大陆所有气运的人。九连手指紧捏，一把捏碎了那盏青莲玉灯。他是谁？他叫李修尘。轰隆隆，
九莲俊朗如神的脸庞上忽然出现了一抹茫然的神色，他呆怔地望着骆剑清，良久，他忽然笑了起来。他放声大笑，青莲玉灯的碎片在他的掌心慢慢湮灭，只剩下一根灯芯被九莲手掌一拍，飞入了骆剑清的怀中。九莲好似在笑，又好似在哭，他这样痴狂的笑了许久，倏地停住了笑声，定神的看着骆剑清。你既然等到了，那你一定要夺天，你要将我消灭，你要取代我，真正的成为这天。话音落下的一刹那，九莲的身影轰然破碎，他的身形化为千万点的光芒，缓缓的消散在这一片白茫茫的世界中。一根灯芯从骆剑清的怀中飞快的窜了出来，悬浮于半空中，仿佛在看这些光芒的消散。等这些光点彻彻底底的消失后，骆剑清伸手将这灯芯取了回来，放入怀中。九莲尊者狂傲自信，气势滔天，从苍若妖尊的幻境中，我便知道这一点。这世上唯有他的生死挚友能令他动容，能令他放弃夺天。他要的从来只是莫清，而不是九莲清莫丹。清俊，你为何便是参不透？他是你的唯一，可你对他而言不过是一颗丹药，仅此而已。骆剑清的掌中剧烈颤动的灯芯在这句话后终于不再动作。骆剑清长叹一声，握紧了玄灵剑和双符剑，抬手看向这片世界。在双符剑上一共7道符箓闪烁着夺目光辉，它们仿佛夺走了天地间所有的气势规则，冷冽决然。视线在这片平静的白色世界中流转，骆剑清忽然抬剑，向着前方挥去一道毁天灭地的剑影。一道巨大的剑影横扫向前，长驱直入，势不可挡。一剑劈下时，整个白色的世界都轰隆隆的震荡起来，仿佛即将崩溃，但仍旧稳稳的停了下来。骆剑清右手一转，双符剑便化为一道青色流光，飞入了他的眉间。他右手执起玄灵剑，剑尖向前，开始了一次次的进攻。他的目标便是这无边无际的白色世界。玄灵剑跟随玄灵子500年，虽说不及太化剑那样得到了仙气的淬炼，但已然算是一把半仙器。一道道青色的剑光顺着骆剑清劈去的方向绽开，金色夹杂其中，以雄浑磅礴的力量震撼着这个白色的世界。白色的天空在颤抖，白色的大地在颤抖。每当一道剑气劈下，这世界便会剧烈的颤动起来。而骆剑清的每一招都用尽全身气力，那可怖的灵力环绕在他的四周，闪烁着耀眼的光辉。正当骆剑清掐弄手诀，以灵力灌输于玄灵剑上，准备劈下最后一剑时，却见这白色世界中突然刮起了烈风。先是狂烈罡风，再是凶暴雷霆。骆剑清执着一把玄灵剑，与这罡风雷霆相对，从容镇定的反击防御。轰轰轰！这一道道的闪电雷霆越加凶悍，罡风也刮得更是残暴。当两者相斗到最后时，每一道的雷霆与罡风都相当于化神后期修士的全力一击。骆剑清引出青莲元神，以元神之力催动九莲夺天路，再以玄灵剑抬起相抗。强大轰鸣的碰撞声在这白色世界里不断响起，双方斗得难舍难分。骆剑清的额上渐渐蒙了一层细汗，他忽然双目一缩，手中转起一道漂亮的剑光，翻手执着玄灵剑，长喝一声，将这剑往大地上刺去。剑一入地，便听轰然一声巨响，以骆剑清为圆心，一股浩瀚缥缈的力量向外四散开去。这力量以不可抵挡的趋势扫荡四周，将所有的雷霆与罡风碾压成齑粉。无穷无尽的灵力从玄灵剑冰冷修长的剑身上散溢出来，充斥整个世界。砰！白色的世界随着一道震耳欲聋的破碎声，
骤然化为乌有。当这白色消失在视野后的一瞬间，骆剑清单手执着玄灵剑，目光警惕地看着眼前。他再次回到了那条被黑暗包围的狭长道路，四周都是一片片浓郁的漆黑，看不见身后，看不见前方。但是骆剑清却不可能大意。哒哒哒哒，一道微弱的脚步声从黑暗道路的尽头处走来，骆剑清反手将玄灵剑从这道路上拔了出来，微微眯起眸子，小心翼翼地望着前方。那人的脚步不急不缓，便这么随意淡然地走着。黑暗中看不见他的身影，只能听到一道道的脚步声。当这道白色的身影出现在骆剑清面前的时候，他沉默地握紧了玄灵剑，目光镇静地望着对方。冷峻压迫的气场，俊美无愁的面庞，当这人出现时，他便好似屹立群山之巅，俯视众生。他的力量在无形间已然形成一种威压，压迫在骆剑清的双肩之上。他一个垂眸，便听耳旁的风声停息了一瞬。骆剑清嘴唇一抿，抬起玄灵剑，直指对方：九莲，今日你必要阻我。不错，此人正是九莲。九莲的那道执念消失的场景，骆剑清还历历在目，但如今他却遇见了一个真正的九莲。你实力太弱，只与当年的名家相当。你不及莫清，不及苍若，不及曾经的我，更不及早已融入天道的我。当那道执念说出这样的话时，骆剑清还不曾明白九莲到底是什么意思。3万年前，64妖尊中，苍若妖尊是当之无愧的群妖之首，乃是唯一的妖王，而名家妖尊便是在苍若妖尊之下，妖境第2强者。九莲的狂傲，骆剑清深有体会，但这世上，当力量与傲气相提并论，那便是实力。天地间有种人的强大，是强大到让他人毫无反抗之心。自骆剑清涅槃之后，他已经数十年没有再遇过这样的敌人。那人两手空空，只是淡然平静的往那边一站，便能让雷霆停息。狂风崖口，浩荡世界只为他一人开启，黑暗道路为他一人守着，便再无任何顾虑。但是在如何强大的对手，骆剑清也绝无回头之路。面对他的问题，九莲并没有回答，他的目光冰冷淡漠，仿佛在看待一粒沙子、一根枯草、一只小虫。他即为天道，天道即为他，在他的视线之中，骆剑清与其他的天地苍生毫无差别，皆为刍狗。骆剑清双眸一缩，趁着九莲还未曾动手之际，倏地就攻了上去。玄灵剑化为一道金色剑光，宛若游龙，瞬息间就冲到了九莲的面前。然而就在即将触碰到他的脸庞时，猛然停住，金色剑光轰然破碎。骆剑清脚下一顿，玄灵剑再次回到了他的掌中。他这剑回来时，剑身仍旧在不断的颤动，而骆剑清的左手虎口则早已被震裂，两道血口赫然出现，股股鲜血便这样流淌下来。再往前看，九莲尊者进一步未动，只是淡定从容的站在那里。骆剑清的心中立刻有了个雏形，他的眉间闪烁出一道青光，下一刻，九瓣青莲剑纹化为一道剑光，出现在了骆剑清的右手中。左手执着玄灵剑，右手执着双符剑，骆剑清脚尖跺地，无数根鲜红色的轮回线便浮现在他的四周。他掐弄手诀，一道道的符箓在双符剑的剑身上浮现出来，绽出9朵青莲。去！浩瀚剑光好似浩浪，奔腾着向九莲冲去。然而在这剑光之后，骆剑清毫不犹豫地将玄灵剑拍到身前，喷出一口金血，全部洒在了这把剑上。刹那间，金光四起，玄灵剑不断颤动，一股巍峨的力量从玄灵剑上涌现出来。轰！玄灵剑跟随在双符剑之后，化身为千万道剑影，
从四面八方向九连刺去。正是这万分紧张的一刻，双福剑已然逼近九连，剑锋锐利，将九连的长发吹拂向后，露出一张冰冷如雪的面庞。但是九连古井无波的黑眸中并无一丝色彩，他右手轻轻一晃，长袖微动间，骆剑清倏地睁大双眼。铮！双福剑撞上了一道青色的剑光，只是刚刚触碰到，他剑身上的9朵青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一朵朵的破碎崩溃，然后整把剑都向后倒飞，飞回了骆剑清的掌中。与此同时，千万道玄灵剑也刺向了九连，可他却只是轻轻甩动着，拿到剑光，便将这无数的金色剑影全部击碎。一切只在一瞬间，从九连手指一动到双福剑与玄灵剑接连溃败，骆剑清艰难地握住了玄灵剑，猛然喷出一口鲜血，正然地看着眼前的九连。只见后者的右手中执着一抹虚无缥缈的剑光，根本没有剑，只凭借一抹剑光，他连动都未曾动一下，便将骆剑清的所有攻击全部挡住，还伤了他。这样的实力差距让骆剑清心中一凛，却不觉得害怕。他双目圆睁，执着2把剑再次冲了上去，气势凶猛。九连微微抬眸，以剑光挡住骆剑清的攻击。一道道强大的撞击在这黑色的道路上不断的发生，凌厉的冲击波轰向四周。骆剑清不断的强攻，九连便一次次地抵挡。看似是九连被骆剑清压制住了，始终被动的防御，然而事实上，骆剑清的每一道攻击都被九连轻而易举的挡住。他面不改色，仅仅是抬剑便能将骆剑清所有的招式化解。不，甚至那根本不是剑，只需要一道剑光，便抵挡一切。九连只用了不到5成实力，骆剑清却几乎快拼尽全力。又是一道攻击袭来，骆剑清以九连夺天路，令双福剑形成虚影，眨眼间便冲到了九连面前。这一次，九连依旧是轻轻抬手挡剑，但是当他刚刚将这一剑挡回去，却见骆剑清忽然握住了玄灵剑的剑身，用力的握紧，剑刃顿时便刺破了手掌，鲜血染红剑身。至少让你使出全力，使出你的剑。骆剑清突然将玄灵剑向着脚下刺去。当玄灵剑刺入大地的一刹那，九连从无波动的目光终于微微一颤，低手向地下看去。此时此刻，在极北之地上，无数的尊者大能早已被这一幕幕的情景惊呆了。他们看着那3只神兽不断的向李修尘发起进攻，再一次次地被雷霆挡住。天空中是一片浓郁的黑暗，谁也不知道这样的攻击到底过了多久。却见黑色的天空中，一道道金色的光芒向下闪现。当这金色光束击打到那3头神兽的身上时，凤凰高鸣，麒麟嘶吼。金色的巨龙更是忽然发出一道震撼的龙吟，那强大的神兽威压将在场所有尊者都震退3步。这一刻，只见那虚幻的金龙竟然张口吐言，愤怒的冲向了李修尘，怒吼道：九连，3万年来，你可有一丝悔意？你可曾赎罪？以金龙为领导，其余2头神兽的幻影也疯狂地向李修尘冲去。这一刻，3头神兽的攻击更加凶猛起来。那些维护在李修尘四周的雷霆也更加激烈的挡住这些攻击。众多尊者之间听到这道声音，蓝衣妖尊忽然身子一颤，但是在不远处，红衣魔尊却陡然往前冲去，仿佛有什么东西牵扯在他的身上，想要将他拉到金色巨龙的身边。七洛睁大双眼，公主还未来得及动作，却见一道流光闪过，静离一把拉住了魔千秋的手臂，将他硬生生的拽了回来。静离神色淡漠的垂着眸子，抬手放在魔千秋的胸口，轻轻一抹，便好像将什么东西割断。俊美金贵的面容上只有淡然的神情。静离低声道：如何？
摩千秋却蹙了眉，潋滟眸光微微闪动，撇开脸去，道：“无妨。”而在9999丈的天空之上，骆剑清抬手抹去了唇边的血迹，他的左手掌心被玄灵剑割破，流着刺目的鲜血，但是他却勾起唇角，目光澄澈，镇定大声的说道：“3万年前，你让64妖尊和81人修守在极北之地，为的就是让他们为你分担天道的威压。然，让那些尊者大能去分担天道威压，只是最次等的法子。世间万物，对如今被天道融合的你而言，都不及他。你便是死，也会先护着他，护着李修尘。”黑暗道路上，九莲的身形有了一瞬间的虚无，他的脸色略显苍白。他抬目看向骆剑清，依旧没有说一句话，仿佛是个死人，只会一次次的舞剑抵挡。但是这一次，当骆剑清说完后，他却手指一捏，右手中的青色剑光便被瞬间捏碎。当他在抬手时，从他的掌心，一把修长笔直的剑却渐渐出现，先是锋锐寒冷的剑尖，再是光滑刺骨的剑身。当那简素无华的剑柄出现在九莲的掌心时，一条青色的剑穗轻轻的垂落下来。骆剑清垂眸望着这条剑穗，良久，开口道：“这是在你夺天前，莫清前辈亲手记在剑柄上的。”九莲仿佛没有听到，他抬剑向前，目光黝黑，好像没有灵魂。骆剑清轻叹一声，在睁眼时已经眸色冰冷。两人对视片刻，下一秒齐齐上前。极北之地上，太初灭神阵横跨了整个枯山山脉，以无穷力量锁住中央。从3个方位，火色凤凰与雪白麒麟在金色巨龙的带领下，疯狂地向阵法中心的李修尘发动进攻。一道道的闪电从乌云天空中劈下，阻挡这些向李修尘而来的进攻。双方互不相让，而在那9999丈的天空之上，黑云压境之中，也正发生一场大战。当骆剑清真正的将九莲逼到绝境时，他终于拿出了那把剑。骆剑清曾经在苍若妖尊的幻境中见过这把剑，九莲尊者同样修炼九莲夺天路，更修炼九莲本心路，这是他自创的功法。因这功法，他的剑常年化为剑纹，藏在眉心识海中，与他的精神相融合。这把剑看似朴实无华，但是骆剑清却知道，这是一把不下于太化剑的仙器。视线在这把剑上轻轻划过，骆剑清倏地双眸一缩，将玄灵剑抛至身前，掌心一拍，玄灵剑便化为一道金色剑光，冲向九莲。与此同时，骆剑清挥舞着双符剑，以九莲夺天路运转而上，战出9朵青莲，二者合并，用青莲元神引发无尽的天道规则，令整片天空都发出一声声的共鸣之音。这般轰然庞大的力量碾压过了黑暗道路，一直向九莲尊者而去。九莲为了庇护李修尘，已然分出了一些力量，不可能再像之前那般对骆剑清掉以轻心。太初灭神阵是一座仙阵，为仙人不可布下。即使骆剑清是以神兽灵物布下这座阵法，都花了整整10年。九莲的执念先前说过，这座阵法对此刻的骆剑清而言并无大用，他无法移动，布阵麻烦，即使拥有强悍的杀伤力，也帮不了骆剑清。但是如今，当这阵法向李修尘发动进攻时，九莲想要轻易的将它破开，却成了不可能。这一道攻击凝聚了骆剑清几乎所有的杀招。当这一剑袭来时，连九莲也不曾松懈。他右手握起长剑，青色的剑穗便从他的手背上轻轻划过，仿佛情人温柔的抚摸。九莲的眼中毫无波动，他的左手在剑身上点了3下，便听轰的一声，一朵青色莲花在他的剑身上浮现出来。只有一朵花，从始至终便只有一朵花，
但是这朵花一出，天地颤动，九莲微微眯眸，无尽的天道力量和雄浑灵力便涌入其中，令这朵花光芒大作。当玄灵剑携着双符剑的剑光撞上了九莲的这朵青莲时，好像有什么东西崩碎了似的。只听到一道极其微弱的咔嚓声，双符剑上每一朵的青莲都裂了一条口。骆剑清咬紧牙齿，长喝一声，青莲元神便更加快速的运转起来。然而九莲却伸出手指，在玄灵剑停止的剑尖上轻轻一点，砰砰砰，一连9道声响，9朵青莲依次崩碎，摧枯拉朽，无法抵挡。接下来是一场毫无悬念的碾压。当这个人用上全力后，在他的面前，骆剑清变成了一个手无寸铁的普通人。玄灵剑与双符剑并驾齐驱，青莲元神不断运转，九莲夺天路。但是在那一朵青莲面前，所有努力都化为乌有。为了布下太初灭神阵，骆剑清硬生生的将龙骨从自己的后背拔了出来，也将丹田里的凤凰火苗也取了出来。此刻的他只能以神兽残余的威压勉强的挡住九莲的攻击，但是却一次次地被逼到绝境，屡屡犯险，每次都差一点就被伤到要害。骆剑清的身上多了无数道的伤口，鲜血从这些伤口中洒下来，穿过乌云，落在了极北之地的大地上。化神期大能的鲜血灼伤了这片大地，发出吱吱的声响。众人望着这一幕，纷纷惊骇，他们能从这些血液中感受到骆剑清的气息。那么既然这是骆剑清的血，他是在与谁战斗？又是谁竟然能伤了他？要知道，连独绝天老在骆剑清的面前都不堪一击，这到底是谁？魔千秋神色一冷，他紧蹙着眉头，仅仅思索了片刻，便抬鞭指向那座太初灭神阵，道：“给本尊杀了那小子！”他的指令一下，七洛等人毫不犹豫的便冲了上去，向着大阵中心的李修尘发起进攻。见状，太华山、归元宗、飞花宗的诸多修士都正在原地，似乎不大明白魔千秋这是在做什么。魔千秋红唇一勾，冷笑道：“骆剑清是妖物，本尊只知道这世上从来不该有人能被天道如此庇护。骆剑清要杀这人，连天道都降下神雷来保护他。我们身上的这些线是什么，无人知晓，但是他的身上为何会有这么多的线？谁是妖物？本尊并不关心，但是本尊知道他绝对不是普通人。”话音落下，魔千秋一边上前穿入太初灭神阵，便要取李修尘的性命。一道红色的雷霆从天空中直直的劈下，便要砸在魔千秋身上。红衣魔尊却抬眸一望，嗤笑道：“来得正好。”说着，魔千秋反冲上天，将这红色雷霆击碎。归元宗中，灵上大师正皱眉踌躇，却听一个白净俊朗的年轻僧人微微一笑，双手合十道：“阿弥陀佛，魔尊前辈言之有理。小僧不知骆道友是否是妖物，但此人定是诡谲奇异之辈。”飞花宗中，掌门刘玉仙子迟疑的望着那座太初灭神阵，他低手看向了自己的掌心，在他的掌心中是许许多多的碎片，很明显可以看出这曾经是一朵玉花，但是不知何时已经碎成了零星玉片。刘玉仙子咬了牙道：“魔千秋所言有理，骆剑清不一定是妖物，此人却一定是妖物。”一下子，归元宗和飞花宗全部冲了上去，隔着一座太初灭神阵向李修尘发动进攻。许许多多的散修见到两大宗门都冲上去了，他们犹豫了一会儿，最终也跟了上去。见状，谢子卓面色冰冷的看向自己的师傅，道：“师傅，我们为何不去？”太华山的现任掌门广灵子尊者眼神闪躲，他毕竟是你的师弟，难道你没有感受出来吗？那些线到底是什么？
广陵子尊者身体一震，转手看向自己的徒儿，只见谢子卓穿着一身黑衣，目光坚定地看着自己，而在他的身后是冷肃木然的玉清子、文龙子、魏琼英等人。那些线到底是什么？魔千秋说，我们并不知道这些线是什么，但是事实上在场的所有大能都隐约感受到了。这些线到底是什么？这些线是天道的法则，是玄天大陆至高无上的因果缘法。修为越是高的修士，他们拥有的线就越多，因为他们距离天道更近，他们更接近那个境界。可是现在在场修为最高的独觉天老，他身上的线都不足李修成的1/10，不是1%。李修成不过才合体期的修为，他凭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线？凭什么天道会如此偏爱于他？这让在场所有的大能都产生了一种错觉，他们活着只是为李修成而活。这个世界是李修成的，他们陨落，世界依旧运转，但是李修成若是死了，他们便等于死了。这样的人若不是妖物，还能是什么？谢子卓再次喊道：师傅！广陵子冷目向前，呵斥道：太华山！杀！一时间太华山的修士们也冲了上去。人修之中，只有少数散修还在不知所措。断魂宗、神剑宗和几大世家都没有攻上去。而在妖族之中，妖尊敬离垂了眸子，目光淡然地扫了那些人修一眼。他看到了一道血红色的身影，却未曾动容，而是抬了手指，引起一道大山般的海啸。蓝衣妖尊化为一道流光，直接冲向了那头金色巨龙所在的阵眼，站在其中。在敬离站上去的一刻，那金龙仿佛活过来一般，以更加凶猛的力量向李修成攻去。与此同时，敬离运转妖力向李修成攻击，他所带领的妖境第一海的几位妖尊在犹豫了一瞬后，也义无反顾地跟随着自己的尊上攻了上去。此时此刻，在9999丈的天空中，骆剑清正被九连压制的毫无反击之力。正当九连一剑下来，即将刺穿骆剑清的左肩时，他却身形一顿，令骆剑清迅速逃脱。九连的身影有一丝的虚晃，他在抬剑时力量已经少了一成。骆剑清趁机反攻上去，虽说无法对九连造成威胁，但是总算是在危急关头喘了一口气。然而就算是如此，骆剑清拼尽全力，依旧无法对九连造成任何的伤害。冰冷的长剑贯穿了骆剑清的左腹，他喷出了一口鲜血，整个人往后倒飞，勉强的用玄灵剑撑着，才稳住了身形。捂着自己的腰腹，骆剑清擦拭着唇边的血，可是那血却依旧不断的往下流淌，根本无法止住。他整个身体都撑在玄灵剑上，仿佛没了力气，只要将这剑拿开，他便会往下倒去。清俊绝世的脸庞上没有一丝血色，嘴唇惨白，双眸暗淡。九连不给骆剑清喘息的机会，他抬剑便上。谁料在这剑即将刺到骆剑清的心口时，骆剑清却忽然往旁边一闪，哪里还有刚才虚弱到无法抵挡的模样？九连微微睁大了双眸，第一次有了惊怔的神色。骆剑清借此机会抬起玄灵剑，磅礴灵力运转其上，一道金色剑光直直的向九连刺去。这距离实在太近，那灵力爆炸的威势又更加猛烈。九连抬起长剑挡在自己胸前，却仍旧被重击的往后倒退3步，可他仍旧没有一点受伤。骆剑清捂着腹部的伤口，目光深沉的望着这一幕。只见九连手中的长剑上一道青色的剑穗从那剑柄处被震裂开来，落在了这条黑色的道路上。见状，骆剑清微微错愕，谁料下一刻九连却抬起脚步，踩在了这剑穗上，迈步向骆剑清走来。庞大的灵力碾压在那剑穗上，仅仅是一瞬，便将这剑穗踩成了齑粉。
九莲目光瞪静，仿佛什么都没有感觉到，但是骆剑清却瞳孔颤动，微微张了嘴唇。当九莲在抬起剑时，在这黑暗的道路上，倏地涌现出了一道道奇异的符文。这些符文扭曲变换，被挤压成了一根根的线，闪烁诡谲的光芒，旋转着向九莲的身上涌去。他的皮肤上顿时浮现出了各种各样光怪陆离的线条，这些线条顺着他的手指冲入了他的剑中。刹那间，剑光大作，贯彻天地。这道剑光刚刚形成，便穿透云层，照亮了整个玄天大陆。极北之地上，所有的尊者大能都抬手看着这道剑光，以不可思议的目光瞠目结舌。魔千秋厉声喊道：“骆剑清！”话音刚落，他便赶紧往天空冲去，但是却听一道清冷低沉的声音在他的身后响起：“千魔尊，来我这里。”魔千秋身形一滞，转手看去，只见在那太初灭神阵的一个阵眼上，冷漠金贵的妖尊抬起右手，向他伸了过来。静离的目光中包含着平静和淡定，他就这般认真的伸出手，语气沉着镇定，仿佛在诉说一件极为重要的事，再让对方信任自己。红衣魔尊身处于那片乌云和太初灭神阵之间，犹豫片刻，他终于脚尖一点，往太初灭神这儿去，拉住了静离的手。两人手掌相触碰的一刹那，没有人发现静离僵直的身子猛然放松。在他人的眼中，他们只感受到一股奇异雄浑的力量从魔千秋的身上往静离的身上涌去。短短一瞬间，静离的境界往上暴涨，冲破了化神期的界限。一条美丽的白龙从静离的身体中冲了出来，与金色巨龙一起冲向了大阵中央的李修尘。当这白龙出现的一刹那，天空中的雷霆仿佛是没有想到，竟然没来得及阻拦，让李修尘硬生生的受了这一击。李修尘吐了一口血，整个人如同断了线的风筝，往后倒飞。在白龙出现后，金龙的力量更加强大，这座太初灭神阵的一个阵眼好像真的活了一般，灵力冲天，汹涌澎湃。此时的骆剑清正执着玄灵剑和双符剑，迎接那碎裂空间的一剑。不知怎的，就在这一剑即将落下的时候，九莲的身子陡然一顿，整个人的气息又倏地减弱，一股力量再次冲破云层，往极北之地而去。骆剑清猛然明白，他又要去救李修尘。这时候，九莲的剑已然劈下，骆剑清握紧双手中的剑，义无反顾地向前冲去。双符剑开路，玄灵剑护在身侧，青莲元神旋转于双符剑之上，只开出了一朵凝练磅礴的青莲。骆剑清全身的灵力都集中在这一剑上，然后当他的剑遭遇到九莲的剑时，只听一道清脆的声响，青莲元神碎了一道口。骆剑清的脸色陡然苍白，九莲的剑还在往下劈来。砰！青莲元神在这一剑之下毫无反击之力的彻底崩碎。接着是双符剑，庞大的灵力护在双符剑的周身，死死的挡着九莲的这一剑，但是这一剑却仍旧是落下了。灵力结界破碎，双符剑直直的迎上了这一剑，然后咔嚓，双符剑上裂了一道小口。骆剑清睁大双眼，便见九莲的剑气势如破竹的攻击在双符剑上，这道小口越来越大，越来越深。轰！双符剑彻底崩碎，骆剑清整个人往后倒跌出去，身上的气息陡然暴跌，鲜血从他的口中不断涌出。当九莲的这一剑乘胜追击，即将劈上骆剑清的脸庞时，一把长剑挡在了骆剑清的身前。玄灵剑上闪烁着金色的剑光，骆剑清跌倒在地上，脸色惨白，鲜血从口中不停的涌出。元神的崩碎后是本命剑的碎裂，此刻的骆剑清境界暴跌，早已跌破大成期，他更是虚弱
连起身的力气都再也没有。看着死死挡住剑气的玄灵剑，骆剑清挣扎的伸出手，双目通红，艰难的从牙齿缝中挤出了几个字：师傅，不，轰！玄灵剑倏地崩碎，万千碎片在骆剑清的面前化作星光，消失在了无尽黑暗的道路中。骆剑清睁大双眼的望着这一幕，他看着这慢慢消失的玄灵剑，双眸中充斥着泪水，嘴唇微张，但还未曾来得及流下一滴泪，九连的剑光便冲破一切，穿过骆剑清的眉心，将他的识海轰碎。清澈明净的瞳孔在这一瞬间变得茫然而无焦距。骆剑清怔怔的抬起头，他的眉心中央出现了一个黑漆漆的血洞。极北之地上，谢子卓正用尽全力的去攻击李修尘，但是突然之间，他停住了动作，僵硬的低下头。在谢子卓的掌心出现了一盏青色的灯，这盏灯上已经再无了火光，一道裂缝从灯座底部形成，然后慢慢的向上攀爬。咔嚓，这盏灯在谢子卓的掌心裂成了两半。谢子卓眼睛通红的哭喊道：大师兄！众人的目光全部都向他看来，在魔千秋看到谢子卓手中那盏破碎的本命灯后，他瞪大双眸，忽然挣开了静离的手，抬步便向前冲去。这到底是什么？在魔千秋离开的一刹那，静离的脸色陡然苍白，他的境界又往下跌落，一路跌回了大成后期。魔千秋已然飞到了谢子卓的身旁，借着强大的实力，他一把夺过了谢子卓手中的灯。你这到底是什么？声音戛然而止，感受着这盏灯上即将湮灭的微弱气息。魔千秋再也说不出一句话。良久，红衣魔尊嘴唇翕动，声音沙哑，呢喃着说出了那个名字：骆剑清，骆剑清。九天之上，一身白衣的九连尊者抬手取回了自己的剑，一步步的向骆剑清走来。刚才那样横扫一切的攻击，就算是融入天道的九连，都不免被透支了力量，身形略显虚晃。他走到骆剑清的身前，轻轻扶手，神色冷漠的望着后者。只见在这黑暗道路上，清雅出尘的年轻修士微微昂首，一缕鲜血从他的眉心往下流淌。他的双目已然没有了焦距，只是下意识的望着九连，仿佛再看他，又仿佛不再看他。九连垂眸望了骆剑清一眼，便抬起长剑，准备落下最后一剑，解决了这应当早已陨落却仍旧未曾陨落的人。这一剑毅然决然的落下，直指骆剑清的眉心。但是就在渐渐触碰到眉心的血洞时，骆剑清却忽然伸手握紧了这把剑。锋利的剑刃刺穿了骆剑清的手掌，让鲜血流淌下来，抵在这张白皙俊美的脸庞上。九连双眸微睁，似乎在是诧异。然而下一刻，只见骆剑清拉着这把剑缓缓往下，竟然主动的拉着剑刃穿透了自己的识海，将最后还未曾熄灭的那一点精神灵魂彻底的碾碎。九连双目一缩，赶紧往后倒退，但是骆剑清却死死拿着他的剑。轰！一道火光从骆剑清的身上亮起，眨眼间便将他整个人包裹其内。人类的肉身在这大火中瞬间便被烧为灰烬。九连不敢置信的望着这一幕，许久，他终于说出了第一句话：你的元神已碎，肉身亦碎，为何你仍旧活着？熊熊大火燃烧在骆剑清的周身，凤凰火苗仍旧在太初灭神阵中闪烁灼灼光辉，但是同样的凤火却在骆剑清的身上燃起，将他吞噬。他缓慢的站立起来，眉心的血洞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的泯合，身上的每一道伤口亦以无法想象的速度一一愈合。九连尊者睁大双眼，仿佛不敢相信自己所见到的东西。他眼前的这个人修没有元神，没有肉身，明明什么都没有。那此刻在这大火之中被包围着的到底是谁？就算已然被天道夺取了意识，
但是九连却也下意识的放弃了自己的剑，往后倒飞退去。这是属于他的本能，就算没有融于天道，他仍旧是3万年中天地间最强大的尊者。所向披靡，无人可挡。骆剑清握着九连的这把剑，他缓缓的将剑放到身前，望向那空荡荡的剑柄。曾经系在这里3万年的剑穗，早已被他的主人无情的踩碎。骆剑清还记得，在苍若妖尊的幻境中，当那个淡雅清润的尊者将这剑穗系上去时，这把剑的主人是如何故作镇定，忍住内心中的欢喜愉悦。那时候的九连说，待一切成功后，我亦送你一条发带。莫青，你说可好？骆剑清闭了闭眼睛，将所有的一切都忘记。他在睁眼时，看向眼前的九连，已经不再将他与记忆中的人看作一起。九连还活着，九连却已经陨落。他是九连，他却再也不是九连。轰！熊熊大火吞噬着骆剑清的身形，他缓缓抬步向前走去，一边走，他一边淡然的开口，声音冷漠，好似最无情的顽石。任凭清风徐拂千万年，也无法触动他冰封的内心。这声音如死水般永无悸动。你不能夺天，因为你还在意你的实力，你还在意你的名声，你还在意莫青。天道无情，俯视苍生，连你也无法领悟的第八朵到底是什么？若是那时你愿意放弃莫青，任凭他魂飞魄散，那你或许可以夺天，但一切都没有如果。3万年前，以你的力量，不会像如今的我一样被你一剑击杀。天道奈你无法，你却领悟了100年，也无法领悟出那最后的2夺，因为你还有牵挂。我骆剑清叛出师门，声名狼藉，失去挚爱。恨我的人，我一一杀尽；信我的人，活得恣意。我了无牵挂，一心赴死。你碎了我的元神，毁了我的肉身，而如今我空荡荡而无一物，只剩一颗想要夺天的心。这苍茫大地上，我已夺去草木春秋，夺去生灵法义，夺去对错是非，夺去缘法因果，夺去生来死去，夺去苍茫岁月，夺去万物轮回。在此之后，天地万物，一切皆在我的掌握之中。那我还需要夺走什么？若这世上没有轮回，没有时间，没有大地，没有生灵，到最后便只剩下我一人。九连的脸上依旧没有表情，但是他的瞳孔却剧烈的颤动起来，仿佛有什么东西在痛苦挣扎，死死的盯着骆剑清。骆剑清携着一身炙热滚烫的烽火，走到了九连的身前，终于停下步子。我还要夺走什么？他轻轻开口，声音却可达云霄，应是夺万物之于一，夺生灵之末路。今日我便将那最后的余物彻底夺去。我要将我夺去。九连夺天路，第8夺夺我。熊熊烈火将黑暗道路照亮，炙热滚烫，好似骄阳。骆剑清被这场大火卷在其中，目光灼灼，坚定决绝。他漆黑的眸子紧紧的凝视在九连身上，令后者哑然无言。一股强大的力量从骆剑清的身上爆发出来，几乎锁住了这黑暗道路上的一切空气，以压倒性的强势冲开那一层层的黑暗。九连俊朗完美的脸庞上微微有一丝触动，但仅仅是一瞬间，他便恢复正常，翻手画出一道剑光，直剑再向骆剑清冲去。这一剑对于曾经的骆剑清来说，压得他无法反抗，屡屡受伤，但是此时此刻他却手腕一动，将九连的剑抛了出去，同时以烽火为形，画出一道长剑。这烽火长剑与九连的剑撞在一起，灵力瞬间爆炸，将九连击退3步，骆剑清也往后3步。铮！九连的剑稳稳地插在了道路上，二人却没有谁再去管这把剑。
而是开始了一场惊天大战。火焰灼烧着骆剑清的身影，仿佛要将他的一切都燃烧殆尽。九连面无表情的不断攻击，骆剑清一次次地挡下，二者不分上下，在雷云之中轰出一道道的声响，使整个玄天大陆止不住的颤动。每当这烽火燃烧多一分，在断情崖底，一棵梧桐的树叶便落下一片。梧桐猛烈的晃动的树干，那碧绿的叶片便仿佛下雨似的，成群结队的落下，在空中就燃烧成了灰烬，落了满地的黑灰。烽火之中，骆剑清长喝一声，那火焰瞬间变成一条鞭子，将九连的手臂缠住。九连猝不及防的被止住动作，他下意识的抬手，却听一道清亮的龙吟，一条金龙虚影从骆剑清的身上冲了出来，将他撞飞。九连喷出一口鲜血，黑暗道路轻轻的颤动了一下。骆剑清双目一缩，再次攻了上去，两人又缠斗在了一起。九连每一次出手，都有无尽的天道规则蕴藏在他的攻击之中，那一条条的符文包裹着他的身体，令他看上去诡谲奇怪。而骆剑清每一次出手，却只是最单纯的攻击，可是随着烽火的燃烧，他的力量却越来越强，到最后竟然压着九连无法反击，只能不断的抵挡。九连的执念曾经说过，你若是想赢我，唯一的可能便是领悟第八夺。九连夺天路的第八夺，夺我。天道无情，从来无我。若是真想夺天，不舍弃自我，只能成为笑谈。骆剑清本该死去，他的元神被九连一剑轰碎，肉身也被烽火燃烧成了灰烬，但是在这包含轮回之意的不死凤凰火中，他却得到了一场新生，被驱逐出师门，自此与太华山再无牵扯，被天下人追杀，自此与正道两族再无纠葛。骆剑清所恨之人早已全部死在他的剑下，骆剑清所在意之人因磨难而成长，修为进阶，他所能怀念的还能有什么？在这熊熊不死凤凰火中，他只剩下一颗夺去天道的心，只剩下一个夺天的执念。看着眼前重伤呕血的九连，骆剑清握紧手指，轻轻的掐碎了手中的火焰长剑。他低下头看向这片大地，他的目光从极北之地上的每个修士大能身上扫过，然后看向远方。那里有断情崖，那里有五沙国，那里有魔域，那里有太华山。太华山的中央有一座山峰，峰顶有一片茂密幽绿的竹林。曾经在那片竹林之后有2间小竹屋，可是如今一切都没了，只剩下空荡荡的微风，徐徐的吹过一切，将竹叶吹出沙沙的声音。他所能怀念的早已死去，人若不在了，还要这些做什么？骆剑清的双眸渐渐被漆黑的颜色侵蚀，他缓慢的转过头，看向眼前的九连。九连仍旧是那般冷酷无情的模样，重伤没有让他形容变色。如今危险的局势没有让他紧张，他的身上被一些天道规则具现化的符文包围着。他握着一缕剑光，镇定的看着骆剑清。良久，骆剑清抬起手指，将插在地上的长剑取了出来。骆剑清握着剑柄，遥遥望着九连，淡然道：3万年前，莫清给你系上剑穗，为你带领上百尊者大能，在极北之地替你分担天道威压。你以这把剑输在了天道之下，而今日我便用这把剑完成你的遗愿。嗡！仿佛听到了骆剑清的话，这把剑轻轻震动了一下，发出共鸣。九连却仿若为闻，仍旧冷酷的看着骆剑清。骆剑清抬起长剑，手指在这把剑的剑身上微微一点，一朵青色莲花便从他的指尖绽放出来，落在了这把剑上。与他相同，九连也点出了一朵青莲，落在自己虚化而成的剑光之上。无边无际的黑暗之中，骆剑清和九连互相望着对方，谁也不知道看了多久，
他们忽然一起动作，磅礴凌厉，形成一道遮蔽天空的青色光芒，照耀了整个玄天大陆。这一刻，在这一瞬间成为了永恒。玄天大陆上亿万生灵望着这道光芒，从他们的生命本源之处，他们情不自禁地颤抖起来。九天之上，两朵巨大的青莲撞击在了一起，发出轰然巨响。一道无形的波纹从相撞之处向外界冲荡开去，所过之处将空间全部碾压成了齑粉。山石崩碎，河水断流，大地劈裂，草木无存。自极北之地往外，冲州、明州、潮州、象州八大洲的大地上，如蛛纹密网，碎裂开来。守在极北之地的所有修士纷纷布下结界，抵挡这道冲击，却仍然被冲出数百里远，冲出了枯山区域。就连境界最高的独绝天老都毫无防备的被掀飞，重重的吐出了一口血。在场众人中，白家的几个修士因为实力不足渡劫期，当场便晕死过去。正在此时，金色巨龙呼啸着又冲向太初灭神阵中央的李修尘，他摆动着长长的龙尾，唤出千万道的狂风。当这一道道的烈风即将扑到李修尘的面前时，从未有人在意，因为这金龙早已这样攻击过100万次。但是这一次，在众人惊骇的目光中，只听轰的一声，金龙的长尾狠狠地撞在了李修尘的身上，直接将他的脊骨撞断，丹田撞碎。这一次竟然没有任何天雷前来阻挡保护。李修尘也睁大双眼，不敢置信地看着这条金龙幻影。他刚想说话，狂风便至，轰碎了他的识海，他的双目中再也没有了光芒。临死时还是一脸震惊的神情，仿佛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突然这样死去。而李修尘自然不知道，此时在9999丈的天空之上，两朵青莲撞在一起，万物寂静，一切便好像被什么人禁止。骆剑清执着九莲的剑，劈在了九莲的剑光之上，咔嚓，一朵青莲裂开了一条缝。骆剑清的唇边溢出鲜血，他咬紧牙齿，握紧了手中的剑。但是下一刻，轰！九莲面前的青莲骤然破碎。骆剑清双目一亮，脚尖一点，一剑便刺透了九莲的胸膛，穿心而过。九莲怔怔的低下头，望着这把刺穿自己的剑。这把剑在轻轻的颤抖着，他仿佛在哭泣，又放弃在庆幸。他是九莲的本命剑，但如今他却刺穿了自己的主人的心脏。九莲的血沾在他的身上，好像是他流下来的一滴滴血泪，但是他却仍旧任由骆剑清刺穿了九莲的心口，甚至还带着一种迫不及待的意味。这世上有哪个本命剑会心甘情愿的刺穿主人的心？他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骆剑清慢慢的松开了手，没有拔出这把剑。可在他的注视下，九莲却缓缓的抬起手，摸上了这把剑的剑柄。这把剑倏地颤动起来，发出嗡嗡的剑吟。九莲低着头，口中的鲜血不断的滴淌到剑身上，将剑身染红。许久，他抬起头看向了骆剑清，这张俊逸无双的脸庞上露出了一抹微弱的笑意，微微的勾起了唇角。即使鲜血不断的从嘴边流下，但是他却笑得十分温和，没有那抹执念的悲伤无助，也没有先前的九莲的狂傲放纵。他在用一种看待小辈的目光看着骆剑清，带着感激与期盼。九莲开口，又呕出了一大口血，他沙哑着嗓子道：“你做到了。”骆剑清行了一礼，目光平静的说道：“是。100多年前，你第一次打开玉牌时，我从未想过你会做到。”骆剑清镇定从容，若我知道走到这一步会失去这么多，我或许不会打开那玉牌。九莲先是摇手，最后又微微颔首，无论如何，你还是做到了。
你说的对，不夺我，又如何夺天？我竟然从未想通，人类怎么可以成为这天？想要夺天，必然要摒弃所有，摒弃属于人的记忆，属于人的感情，属于人的一切。我做不到，所以我无法夺天。但你若是真的想要继续下去，你便是真的什么都没有了。你真的愿意吗？骆剑清神色不变，仿佛失去了情感一样，声音冰冷，我不夺天，如何改变这天？九莲微微怔住，最后低低的笑了起来。是啊，你要改变这天，让属于我们的玄天大陆真正的属于我们。骆剑清冷静的看着九莲，只是再看了一眼，便转身离去。而就在他转身的一刹那，轰然一声，九莲的身子陡然化为了千万道的碎片，永远的消失在了这天地之中。那把原本插在他心口的剑立刻落了下来，在地上剧烈的颤动，可是却再也没有人将它拾起。骆剑清神色冷酷，好像没有听到身后这哭泣一般的剑音。他抬起脚步，落下时便离开了那条黑暗的道路。属于3万年前的一切，在刚才终于彻底化为乌有，尘封于历史。眼前是一片被星光充斥的宇宙，无数的星辰在这片黑暗的世界中不断闪烁，绽放出或灿烂或微弱的光芒。骆剑清站在这被星光包围的地方，他抬手向前，见到一颗星辰上全是绿色的植物，他在低手看地，见到一颗星辰上没有修饰的踪迹，全是勤恳生活的凡人。骆剑清迈出了步子，走在这广阔无垠的宇宙之中。他便这样一直的走着，也不知走了多久，或许是一天，或许是1个月，或许是1年，他终于停下脚步，望着一颗星辰，沉默不言。只要他轻轻伸出自己的手，这颗星辰便完完全全的落入他的掌中，任他操控。可是骆剑清始终这样看着，没有动作。他看到这颗星辰渐渐变换，有一条条的龙在这颗星辰上耀武扬威，有一只只的凤凰在这颗星辰上涅槃重生，又有一头头的麒麟狂妄的横扫大地，吞吃人类的生命。然后龙族消失，麒麟灭亡，最后一只凤凰被爱人欺骗，害了全族，陨落于一条山崖裂缝之中，永远的闭上了眼。世界还在变化，一片黑色的云雾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飘了过来，将这颗星辰笼罩。天底下的最后一条龙游历大陆，成为妖王，统帅64妖尊。世间最强大的修士察觉到了自己久久无法成仙的事实，他抬头看天，好像看到了一层包裹在这颗星辰之外的黑色云雾，他决定夺天。接着夺天失败，那修士被黑色云雾吞噬，与他化为一体。世事变幻，沧海桑田，一道亮光从宇宙的另一个角落冲了过来，在黑色云雾上穿出一道裂口，进入了这颗星辰。在这颗星辰的正中央，一个清俊淡雅的白衣尊者舒地双眼，因为黑色云雾的破碎，他好像算出了什么东西，然后是和记忆里一模一样的事情。他愿那个人收了别人为徒，愿那个人不顾自己，偏爱他人。他越走越错，眼睁睁看着别人抢占了自己的位置，自己却因为一次次的机缘巧合被逐出宗门，名声扫地，被天下追杀，于一座山崖上疯了一般的自刎逝去，留了那个人独自去后悔。那个人为他屠了自己最敬爱保护的宗门，为他杀了天下修士，为他堕落成魔。当仇人站在这个人的面前，救了他的性命之后，白衣尊者却挥舞着长剑，即使面对被天空中的雷霆劈死的危险，也义无反顾地向仇人冲去。于是天雷劈下，他快要生死道陨，只剩下最后的一丝意念，即将死去。然后在血海之中，这缕意识一剑抬起，硬生生地割断了自己脚下的鲜红轮回线。那一刻，在他的身上运转的是9连夺天路的光芒。
他抬手望天，声音气血，一字一顿的说道：“我玄灵子不入轮回，不夺天道，只求再给他一个机会，以我轮回，送他回归，许他新生。”当看到这一幕时，骆剑清古井无波的眼中终于露出了一抹颜色。到头来，原来他所求所想所要的一切，竟然是这样。赤云真仙说过，5万年往后，这天变了2次。第一次，天道被黑色云雾覆盖，从此玄天大陆不再属于自己，只属于一本书。第二次，九莲妄想夺天，他想夺回属于玄天大陆自己人的天道，却被融入这黑色云雾，成为了不死不灭的天道。所以九莲是这天，天却不是九莲。在此往后，或许应当与那本书、那道黑色云雾所想的一样，按照他的想法发展。但是这黑色云雾却万万没想到，一缕其他星辰上的魂魄穿越过来，令他破开一道缺口，也令太华山上的一个绝世大能窥探到了天道。从此以后，一切都不再受黑色云雾控制，他不断的弥补挽救，看似一切都按照他的计划在稳定进行，但是他竟没有发现，那个窥探天道的大能却开始在暗地里修炼起了一本禁忌功法。玄灵子堕落成魔，开始修炼九莲夺天路。他仅仅修炼到了第5夺，便无法再往前一步，却仍旧没有按照那本书里所说，因为李修臣救了自己一命，就放弃对他的仇恨，斩断轮回线，以此为引，一切重新开始。九莲的夺天是对这黑色云雾的第1次重创，李修臣的穿越是对这黑色云雾的第2次重创，玄灵子的斩断轮回是对这黑色云雾的第3次重创。种种因果之后，骆剑清才得以走到这里，看到了4万年间所发生的一切。冥冥之中，这宇宙里响起了一道混沌般的声响。骆剑清敛着眸子，望着眼前的这颗星辰，没有吭声。那声响还在继续，仿佛是在不断的逼问，声音的频率越来越快。骆剑清却忽然抬起手，轻轻的抚摸向了这颗星辰。他将这颗星辰上那道黑色的云雾拂了出去，仿佛擦去了一层灰尘。只是抬手一瞬间，竟然如此简单。就是这么简单，4万年间，玄天大陆却死了多少尊者大能，断了多少人成仙的梦，绝了多少本该活下去的希望。宇宙中还是有声音在响。骆剑清望着这颗星辰，良久，才低柔的笑了出声。修真者不过是强大的人类，仙人也只是比修真者更为强大的人类。便是成为天道，我又如何？不过是更加强大，实力更高。从此以后，不得有任何情绪，因天道必然无情，天道必然公正。我这一生不足200载，有知己好友，有生死至交，有愿意以命相换的爱人。我已夺去自我，只需再往前一步，就可以夺走这天。九莲夺天路，夺我，夺天。你让我去夺天，成为玄天大陆的天道，但这天若是真的可以由人来当，那与之前有何差别？天道不该为任何人的意志而转移，不该被任何人掌控。只有无情才能公正，只有无心才能永恒。我骆剑清夺不走这天，只想当然。话音落下的一瞬间，在骆剑清的面前，在那颗星辰上，一层淡淡的符文慢慢显现。骆剑清沉默地看着这道符文，始终没有出手相碰。他只是看了一眼，便转身而去，毅然决绝。九莲夺天路，1夺春秋，2夺法义，3夺是非，4夺因果，5夺生死，6夺日月，7夺轮回，然后夺我，夺天。9夺之中，这第9夺却是最为简单的，只需你稍稍伸手，天道便为你掌控。但骆剑清的选择却是转身离去。在骆剑清即将迈出最后一步前，宇宙之中又有一道声音轻轻嗡鸣。
骆剑清的脚步停在了半空中，片刻，他却是摇手轻笑，一个台步，真正的跨出了宇宙，再次回到了玄天大陆。然而这时，玄天大陆上却是无比陌生。骆剑清落脚之处正是极北之地，可这里没有枯山的遗迹，没有封神海，没有无底窟，没有阴泽涧，这里只是一片看似普通的平原。骆剑清脚尖一点，飞入了天空，再看着大地，只见不远处，明州和潮州中许许多多的凡人开始了新的一天。早起做饭，遥望着这一幕，骆剑清慢慢的垂了眸子，神色淡漠，无悲无喜，好似神明。但是渐渐的，好像有什么东西都骆剑清的身上脱离而去了。他的双眸中渐渐有了神采，原本笼罩在他身上的那股虚无缥缈的意味也逐渐减淡。他的模样更加像一个人了，他的境界稳定在化神后期，但是他丹田之中的一朵青莲元神却渐渐闭了花瓣。九莲夺天路的气息开始往下跌退，从即将夺天慢慢跌到了夺我，最后彻底的跌回了第七夺，夺万物轮回。骆剑清往前一步，身影便消失在了极北之地。若是没有那层黑色云雾，世间的一切该是如何？一阵微弱的清风从极北之地吹过，骆剑清的身影虚幻无形。他漫步在冲州之上，却没有人可以看见他。他便这样一步步的走在36州的土地上，走过一条条的大河，一座座的山脉，来到了冲州的一处山崖。断情崖上，寒风凄恻，阴云压地。俊美秀朗的修士站在这山崖之上，狂风卷起他的黑发和衣角。在他的身边，许许多多的修士路过，往断情崖的9重险境里走去。他们是要去寻找机缘，进行历练。断情崖底又是什么样的情形呢？骆剑清眺望远方，就如同曾经失去了玄灵子的那10年一样。他久久的站在这座山崖的巅峰，目光毫无焦距的望着天与地的尽头。然而这一次，他只看了短短片刻，便收回视线。下一刻，他的身影陡然消失，出现在了断情崖第9重险境。深渊还是那个深渊，这是4万年前在苍若妖尊年轻时一时气盛布下的一座险境。断情崖是几万年前被一位仙人劈开来的大地裂口，逐渐的才形成了断情崖。然后5万年前，天下最后一只凤凰陨落于这裂口底端，留下一棵梧桐树。4万年前，年轻气盛的绝世妖王来到这里，见到了那只同为神兽一族的凤凰执念，又见到了那棵梧桐树。那妖王正是64妖尊之首的苍若妖尊。当年的苍若妖尊想来是觉得寂寞，世间只剩他一只神兽，于是他看着几乎疯狂的凤族皇女的执念，并没有忍心伤害对方，而是借着断情崖布下了9重险境，打通了一条去往元州的深渊，令这里成为寻常人难以进入的险地，保护这棵梧桐和这缕执念。骆剑清走到梧桐树所处的位置时，发现梧桐树已然落光了树叶，全然枯萎，赤云的执念也再也不见。他沉默的走上前，轻轻抚摸着梧桐干枯的树干。然而梧桐却仍旧没有一丝回应，似乎枯死多年。重来一遍，断情崖9重险境还在，梧桐和赤云却早已不见。靠在梧桐树上休憩了3日，骆剑清再次起了身。当他在消失后出现时，已经到了飞花宗。飞花宗位于明州和潮州，骆剑清只来过这里一次，却记得曾经见过的那漫山群花。他站在天空之上，很快便感受到飞花宗中有2个化神期修士的气息，还有一位隐匿在后山的修士，气息已是半步仙境。但是就算对方只有1步就可以飞升成仙，却仍旧没有察觉到骆剑清的气息。骆剑清只是化神初期，实力却远不止这个境界。他触碰过这个世界的天，甚至险些成为天道。就像骆剑清曾经对9莲尊者说过的一样，境界并不代表一切。
半步仙境的九莲没有参透第八夺，可化神初期的骆剑清却领悟了，这才是真正的实力。在这飞花宗的上空，骆剑清只待了3天，他如同一阵风，轻轻地吹入了飞花宗某座僻静的小院落里，坐在那被梨花落满的院子里，自顾自的斟茶自饮。这座院落与他记忆里的没有差别，只是饮茶的人只剩下他一个，那个白衣尊者却不在这里。3日后，骆剑清抬步离开，临走时见到一个浅黄衣着的女修从远处而来，落在了飞花宗的宗门后山。她长相柔美，气质高雅，当她落地时，所有弟子都俯身行礼，恭敬道：“奉司师叔。”骆剑清恍然一怔，接着微笑着摇手。重来一遍，飞花宗还在，凤司仙子也未曾陨落。下一个地方是秦州。玄天大陆只剩下6大世家，墨家屹立玄天大陆3万年，气运沉淀，乃6大世家之首，实力远超其余5家。据说墨家在这3万年内，自某位绝世尊者飞升成仙后，又出了5位仙人，给墨家留下了不少底气。骆剑清坐在墨家所在的秦州的一处茶馆里，旁人看不见他却淡然的饮茶。在茶馆的中央，一个精明的说书先生正抑扬顿挫的说道：“话说咱们秦州最了不起的就得数修仙墨家了。咱秦州可不是元州那等贫瘠之地，秦州客栈的一块牌匾砸下来，砸着3个人就得砸着一个修士。秦州为何会如此繁荣？正是因为那墨家在咱们秦州扎根了。”有一个修士模样的中年男人哈哈一笑：“可别废话，继续说。”那说书人抚了一把山羊胡，继续说道：“就说那3万年前，当时玄天大陆有9大世家，那时墨家就是第一。传闻当时的墨家出了一个天才，1000岁便是化神后期的修为，与那太华山玉霄峰当时的峰主结伴游历了整个玄天大陆。2人那威名真是名扬万古。据说这2位大能不仅仅是生死好友，后来还结为道侣。4000岁时，2人一起飞升成仙，留下一段佳话。有凡人好奇的问道：“那墨家的天才是个女子？”说书人故弄玄虚的摇手。一个年轻的凡人姑娘问道：“难道当时太华山的那位大能是个女子？”说书人再次摇手。众人齐齐大惊，却见一个俊秀斯文的年轻修士一拍桌子，朗声道：“我先祖是男子，那太华山的峰主也是男子。我辈修仙之人，哪里管所谓的男女之别？你要是不服，敢不敢问一问我手里的剑？”众人立刻不敢再言。那说书人显然也没想到，这小小的茶馆里居然有墨家人在。他红了脸，准备换个故事再讲。谁料那墨家人却豪爽的一笑，道：“我们墨家光明磊落，你且继续说。你要是不说，我替你说，让天下人都知道我墨家先祖的威名。我那先祖虽说已经飞升3万年，却依旧是我墨家的骄傲。先祖名为……先祖之名母亲还未曾告诉过我啊，他叫墨清。”一道清润低沉的声音在那墨家子弟的身旁响起。这年轻修士下意识的转手看去，这才发现在自己的身旁竟然坐着一个青衫男子。这修士仔细的打量着对方，可是每当移过眼去，便发现自己记不得刚才看到的东西，始终没法看出来对方到底长得什么模样。这墨家子弟警惕的问道：“你怎么知道我先祖的名讳？”那青衫男子低低的笑了一声，仿若春风拂面。他拍了一些碎银留在桌子上，众人再仔细看他时，他却早已离去，只留下一句虚无缥缈的话：“他叫墨清，他的道侣名为九莲。太华山与墨家世代交好，今日有缘与墨家子嗣一见，留你一道机缘。”茶馆里的其他人都不明所以的看着桌上的碎银，唯独那年轻俊秀的墨家子弟痴痴傻傻的呆了眼，眉心间闪烁着一道青色的光芒。
良久，他便一直呆坐在这茶馆的位子上，因为他是墨家子弟，没有人敢请他离开。日升月落，他就这样坐了整整3天。3天后，他忽然起身，激动地朝着青山男子曾经坐过的地方叩拜起来。墨家嫡系三子墨丘，感谢前辈赐予机缘。重来一遍。墨家依旧是世家之首，嫡系也未曾被流放到韩墨荒原。然后是雍州、兰州、孟州、沧州、玄天大陆有6大世家，以墨家为首，另外5大世家是云家、苍家、魏家、阙家和淡台家。不见白家，不见余家，不见庚家。而在众多宗门之中，太华山以不可逾越的实力傲视群山，在他之下还有4大宗门，归元宗为首，飞花宗其次。神剑宗在最近的几千年中势微明显，4宗中最年轻的宗门落霞宗却有了赶超神剑宗的趋势。骆剑清缓步走到了曾经断魂宗所在的那片山域，这里早已荒芜。1000年前，断魂宗只是个2流宗门，他们找到了一处仙人遗迹，妄想独吞，最后被灭了满门。那个遗迹危险重重，玄天大陆上许许多多的大能都陨落在其中，包括太华山苍霜峰当时的一位长老，名叫浩星子。骆剑清看着断魂宗的遗迹被许多野兽当作兽窝，他默默地看着，然后转身离去。走到了岑州时，已经是天色擦暗。然而在归元宗的宗门山域中，一道道温润明亮的佛光照亮天地，开出一朵朵金色佛莲，袅袅梵音在广阔的天地中不断回荡，僧人们轻声念诵着经法。在这所有的声音中，能清楚地听到一个微带笑意的声音，这声音虔诚真挚地说道：其心恳切，其意真念，便是地狱，亦是归途。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4重恩，下济3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消除宿业障，同登无上觉。阿弥陀佛，此间真意，又何来轻浮之说？跪坐在归元宗大堂上的众多僧人一起行礼：阿弥陀佛，佛子所言甚是。一个白净清朗的年轻僧人微微笑着，如同拂柳而过的春光，明媚温煦。这辩禅大会一共开了7天，骆剑清便坐在云端，听着年轻僧人辩了7天，等到最后1日时，他等在年轻僧人回房的必经之处，微笑道：听闻佛子行走世间，从不欠人因果。灿烂阳光之下，青衣修饰的笑容屹立绝美，与日争辉。便是佛子也不由呆了一瞬，接着才行了一道佛礼，笑道：何为因，何为果？骆剑清道：我与佛子有缘相识，便是因；成为莫逆，便是果。两人齐声朗笑。骆剑清停留归元宗数日，才在佛子的相送下离去。重来一遍，知己好友仍旧是那人，佛子从未改变。越过岑州便是云州，再穿过一条大河，便是魔域。1000多年前，一位魔修横空出世，以强大实力逼迫的正道修士不得不承认了魔修的地位，也承认了魔尊的威名。魔千秋在云州旁分了一块区域，以此作为魔域，容纳天下魔修，并建立魔道宫。当骆剑清来到魔道宫的魔山下时，正听到一个愤怒咆哮的声音。魔道宫左护法秦归鹤喜欢穿着白衣，他扛着一把大刀，追杀在一个黑衣男子的身后。两人的相貌有7分相似，都是英俊朗逸，只是秦归鹤更为柔和一些。秦归鹤怒骂：你又把云香放出去了，你怎么又把他给放出去了？秦思仪，你给老子站住！等公主回来知道云香又去36州乱跑，你看他会怎么处置你？别以为你60年前进阶化神了，老子就不敢揍你！你敢不敢给老子停下？秦思仪冷着一张俊脸，面无表情的说道：你先把刀放下。秦归鹤直接将大刀甩了出去：放你爷爷的刀！
秦思仪伸出手指夹住了这根本没什么攻击性的飞刀。你没刀，我爷爷也是你爷爷。那放你儿子的刀。我没有儿子。那放谁的刀？放我爱人的刀。一身黄衣的魔道公大管事七洛正坐在山顶的宫殿之中，对山下这两个莫名其妙的护法置若罔闻。屡屡有魔修上来禀报，一个人说左护法把某宫殿打碎了，一个人说右护法为了不伤害左护法，一直往山上跑。至此，七洛才一拍桌子，化神出气的威压瞬间溢了出去，秀眉一蹙，声彻天地：公主才出外5天，你们便闹成这般模样。云香虽说顽劣，却也不可能出事，他已经有合体期修为。秦归鹤，你不要借题发挥。秦思仪，你再说一遍，云香是去哪里了？秦思仪一手搂住弟弟的腰身，一手拿着大刀，抬手转向宫殿的位置，道：岑州。天空中，骆剑清闻言微愣，最后竟然忍不住的轻笑出声。重来一遍，魔道公还是魔道公，云香还是去了岑州。未曾见到挚友，骆剑清虽说遗憾，却也没有太过着急。魔千秋在800多年前便进阶化神，如今早已是化神中期的修为。他的人生还有2000年，大限离他很遥远，便是飞升成仙也只是时间问题而已。至少魔千秋还活着。骆剑清接下来去的便是妖境。3万年前，64妖尊并没有陨落，甚至如今，不仅仅是神兽，连妖族也可以飞升。虽说64妖尊中只有20多位妖尊成功飞升，但是人族与妖族的关系并没有那般紧张，只是偶尔会因为争抢资源而发生一些局部战争。此时的妖族中，光是天阶妖尊便是40多位。骆剑清走在森冷的妖境里，没有人能察觉到他的存在。他走过了第13海，一路往前走到了妖境深处，没有看到独绝天老，却在走到第2海的时候，于一块石碑前停住了脚步。这座石碑叫做独绝长生碑。骆剑清沉默地看着这块石碑，许久才抬起脚步离开了这里。3万年前，苍若妖尊没有指点，神兽的气息没有沾染上这块石碑，于是石碑还是石碑，永远不可能成为妖兽，更不提妖尊。现在的妖境里，有一些古老的妖尊，骆剑清还认识。苍若、子宋、明家等几位妖尊都在过去的3万年里陆续成仙，还有一些妖尊无法成仙，但也暂时没有陨落，还剩下不到1万年的寿命。离开妖境的时候，骆剑清路过了第1海，他思索一瞬，转步去了龙岛。龙岛曾经是苍若妖尊的家，后来成了静离的家。骆剑清原本只是想远远的看上一眼，谁料他还未曾靠近，便听到一阵阵爆炸的声音从龙岛附近传来。当他一靠近，却见滔天魔气充斥在这座鸟语花香的龙岛之上。一个美艳至极的红衣魔尊挥舞长鞭，倏地便将那白色的巨龙拉了过来，声音冰冷的嗤笑道：明天要是还有什么你父亲你母亲的老朋友借着探望你的名头来这里，本尊就冲去妖境，大开杀戒，你信不信？白龙身上闪过一道耀眼的光芒，瞬间变为一个清雅金贵的蓝衣妖尊。见状，红衣魔尊转身便想离开，后者却忽然从他的身后搂住了他，声音轻柔温润，仿佛泉水撞击山石，不理他们。好不好，千秋？啪，一鞭子甩上了对方的脸颊，声音虽响，却只是擦断了几根发丝，而没有真正伤害这张俊雅清贵的脸。魔千秋挑起一眉，用鞭柄勾起了静离的下颚，道：那你过几日得陪我去找他。静离犹豫的蹙了眉，最后还是点头。几乎是落荒而逃的骆剑清一路从妖境第1海逃到了太华山，他下意识的就冲入了太华山，往着玉霄峰而去。即使过了数日，那一幕给骆剑清带来的冲击也太大了。他虽然在极北之地的时候就知道
静离的心脏不知道为何竟然在摩千秋的胸膛里，而静离的胸口处却是空荡荡的，没有一物，只有一颗腰丹维系着他的气息。因此静离修为大跌，甚至断了神兽可以成仙的希望。可是为什么重来一遍，静离的心脏还在摩千秋的胸膛里？为什么他们竟然成了那种关系？骆剑清叔弟觉得再上一遍时自己或许太匆忙，没有观察到什么东西。他惊慌失措地冲入了玉霄峰中，一路冲过了几十个禁制，几乎踉跄地穿过了竹林。刚刚一抬手，便见到两件淡雅别致的竹屋，一个正站在竹屋前，垂眸望他的白衣尊者，双眼微微睁大。骆剑清的心中仿佛有一只打鼓在咚咚的敲响。他怔愣地站在竹林掩映之间，连一个字也说不出口。这幅场景，他在过去的这些年里，他曾经见过无数遍。那时他拎着李修尘去梦煞之地，每遇到一个梦煞幻境，便会遇见这个场景。这个人在幻境中一遍遍地喊着他的名字，一遍遍地拥抱着他，一遍遍地将炙热的温度传递给他，但都只是幻境。可现在，剑清清冷淡漠的声音在玉霄峰上轻轻响起，骆剑清身子僵硬地抬起了头，只见那双细长透彻的凤眸里正倒映着一个不知所措的自己。他不再沉着冷静，他开始慌张，他甚至开始害怕。骆剑清回忆着自己以前与玄灵子相处的情形，他颤抖着行了一礼，心中被酸涩充盈，但脸上却做着恭敬的模样，认真说道：“师父，弟子回来了。弟子还有一些事情需要思考，想先回屋，明日再向您述说这次外出历练的事情。”骆剑清脚尖一点，迫不及待的便往自己的竹屋而去。他忽然明白，就算这一切都重新开始，就算九莲、莫清、苍若他们都拥有了极好的结局，就算这世上天道已经重新再是天道，甚至妖兽也可以成仙，可那些人却已然不是那些人。莫秋是莫家嫡系的子弟，而摩千秋却已经不会认识他了。他与玄灵子也只是师徒而已，他不知道玄灵子是否还会喜欢他，但是只要还是这个人的徒弟，他便心满意足。只要那些人都过得很好，他便别无所求。但是就在骆剑清即将飞入竹屋的那一刻，他的手却忽然被人一把拉住。骆剑清惊诧的转手看去，手臂却被人倏地往前一拉，突然跌进了一个怀里。清雅的莲花香味在鼻尖徜徉，骆剑清身体颤抖，不敢动弹，可是那个人的手却轻轻揽住了他的腰身，温柔的声音近乎宠溺，在他的耳边低声的说道：“剑清，我回来了。”骆剑清倏地睁大双眼，抬手往这人看去，只见玄灵子仍旧是那般淡然的表情，可是一双眸子却柔和缱绻，沉浸着浓郁的感情，几乎是一眼骆剑清便知道了，这仍旧是他的乌音。再也不管到底为什么玄灵子会记得那些，骆剑清紧紧的拥住了对方，沙哑着说道：“师父。”这两个字落下时，青年已经尾音微颤，似乎带了点哭音。玄灵子怜惜的吻上了骆剑清的脸庞，每一个吻都仿佛羽毛般轻柔，好像在对待世上最重要的珍宝。骆剑清微敛着眸子，任对方这般亲吻。当玄灵子快吻上那张嘴唇时，他慢慢停了动作，低手看向骆剑清。骆剑清也抬手看他，只是一眼，却仿佛万年。骆剑清一把拉住了玄灵子的脖子，不管不顾的便要亲上去，却听这一刻，太华山底响起了一道傲慢狂妄的声音：“太华山的骆剑清，人呢？本尊来看你了，还不给本尊下来！”骆剑清身子一僵，脑中倏地闪过一个不可能的答案。玄灵子却将他拥得更紧了一分，道：“不要理他。”骆剑清不假思索的说道：“可他是魔千秋，他怎么会来这里？他为什么要那样叫我？难道他和你一样？”炙热滚烫的吻封住了骆剑清的话。
玄灵子双臂用力，将心爱的人拥入怀中，仿佛要将他嵌入血肉里。骆剑清从起初的微怔到后来的配合，他亦全心全意的投入到了这个吻中，用紧贴在一起的温度填补自己心中的空洞。玉霄峰下，魔千秋喊了几声，都没等到山上人的回应，反而等到了太华山的一些修士。而玉霄峰上，一对师徒却紧紧拥在一起，亲吻着便到了竹屋里，不再过问外界的任何事。晴朗无云的天空中，一本厚厚的书从云霄之中坠落而下，似乎要砸到玉霄峰上。然而这本书却只是飞了一半，便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绞杀成了碎片。那股力量安静的回归天道，那本书的碎片却被狂风席卷，成了齑粉，再也不见。求仙，只羡鸳鸯不羡仙。